且把那富贵荣华看3遍，到头来殿前栏杆金玉裂，离骚若当年。大成朝贞和5年，末成，隆冬，王二踏着寸身的雪，急急忙忙的往城西赶。不久前，他大哥替他找了份差事，虽然地段不好，但好歹能混口饭吃。今日是他第3轮当值，谁知一不小心睡过了，刚出门又碰上大雪，老母亲缝制的旧袄子难以御寒，才走了几步，已冷得他直哆嗦。清水鼻涕刚流出来就冻住了，吸进去的全是凉气，鼻子耳朵都没了知觉，口中呼出的白气一团团，几乎迷了他的视线。远远的看见刻在石壁上的无赦牢3个字，那便是他当差的地方。无赦顾名思义，进到这里来的犯人只能等死，就算大赦天下，他们也不会有被释放的希望，除非天皇老子亲自来救。王二没有入军籍，不是牢狱的守备人员，只能过来做些杂活，端茶送水，准备饭食，简单的打扫打扫牢房，除了每个月微薄的薪俸，把这里的官爷伺候好了，就会有打赏。因此虽然他不喜欢这地方，但做起事来还算得心应手。裹紧了身上的袄子，王二闷着头朝前走，尽管来了有一段时间，他还是不太适应这附近的氛围，总感觉莫名的阴冷刺骨。无赦牢的地势低洼，四围陡峭，越靠近那里就越难走，到后来几乎是举步维艰。到达换班地点的时候，王二已经气喘吁吁。王二，你怎么才来啊？交班给他的胡顺抱怨道。实在对不住。王二赔了个不是，下次我带你1天班。胡顺占着了便宜，便把活计都丢给他，自己在火炉边烤了烤手，趁机把一个烤熟的地瓜揣进怀里，悠哉悠哉的走了。王二扫了扫灶台，烧了壶热水，见牢头唤他，就拎着壶过去，陪笑道：张牢头，刚烧好的热水，小的给您添点儿。张牢头嗯了声，把茶碗丢给他，王二小心给他倒上水。此时张牢头对他说：今天你就不用清扫牢房了。哎，王二愣了下，清扫牢房是重活，没道理那个好吃懒做的胡顺会帮他干完啊。张老头道：昨晚上宫里有人过来，从里到外都彻底打扫过了。宫里来人做什么？王二毕竟是个生手，还不清楚其中的厉害，想到什么就问什么，也不知道避嫌。张牢头瞟他一眼，见他一脸呆样，斥道：你算什么东西？不该问的不要问。王二连忙闭嘴，识相的退到一边，但还是忍不住往牢房那边瞟去。这一瞟，刚好让他瞧见一个灰白的人影从里面走出来，一时间王二竟没反应过来，那显然是个囚犯，而他们这座监牢里从没有犯人能走着出来。快看快看，他真的被放出来了！他手上拿的是什么？皇上的免罪谕令。王二听见其他官差的议论，不由自主的把目光定在那人身上。那人好瘦，从他这里看去，好像一碰就会倒的样子，可是很奇异的，那人的步伐一点也不蹒跚，稳稳的向前走着，走出一派儒雅平和。张牢头匆匆赶过去，跟那人身边锦衣华服的工人们交涉了几句，便收下了谕令，示意所有人对他们放行。王二实在禁不住好奇，一边殷勤的添水，一边偷偷问跟他关系比较好的官差：于大哥，那人是哪个牢房的？我打扫牢房的时候怎么没见过？姓于的官差咳了2声，压低了声音说：那是关在昆字牢房里的大人物，咱们这样的当然见不着，就连他的饭食都是牢头亲自送过去的。昆字牢房大人物？王二挠了挠头，那人看起来很普通啊，他犯了什么事？怎么又被放出来了？嘘，小点声。姓于的看了看远处的张牢头，确定没什么风险才开口：哎，他就是当今的丞相大人啊。丞相？王二吓了一大跳，差点把壶里的水洒了。姓于的狠狠瞪了他一眼，他连忙闭紧嘴巴，假装收拾茶碗。此时那几个工人趾高气昂的走出天牢，他们似乎只负责传令，不负责带人回去，因此对刚释放的那人甚是冷漠。
工人们身上厚实的裘袄令旁人好生羡慕，却更衬得远远落在他们身后的那位丞相的单薄。王二还是不敢相信那是丞相大人，怎么可能呢？年纪轻轻即是3朝元老，权倾庙堂，当今圣上最为器重的骆丞相，怎生的这样一副寻常样貌？他听说书的吹嘘，还以为是一位天神般英伟无愁的人。丞相大人又何以沦落至此？既然已经获得赦免，既然仍为丞相之职，为何他孤身一人出狱，未有一人前来迎接？如此隆冬，为何他只有一身素色青裘裹身，瞅着还没他这个平头百姓穿得暖和？太多的疑问塞满了王二的脑袋，直到那人走到他跟前，他才愕然回神。面前就是名震天下的骆丞相，还用一张略带微笑的脸看着他。王二顿时连手怎么放都不知道了，转过来转过去，不知该往哪让路。小兄弟，嘿嘿，有碗吗？那人问他。可能因为太久不见日光，他很苍白，声音低哑而虚弱，但听着很舒服，有种让人镇定的力量。啥？王二直发愣。你有碗吗？他又问一遍，仍是那样温和，不急不躁。你想喝水，还是想吃东西？王二慢慢平静下来，说话也利索了。原来这就是骆丞相啊，真的很寻常吗？他不禁这样想。不，嘿嘿，我只要一只碗，空的，干净的就好。虽然觉得很奇怪，不过王二还是忙不迭的给他取来一只小碗，小心的递给他。其他人没有人敢跟他搭话，但也没人敢拦他的路，他们只是默然的看着这名文弱书生像一个打杂的讨要一只碗。多谢。这人得偿所愿，捧着碗，笑容放大了一些。他踏着雪缓缓前行，灰白色的衣袂被带雪的寒风吹起，露出一截细瘦的手臂。他似乎一点也不觉得冷，修长的手指轻轻摩挲着手中的白瓷碗。细看的话，他的手指竟比白瓷更剔透。他一步步的向北面走去，那是皇城的方向。王二出神的看着他，不知怎么的，仿佛魂魄都跟着他走了。耳边隐约传来官差们的窃窃私语，也就这个愣头青敢跟他说话，哼，他也不怕惹祸上身。就是，放出来又怎么样？皇上只不过念他辅佐多年，才给他一条生路，像他这样的，早晚是个死。什么罪？毒害皇嗣，篡位谋反。王二倒吸一口凉气，魂魄归位，猛地惊出一身冷汗。怪不得没有人敢接近他，没有人来迎接他，因为他是乱臣贼子，自己竟然帮助了一个乱臣贼子。会不会被当成同党？会不会被砍头？可是王二挠了挠头，那人真的还能作乱吗？他苍白瘦弱成那样，手指也是冰冰凉凉，也许他已经活不久了吧。我喜欢挽联，小夫子，你还记得吗？你给我看的第一朵挽联的模样。记得，记得。一步一步，骆平走得很慢很慢，走了很久也没有走出多远。比起他平步青云的一生来说，他如今走得实在太慢了。北方，皇城就在北方，他的帝王，他的权势都在北方。终于，双脚彻底失去了知觉，他跌跪在地上，仰头看天，落雪纷纷，雪花在他的脸上融化，与他的泪水混合，顺着脸颊滚下，滴落在那只空碗里，再没有一点力气了。骆平侧躺在雪地中，看着碗里的点点水光，无声的痛哭，无声的嘲笑。生命被大地一点点吸走，他感觉得到自己越来越轻，越来越困。闭上眼睛之前，他仿佛看见了一汪荷塘，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孩子，以指蘸水，在地上写字。回眸一笑，软软的唤他：小夫子，你来了。骆平至死都握着那只碗，直到白雪覆盖一切。皇上，那第一朵挽联碎在了臣的手里，臣用臣的一生赔给您这最后一朵，不知他能否比得过您手里的一碗江山。一代风云朝臣就这样冻死在了雪地里。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皇帝听闻反贼骆平的死讯，竟下旨为他举行了国丧，举国上下为骆丞相哀悼，丧期整整7日。这7日，年轻的君王未曾上朝，更未曾驾临后宫。太后、嫔妃和大臣们甚为担忧，多次向皇帝的内侍高福打探消息，却只得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答复：皇上在专心养花。皇上的枕边放着一只白瓷碗，不是官窑烧制的，亦不是进贡来的，只是路边摊上的那种极其廉价的白瓷碗。这只碗里养了一朵莲花。骆丞相的头七过去，一切都步上了正规。皇帝依旧是那个严谨治国的皇帝，天下依旧是那个四海升平的天下。只不过那只碗里的莲花未开先败，像是在预示大成将要从盛世走向衰亡。那夜，高福给就寝的皇上吹灯，听见皇上梦中呓语，反反复复就那一个词句：洛卿，洛卿，洛卿啊，声如孩提气诉。泪落瓷碗，噗的一声闷响，跌碎在颓败的莲瓣上。枉死城中，2名鬼差领着骆平朝往生殿走去，四周白雾蒙蒙，除了脚下的路，哪里都瞧不清楚。与人间喧闹不同，这冥府内当真一点生气也没有。骆平几番回首，皆被迷雾遮掩，再看不见那让他惦念的琉璃宫瓦，前世荣华。唉，长叹了一口气，骆平开口问身旁的鬼差：这位兄台，鄙人有一事请教，不知可否相告？2名鬼差对看了一眼，颇为讶异。这里是枉死城，平素前来此地之人，莫不是含冤含怒而死，三魂七魄在死后多被自身怨气冲散遗落人间，以致魂魄不全，到达冥府时已是神情恍惚，反应迟钝。像此人这般镇定自若，甚至还对锁他魂魄的鬼差如此谦恭礼遇，实属罕见。其中一名鬼差用血红的眼睛睨他：你想说什么？我丑话说在前头，既已在此，你是断不可能还阳了，就算有什么遗言，也不能传达回去。鄙人知道。骆平颔首：前生已逝，多说无用，鄙人只是想问，那个……他眉目微咧，似有些不好意思，半合的眼眸竟给那副寻常容貌平添了一分灵韵，生生把2名鬼差的好奇心勾了出来。有话快说，别支支吾吾的。既如此，鄙人就直说了。骆平深吸一口气：请问这冥府之中可有哪个官职空缺？啊！2个鬼差皆是一愣，这人搞什么？死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求官。骆平接着说：是这样的，鄙人口齿伶俐，为人正直，处事机敏，此生便读圣贤书，也被人间的皇帝选做了官员，经验甚是丰富，故而想在贵府谋求个一官半职。那名红颜鬼差立即打断他的话：如果真如你所说，你怎会落入这枉死城？哼，依我看，你此生定是个贪官污吏，终是惹下报应，才平白枉死。说到这儿，他上下打量了一下骆平，瞧见那单薄的衣裳和瘦弱的身板，皱着眉嘟囔了一句：不过你却也不像那些贪官般脑满肠肥。骆平并不辩解，但笑着说：为官清浊，自有后世评断，鄙人不求什么流芳百世，只不过以此谋生而已。若贵府哪里有空缺，无论官职大小，鄙人都是愿意去做的。不知此处是何人掌管官员分配之事，鄙人可否前去拜见？另一名鬼差忍不住插话：你不想投胎，胎转转世吗？这地方有什么好？好啊，还不如人间快活。耐心听这位结巴鬼差讲完话，骆平回答：转世之后，我便不是现在的我了吧？有什么快活不快活的呢？做自己想做的事，在哪里不都一样？你还有心愿未了，是吗？鬼差问他，红色的眼像是能看穿人心。算是吧。骆平此生做官没有做够啊，真是个官迷。结巴鬼差斥道。来到往生殿前，红颜鬼差说：枉死城的大判官就在这里面，有什么话你问他就是了。骆平回以一笑：有劳兄台领路，不胜感激。
步入大殿，两边尽是高高在上的罗刹，顶着或讥讽或不屑的审视。洛平不卑不亢，走到殿中，鞠躬作揖礼。鄙人丁卯年心死之鬼，名曰洛平。最上位传来一个声音，像是在陈述，又像是在唤他。洛平抬手，就见那位大判官已步下高台，来到他的跟前。待看清他的样貌，洛平一时有些恍神。那飞扬的眉眼与那人实在太像了，只是这位大判官的年纪看着更年长一些，眸光也更肃杀一些，但不知为何，他就是能从他身上窥见那人的影子。洛平，大判官又唤了一声。洛平这才回过神来，应了声是。你跟我来。语罢，大判官转身离开大殿。大殿中的罗刹们议论纷纷，猜测着这个新鬼是何许人，竟让大判官如此重视。洛平不明就里，只得跟上去，心里琢磨着，等会儿寻到机会，该怎么向这位大判官讨个冥府的官职。穿过正殿、侧廊，他们来到一处不起眼的偏室，大判官屏退了其他鬼差，合上偏室的门，叹了口气道：洛平，你不认得本殿，本殿却已经听两人说过你的事迹。这下洛平受宠若惊，殿下何出此言？那两人是谁？大判官道：成武帝周瑜，成景帝周恒。洛平无言。这两位是他生前辅佐过的两代皇帝。难道这两位皇帝死了之后，还到大判官跟前嚼他舌根了吗？这要如何是好？若是他们说了什么坏话，他在冥府的仕途定不会一帆风顺了。只是逝者已矣，这位大判官何必如此在意他跟那两个皇帝的旧事？见他面露茫然，大判官冷哼：当初我起兵草莽，半生戎马打下大成的天下，哪能想到这些后世子孙如此不成器，不过5代，大成朝就要败了。洛平一惊，当下反应过来，双膝跪地，深深一拜，竟是不折不扣的起手之礼。臣洛平拜见高祖皇帝。难怪他与那人这般相像，周家的骨血都有着那样咄咄逼人的眉眼。起来吧，你我本就不是君臣，这些凡尘的礼节都免了吧。洛平站起来，整了整衣衫，以掩饰心中忐忑。知道我那两个皇子皇孙说了你什么吗？洛平不知。他们说你这个人文采斐然，智计无双，只是太过追名逐利，对权之一字最是放不下。洛平赧然，仕途是我一家数代的念想，家父给我取自穆权，正是一句批命。哼，穆权，你是要得到多大的权力才满意？我周家的皇权你也敢要吗？洛平不敢。你不敢，你若不敢，又是怎样被打入无赦牢，落得个惨死雪中的下场？洛平僵了一下，抬头深深看着大判官，正色道：此事的是非对错，世人不清，难道殿下也看不清吗？没料到会有这样的顶撞，大判官眯眼审视他，对峙良久，最终沈然一笑：好你个洛平，真是让本殿伤透了脑筋。殿下此话怎讲？听说你想在这里求官是吗？你在人间折腾了我周家的天下那么久，死后还想接着折腾本殿的王死城吗？大判官的语气听不出情绪，洛平小心的看了他一眼，不敢多言。高祖皇帝驾崩之10年近5旬，本就风姿威严，如今添了些冥府的寒气，更是让人不敢逼视。不过这不会磨灭洛平的志向。殿下神通广大，看来已经得知洛平的心意。洛平不求转世投胎，只求在此处谋个一官半职，为殿下和王死城尽忠。哦，依你看，这座王死城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你尽忠呢？洛平刚到这里，地方还没跑全过，大判官这么问他，难免有点刁难之意。思索一番，他斟酌着回答：洛平初来乍到，不敢妄加评断，只是单就方才领我过来的2位鬼差而言，有几句话要说。你说。其中一位面目刚直，待人说话颇有思量，一双红眼十分锐利，懂得察言观色，这样的人用作锁魂时有些屈才了。若是命他相助于各位判官的繁琐事务，
应会事半功倍。另一位口齿不伶俐，而且听他说话间似有对王死城的不忿之意。大判官问：你觉得他不可用？骆平略一沉吟，道：未必。请问大判官，冥府之中可有地狱之说？大判官点头，虽没有人间传言18层地狱之多，但对恶鬼实施刑罚的地狱却有几处，铁树、孽镜、血池之类都是有的。那就好办，可以让那结巴的锁魂刹前去拔舌地狱任职。一来他自身口齿不便，必难以忍受常人的讥笑挖苦，在那处人人都不能言语之地，反而安分；二来他心中的愤懑可借由刑罚约束，这样至少不会无端作恶。他身着单薄衣裳，形容枯槁，显然死时很是落魄，而今却能平心静气侃侃而谈。大判官望着他，忽然笑起来，那张仿佛凝了寒冰的脸上露出暖意。骆平，你当真不简单，才刚来就给本店扣上一顶用人不当的帽子，你果真是块做贤臣的料啊！骆平躬身一拜，不敢当。再抬手，骆平的眼前晃过一沓纸，他看见上面墨迹未干，还看见了自己的名字。这是你此世的生老病死。骆平不禁愣神，骆平此生都记在这几张纸上了吗？是。骆平忍不住大笑起来。他这一生历经周家的3代朝堂，起起伏伏，及至官拜卿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到头来也不过薄纸几张。呵，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古人诚不欺我。骆平笑叹。骆平，你甘心吗？大判官问他。我不甘心，我当然不甘心。骆平正值壮年，尚未享够荣华富贵，尚未尝遍权势甘甜，枉走这一遭，真是太不甘心了。你可曾想过，是你太贪了？想过呀，把命都赔进去了，怎么没想过？骆平笑。可我现在悔过还有用吗？大判官拢袖，悠悠地说：如果让你重新来过呢？骆平争冲，重新来过。是，本店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你做了一辈子官迷，说你贪恋权贵，却未见你给自己贪来什么好处，倒是为我周家贪出了一番盛世华年。本店想知道，如果重新来过，你会怎么做？你还会不会为大成的天下鞠躬尽瘁？我会。怎么做？骆平伸出自己的手掌，左手的掌纹短而碎。算命的曾说这是薄命之相，他给了那人几吊钱，那人便又改口说是富贵之相。其实都没有错啊，他这一生富贵而薄命。他说如果重新来过，我还是会辅佐大成的君王，直到他不再需要我。大判官道：好，若你这一回能保我周氏子孙坐稳江山，本店便让你死后入王死城为相，立于万鬼之上。但如果你没做到，那么本店会让你下无间地狱，永世不得超生。骆平苦笑，既如此，看来我是没有退路了。攥紧自己那双沾染无数罪孽的手，骆平在心里默默立下咒誓：我会辅佐大成的君王，直到他不再需要我。只是这一回，我不会踏错一步，毁了我自己，也毁了那执掌江山之人。大判官用燃着阴火的蜡烛烧掉了手中的纸张。骆平，本店不惜逆天给你重生的机会，只要你的一句承诺。骆平郑重应诺：周氏千秋，佑我大成。春光晴好。这么温暖的味道，多久没有闻到过了？酒香渗进身体的每一个角落，混着清风捎来的书卷气。将醒未醒时，骆平的眼前朦胧着一片再熟悉不过的景象。这是翰林院的荷塘。环顾四周，再看看自己身上的穿戴，骆平不禁恍然，原来他竟回到了自己刚刚及第的那一年，宣统念一年。这一年，他是个志得意满的状元郎。皇上对年仅17岁的他宠爱有加，在电视上大赞其天资聪颖，文采斐然，无愧江南才子之称，颇有古时名士之风，并当场封他做了翰林院修撰，一个从6品的官。此情此景，正是圣上为他们这一批新任官员举行的赏春宴。骆平的唇边泛起淡淡的笑。他回来了。
他也不知道这一次的重来会有多少人改变命运，又或者什么也改变不了。骆大人，恭喜你官场得意，来来来，我李元丰敬你一杯。李学士言重了，以后还要仰仗李大人多多教导。转身微笑，骆平端起酒杯倾倒入口，那番辛辣甘醇让他颠倒天地。罢了罢了，浮生如梦，哪管得了那么多。这一番春色可是他用一辈子的承诺换来的，不去好好欣赏，岂不暴殄天物？推杯换盏，骆平记得自己当初是何等厌恶这样的逢场作戏，甚至都不愿对上司说句奉承话，以至于初入官场就被冠上了轻狂小儿的绰号。现如今他却对这套作风习以为常了，就连那假笑都能笑得无比真诚。一边忙于四处陪酒言笑，骆平一边整理着那些前世记忆。那是庞大人宣统念3年被成武帝满门抄斩，那是王将军安世4年为成景帝战死沙场，世中永侯，那是副尚书征和元年被那人发配边疆，老尽凄凉的3代朝臣，如今都还是风光无限的样子。想到自身，骆平颇觉讽刺。哎呀，骆大人，原来您在这儿啊！快随奴才去后院，皇上正找您啊！尖锐的嗓音打断了骆平的回响。大太监张喜领着他匆匆往后院行去，那里是皇上与后宫赏春游乐之处。迈着有点虚浮的步子，骆平走过那条蜿蜒小道，心中不禁恍然，终于要见到那人了。在他的印象中，这一场初识可不大愉快呢。后花园中正是姹紫嫣红开遍，骆平一步踏进去，那番鲜艳的色彩就照亮了他的双眼。正前方的明黄色便是当今圣上周玉，一旁的雍容红是皇后娘娘，左侧的芙蓉粉是万贵妃。再往下依次坐着月白绣金的大皇子，红裘短袄的皇长孙，天青的二皇子，蓝紫的三皇子，深蓝浅蓝的四皇子五皇子，缎黑的六皇子，还有雪肌霓裳的长公主。满园的鲜花都比不上那一袭人漂亮，男的风神如玉，女的姿容严厉，可他们脸上的神色都不大好。此时的气氛说不出的尴尬，生生破坏了融融春意。只因阶前跪着的那个孩子，那孩子一身墨绿衣裳，不是简单的细布，也没有绣纹，在一圈绫罗绸缎中显得格外寒碜。袖口上还有一枚清晰的脚印，泛红的脸颊沾着些微灰尘，乍一眼看上去像是个犯了错的小太监。骆平进园子的那一刻，听见皇上怒斥：“你这不知长进的东西！亏你大哥还替你求情，你却不知好歹，一篇300字的目视，居然一个字都送不出，真是扫兴！”骤然撞见皇帝训子，若是当年17岁的他，定然已被这阵仗吓住了。骆平眸光一转，还是按着那时的情境走来。脚下一个趔趄，似是被皇上的威严所震慑，骆平的脸上苍白一片。偷偷看了看跪在地上的孩子，又看了看端坐上方的皇帝，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样。皇上注意到他的局促，倒是敛了冷峻神色，笑道：“骆卿到了。”骆平连忙叩拜行礼：“微臣拜见皇上，娘娘给各位皇子请安。”身侧便是同样跪着的那孩子，骆平眼角的余光看见那孩子暗地里狠狠剜了他一眼，目光如刀。皇上抬手：“骆卿平身，这里不是朝堂，那些礼都免了，快落座吧。”谢皇上。骆平起身坐到末席，那孩子却还垂手跪在那里，一言不发。好在皇上总算顾及外人在场，没有再刁难他。堂儿，你也落座吧。谢父皇。看着那孩子坐到自己旁边的席位，骆平心下暗叹，这人就是这样的，有什么委屈从来不讲，一句服软的话也不肯说，本来出身就不好，这下更不得皇上宠爱。皇上端起酒杯道：“这就是朕跟你们提起的骆卿，少年才子，满腹经纶，又有雄韬伟略，殿试11篇10策，字字珠玑，我大成得此贤臣，幸甚啊！”这番话是说给皇子皇孙听的，骆平知道自己是被拿着做榜样，慌忙端起酒杯：“微臣惶恐，皇上谬赞了。”确实是谬赞了，
那片实测，在他现在看来实在天真，犹如痴人说梦。只不过皇上大概欣赏的就是他的天真，而他又是进士中唯一一个写了战时之策的考生，在半生戎马平西疆的皇上眼中，自然是比那些文绉绉的治国论要顺眼得多。一口饮尽，皇上脸色一整：“堂儿，朕说你2句，你还不服气？你已10岁了，跟你兄长一起去的太学院，一起听太傅的教导，至今一无所成。你看看洛卿，17岁便是国之栋梁，身为皇子，你不觉得丢人？朕还觉得丢人呢。”一把柔柔的嗓音传来，龙生九子各有不同，皇上何必为了一个下人所生的孩子动气？万贵妃柔仪轻抚皇上胸口，表面息事宁人，实际上是在火上浇油。提及周堂的生母，皇上就来气。当初一个偶成君恩的宫女，生下皇子后跟侍卫私通，给皇上戴了绿帽子，被发现后非但不悔过，还斥责皇上当初是强暴了他，诅咒大成断子绝孙，之后当场吞金而死。这样的奇耻大辱，皇上哪里忍得下？而且说来也怪，就在那女人死后，大皇子周峰的身体每况愈下，到了冬天就只能卧床养病，片刻也离不开暖炉药罐，把皇上吓得不轻。好在4年后，太皇子妃给他添了个健康活泼的小孙子，这才让他一颗心放下来。只是从那之后，皇上再也没有给过那女人的孩子好脸色，即使那是他的亲生骨肉。看见周堂的倔强神色，就想到那个女人，皇上气不打一处来。哼，果然是见人生见种。这话说得重了，眼见周堂捏着拳头直抖，大皇子周峰赶紧出来打圆场：“父皇，小妻子年纪尚幼，正是贪玩的时候，你也不要强求了，当心气坏了身子。”“对啊，皇上，您看您光顾着跟皇儿和臣子说话，一儿都向您讨了半天的酒了，您要是再不搭理他，他可要掉眼泪了。”皇后岔开话题。长公主嘟嘴道：“就是嘛，父皇偏心，为何皇兄他们都能饮酒，一儿就不行？”周嫣声音娇俏，话语里带着任性可爱，把皇上逗乐了。“罢了罢了，今日春色大好，不提那些扫兴的事了。一儿你要饮酒，朕何时拦着你了？可就你那小酒量，一口就醉了，到时候你皇兄们笑你，朕可不管啊。一儿要是醉了，就挑一曲《醉千觞》给父皇看，父皇你说可好？”“好好，一儿的舞，谁敢说不好？”洛平诚惶诚恐的与皇上和6位皇子们寒暄一阵，几杯酒下肚后，撑着半朦胧的脑袋欣赏长公主的《醉千觞》。那一曲歌舞摇曳生姿，端的是国色天香。长公主还特地给洛平斟了一杯琼浆，美人如玉，酒不醉人人自醉。洛平一杯酒下肚，眼神就迷离了。周嫣巧笑着离开，又去给别人斟酒。席上只有2人没有被他灌酒，一位是年仅6岁的皇长孙，另一位便是七皇子周堂。满园子的言笑晏晏，半点都没有传到周堂心里。他垂手坐在那里，不吃喝，不玩乐，宛若一尊木头雕像。可不知怎么的，他感觉旁边那人很不安分，好像总往他这里靠。周堂不由斜眼瞥他，然而只瞥见那人凝视周嫣的痴傻眼神。周堂冷笑一声，讥讽道：“什么国之栋梁，根本就是个百无一用的好色之徒。”正说着，突然感觉到手心里软软的。周堂吓了一跳，本能的要抽手，却被牢牢抓住了。好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那是另一个人的手，温暖的，有一点点粗糙的质感。猛地抬眼看向身边的人，刚巧撞进那一潭温润潋滟的目光中。本想斥责他无理犯上，竟敢捉弄堂堂皇子，可就那一眼，让那句放肆怎么也说不出口。周堂着了魔一样，就这么任他握着自己的手。此时不知是谁说了句：“小妻子也来挑一曲给大家助兴怎么样？”公主献舞那是殊荣，让一位皇子跳舞，这显然是把他当下人使唤了，明摆着要看他出丑，而皇上也没有出面制止的意思。周堂抿唇道：“我不会跳。”三皇子道：“小妻子你什么也不会，那可怎么办？要不就学2声驴叫。”皇长孙懵懵懂懂，
七皇叔要学驴叫吗？孩儿要听，孩儿还没有听过驴子叫呢。周唐气急，一时按耐不住，就要掀桌子，掌心中蓦地被放进一个尖锐事物，磕得他一痛。偏头看见洛平脸没长久，微微摇了摇头。正疑惑间，那只手就离开了，身旁这人又恢复了酒醉后色迷迷的模样，一心望着长公主，好像方才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手里的东西滚了一滚，周唐感觉出那是一个尖石子，用力一握，掌心就生疼，倒是让他清醒了不少。是啊，不能动，只能忍。这时候的万般疼痛，他能和谁去说呢？除了自己一人吞下，还能怎么办？伏案站起，周唐微微笑道：“既如此，我也不好再扫大家的心了，就学几声驴叫吧。”说着他的叫了2声，把皇长孙逗得开心。七皇叔，七皇叔，你怎么知道驴子怎么叫的呢？三皇子替他回答：恒儿，你七皇叔住的福东殿靠近中旧间，日日与牲口为伴，自然就学会了。哦。周恒点点头道：七皇叔，恒儿可以去找你玩吗？恒儿也想去见见驴子。他只比周唐小了4岁，宫中没什么玩伴，就想跟这个年纪最相仿的皇叔亲近。福东殿距离朝阳宫太远了，恒儿还是不要来的好。周唐冷冷回他。不理会侄儿失望的神情，周唐向皇上行礼：父皇，儿臣身体不适，先行告退了。皇上随口应了声，看也不看他一眼，抱过小孙子哄着：恒儿想要看驴子，皇爷爷送你10只又何妨？不多时，洛平也借酒醉告退了。回到前院，赏春宴已经散了，只剩几个宫人坐着清扫。不用刻意去寻，他便知道那人在哪儿，于是径自朝着荷塘行去。果然，就在角落的假山中看到了抱膝坐着的周唐。他站在他身后，俯视着这个瘦小的孩子，细弱的胳膊，凌乱的发髻，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皇子洛平唤他：七殿下。周唐身体僵硬了下，道：滚开！七殿下，我叫你滚开！滚开！你这个色鬼！阉人！噗！洛平一时没忍住，笑了出来：殿下，你连骂人都不会，当真只会学驴叫吗？你放肆！周唐抬起脸，面色通红。洛平望着他，意味深长地说：那些驴叫，你又何须去理会呢？你学他们的腔调说话，再怎么也不会有出息的。周唐有点傻了，他在想，这人一定醉得不轻吧？他在说什么？他怎么敢这么说话？把那些人都比作驴子？他怎么敢？洛平在他身边坐了下来，趁他发傻的时候，为他拍掉衣服上的鞋印，用衣袖沾了荷塘的水，替他擦净脸上的污垢，又掰开他的手，仔细清理了方才被石子刻出的伤口。他说：殿下，你的衣裳真漂亮。回过神来，周唐搓着衣角不悦道：胡说，他们的衣裳才漂亮。不是的。洛平说：殿下，你知道你这身衣裳是什么颜色的吗？绿色。他们说了，我娘给父皇戴了绿帽子，我只配穿这种难看的绿衣服。洛平摇头，他们都是俗人。殿下，你这身衣裳的颜色叫做千岁绿，它是千年墨玉凝成的色泽，平日里看着不起眼，有朝一日登临极高之处，便能在日光下看见它的光华。周唐一心听他说着，不觉入了神，再看自己身上的衣服，似乎真的是流光溢彩。他忽然觉得身旁这人也不是那么讨厌了。喂，书呆子！周唐粗声粗气的喊他：我想知道目视是什么，你说给我听。洛平问：殿下，在太学院的时候，太傅没有教你上书吗？周唐道：我根本没有去过太学院，我一去，三皇兄就派人放狗咬我。太傅在父皇面前只说我愚钝，其实他一天也没有教过我。你到底说不说？不说，我也不要听了。
你给我滚开！轻轻按下他，洛平正色道：想要我说给你听，就要好好向我请教。像你这样粗鲁的学生，谁愿意教你？周唐刚要发作，蓦然反应过来，书呆子，你要教我？你要喊我夫子？哼，你就比我大几岁？我不要叫你夫子。那我便不教。你……周唐急了，那我叫你小夫子，你只能做我一个人的小夫子。好。洛平眼珠一抹苦笑，我只做你的小夫子。洛平信守诺言，给他说起了目视、今欲发为宫行天之法。今日之事，不迁于6步、7步，乃止其焉。续哉夫子！不迁于4罚、5罚、6罚、7罚，乃止其焉。续哉夫子！上环环如虎、如皮、如熊、如皮，于商交服亚克奔，以逸稀土。续哉夫子！而所服序，其余尔公有路。殿下，这篇文章说的是决战之日，我们的阵列前后距离不得超过6步、7步，要保持整齐，不得拖拉。我们阵列左右距离不能超过4罚、5罚、6罚、7罚，也要保持整齐，不得畏缩不前。将士们威武雄壮，如虎如皮，如熊如皮，向都城的郊外前进。在战斗中，不要阻止来投降的人，要用他们来加强我们自己。努力吧，儿郎们！如果不浴血奋战，我们自身就将受到刑戮。周唐听得非常专心，他问书呆：小夫子，这是在说怎么打仗吗？这就是兵法吗？洛平道：不是的，这只是一篇征战檄文，是用来号召士兵们上战场的，距离兵法还差得远呢。我们慢慢来，以后我会教给你的。周唐没注意到自己紧紧拽着洛平的衣袖，几乎要把他撕破。你在哪里教我呢？我怎么找你呢？你不是骗我的对不对？你不是在说醉话对不对？我在翰林院担任修撰，每日都会出现在这里。我不会骗你。洛平说：此生在世，这是我逃不过的业债。这天周唐起得格外早，负责侍候他的宫女和太监感到很惊讶，这小主子一向萎靡不振的，怎么今天这么有精神？2个奴仆木着脸给他端上凉透了的早膳，也不给他好好打理穿戴，随意敷衍一番就出去找人闲磕牙了。摊上这样一个不得宠的主子，他们嘴上不说，心里都是不甘愿的。宫里的人最是势利，主子得势，连带着下人也会高人一等，眼瞅着其他皇子的奴才好吃的好玩的拿到手软，而他们终日里粗茶淡饭，日子过得还不如隔壁中就监的牲口，对自己的主子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脸色。周唐知道他们没心思伺候自己，对这种事也早就习惯了，懒得放在心上。啃了2口干硬的馒头，实在咽不下去，就吐了出来，呼啦啦的喝完那碗凉粥。周唐丢下碗筷就往外面跑。他记得呢，那个醉鬼小夫子说要教他念书的，想到那人昨天一字一句给他说目视的模样，他就觉得欢喜。路过太学院，里面传来曾令他羡慕不已的授课声，如今却一点也不吸引他了。因为他有小夫子了，他一个人的小夫子脚下像生了风一样轻快，绕出7拐8弯的宫墙，出宫后一路往翰林院走去。到后来周唐干脆小跑起来。然而越靠近翰林院，他就越忐忑不安，那个人会如约出现吗？听他昨日说话，似乎完全不把父皇和皇兄放在眼里，那样狂妄的人可以信任吗？他会不会是想利用他，或者仅仅是在捉弄他？越想越觉得害怕，不知不觉已走到翰林院的门口。周唐紧张的手心全是汗，靠在偏殿的墙角，伸头往院子里看，里面来来往往的都是侍诏、编修等文官，穿的官服都差不多，哪里能分辨出谁是谁？周唐有些不知所措，正在他想着要不要离开的时候，突然听见院子里起了一阵骚乱。凝神望去，他看见一人抢过侍诏手中的折子，怒冲冲的就往外走。那人不顾其他人的阻拦，口中说道：吴尚书这是什么意思？
他要栽赃别人，还要拖我们翰林院下水吗？我不会让皇上被这本折子迷惑的。李大人，你也不用为难，我这就去面见圣上，有什么事我一力承担，绝不会牵连大人您。接着他就在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中出了正殿，就连周堂都看傻了，他认出来了，那人就是他的小夫子。他的小夫子分明比他还要冲动莽撞，就这脾气，昨日怎么还好意思让他忍？震惊过后，周堂不知怎么的就笑出来了，抱着肚子笑弯了腰。就这样不上道的一个人，说要做他夫子，他周堂是缺心眼了，才会指望他来帮自己。这种人能在官场活上几天都是问题。算了算了，回去吧。周堂心灰意冷的转身，肩膀忽然被轻拍了一下。殿下，等了多久了？愕然抬头，眼前正是那个不上道的小夫子。周堂一下反应不过来，哎，你不是去见父皇了吗？找个借口出来而已。洛平笑道，看见你在这儿探头探脑的，干脆过来找你。怎么，不敢进去吗？周堂张着嘴噎了半天，你是为了我特地闹成这样的？洛平没有答他，只把他带到一处僻静的小屋子，说道，昨日我喝的有点高了，好多事没有说清楚，请殿下不要见怪。这里是我向一个仆役借来的，寒酸了点，不过窗外就是荷塘假山，环境还算过得去。我一个朝廷命官，不太方便公然跟皇子接触，好在这里够隐蔽，也够安静，不会惹什么事端。以后你就直接到这里等我吧，我会过来的。周堂随口应着，满心好奇的打量着他的小私塾。这间屋子里堆放着扫帚、簸箕等等一堆东西，大概是个杂役房，但是显然被什么人细心打扫过，里面有一张木桌，还有2把椅子，笔墨纸砚也都放置齐全。周堂伸手摸摸砚台，又去闻里面的墨水，恍惚着说，好香，他们说的是真的，墨水是香的。洛平看见他鼻尖的一点黑墨，噗的笑出声来。周堂问，你笑什么？洛平用手点了点他的鼻子，沾上墨汁了。被有些微凉的指尖碰触，周堂本能的向后缩了缩，可是缩了之后又后悔了，虽然难为情，但他想让洛平帮他擦掉墨迹。昨日这人帮他洗脸擦伤口的时候，动作那么轻柔，让他觉得很舒服。令他失望的是，这次洛平只是在水盆里沾湿不惊，递给他让他自己擦。殿下，你真是一点做皇子的自觉都没有。周堂红了脸，一边接过布巾，一边嘴硬道，这又不是我的错，没有人告诉过我皇子该是什么样的。再说，这宫里根本就没有人把我当皇子吧？就算所有人都不把你当皇子，你自己也要把自己当皇子看待。你要拿出威信来震慑他们，你要有皇子的举止和气量，这是你的尊严。洛平说，当然了，在我面前你就不要摆什么皇子的架子了，因为在我看来，你只是个一无所知的学生罢了。周堂听他说前半句觉得心里发热，听到后半句就心有不甘了。哼，迟早有一天我会比你还要厉害的。微臣恭候那一天的到来。在洛平的记忆里，那一天一点都不遥远。不远的将来，这个人要君临天下，他将拥有无人可及的威信和权势，哪里还会记得自己鼻尖上沾过的一滴淡墨？在授课之前，洛平先从怀中拿出了一个纸包，放在桌上打开来，里面是2只糯米团，还有1只白瓷碗。他说，我这里可不比太学院，没有好吃好喝的招待你，饿了的话就吃点这些垫垫肚子。茶水我会给你带，没有茶盅，将就着用碗喝吧。看着这一桌子吃的、喝的、写的、用的，周堂高兴极了。之前担心这人居心叵测、欺负捉弄什么的，全都被他丢到了九霄云外。吃到嘴里的糯米团子一直甜到心坎里，他觉得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东西就是它了。相比之下，那些硬馒头、干包子真是难吃到令人作呕。等周堂狼吞虎咽的吃完，洛平便从最简单的识字内容开始教起。那天洛平教了他1个时辰后，就让他自己温习。周堂问他要干嘛去，他说，方才我在翰林院大闹一番，不给他们一个交代可不行。
不管怎么说，皇上这一面我是一定要见的，该说的谏言也要说。周唐吓了一跳，你疯了吗？我当你是说了完，你竟真要去父皇那里告那个什么尚书的状吗？你可知道，稍有不慎，父皇就会斩了你的脑袋。洛平笑了笑，不会的，我不会有事的。你怎么知道你不会有事？一想到他会人头落地，周唐就急得不行。小夫子你不要乱来，真要去的话，我就陪你一起去。你那么害怕你父皇，陪我去又有何用？洛平轻抚他的后背，安慰道，信我，我一定不会有事。皇上非但不会罚我，反而会奖赏我。奖赏你？你一个小小修撰怎么斗得过那个尚书？父皇难道信你不信他吗？都说圣心难测，皇上的想法谁能猜得准呢？留下这句语焉不详的话，洛平就揣着那本折子去请求面圣了。周唐坐立不安的等到中午，几乎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在他担惊受怕到跳起来准备去找父皇的时候，洛平终于回来了，面有倦容，但是一脸笑意。他说，你看我不是没事吗？周唐在放心的同时也气得磨牙，这个小夫子没心没肺，当真讨厌。他扭过脸去若无其事的看书，洛平也不管他，只把几本翰林院藏书阁里的书丢给他，这都是些杂书，能看懂的话就看看。今天就到这里，下午我会有很多事，你先回去吧。周唐抱起书就走，把地上的小石子踢得到处乱飞。洛平摇摇头，心说这个样子的周唐还挺让人怀念的。后来周唐从旁人那里听说，那天洛平在真央殿与吴尚书正面对峙，态度强硬，言辞激烈，直到说服皇上仔细调查户部那笔饷银的来历为止。一笔笔烂账被翻出来，吴尚书贪赃枉法、意图嫁祸、欺君瞒上等等数罪并罚，最后落得个斩首抄家的结局。这其中种种事件和人物牵连，不过短短数日已被皇上雷厉风行的肃清。而洛平这一新任官吏，被皇上当众赞赏为忠言直谏的贤臣，一下子成了大红人。巴结者有之，不屑者有之，质疑者有之。看他行事莽撞不顾后果，那些官场老手暗地里还是给他冠上了轻狂小儿的名号。但洛平始终是一副波澜不兴的样子，只有他自己知道什么忠言直谏，全是放屁。上一世他这样做确实是抱着眼里不揉沙的良知报效朝廷。当时皇上赞赏他，还让他沾沾自喜了好久。如今他早已明白，他不过是凑巧摸对了皇上的心意，给了皇上除掉想除掉之人的借口。他是皇上一手布下的棋子，等到没用的时候，自然也会被除掉。现在他是个局外人，这些事情全都看得清清楚楚，也全都不放在心上了。因为他所要面对的不再是自己当年汲汲以求的仕途，而仅仅是周唐一人而已。倒是周唐经此一事，在心里把他看作了清高正直之人，颇为感佩。即使后来认清了此人的心机深沉，也还是会用濯清涟而不妖来想念他。周唐给那间屋子起名扫河轩，因为他坐在里面背对扫帚，面朝荷塘。他每天最高兴的事就是去扫河轩，就算洛平还没来，他在那里枯坐着也开心。周唐很聪明，也很勤奋，学东西一点就通。洛平布置下的背诵课业，第二天他就能一字不差的完成，还能连带着之后几篇一起背诵给他听。所以洛平教的也很轻松，通常一天下来，他只需要花1-2个时辰在那间小屋里，其余的时间可以忙自己的事情。翰林院的事情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不过他得到皇上的赏识之后，理学士就格外关照他，因而他的空闲时间就少了很多。但不管如何繁忙，他每日必会抽出时间去扫河轩。两人的相处模式就这么定下了：授课、读书、习字、讨论、闲聊。洛平会带来一些点心，还有一壶茶水，他们就拿碗分着吃喝。周唐觉得挺奇怪的，明明两人以前从未接触过，怎么洛平对他喜爱的口味那么了解？他爱吃黏黏的糯米，
爱吃粗制的红豆沙，爱吃纯肉的饺子，洛平带来的所有点心他都爱吃。他问他为什么，洛平不以为意，只说是随便带的，凑巧而已。周唐将信将疑，他总觉得他的小夫子好像能看穿人心一般，比他自己更了解他。不过月余，周唐已能识得许多字，洛平给的那些杂书也都看完了。这天他把书拿来还给洛平，我已经全部看完了，根本一点也不难懂。洛平自顾自的看书，连头也没抬。是吗？殿下真是聪明绝顶。周唐见不得他不把他放眼里的样子，怒道：你不信吗？我信，怎么会不信？你分明在敷衍我。洛平放下书，叹了口气道：既然如此，我考你一个问题，你若答上来了，就证明你是真的看懂了，我不信也得信。好，你考吧。周唐背着手，志得意满。高祖皇帝当初攻打越州的时候，破釜沉舟，一连打了9天10夜，折损了5000士兵4位将领。殿下觉得这一仗值不值？周唐想了想，回答：值。越州是进入墨城的最后一道关，那时久攻不下，城里城外的百姓都饱受煎熬。高祖皇帝前无接应，后无退路，唯一的方法就是硬攻，有所牺牲是在所难免的。高祖皇帝那一役确实惨烈，但书中有云：能断大事，不拘小节。洛平听后未做任何评价，只在周唐还来的那一摞书中随手翻出把一本，却乱，放在他面前说：再看一遍，明日告诉我答案。没听到小夫子的赞同，周唐有些不服气，不过还是老老实实的把书带回去重读。再怎么任性，洛平的教诲他还是每句都听的。我最瞧不起你这样的人，假清高，伪君子，想当大官又不肯给人低头，哼，我等着你倒大霉。孩子怒气冲冲的话语在耳边回响着，洛平知道自己在做梦，这是一场前生的梦，梦里都是如今没有发生过的事，但那每一个场景，每一个人，每一句话都真实的让他如临其境。在当年的赏春宴上，由于皇上对他大加赞赏，还以他为榜样责骂了周唐，使得周唐对他心怀怨怼。周唐斗不过父皇，斗不过兄长，心里憋着气，就想招法的给他添乱。那孩子没事就跑到翰林院，偷偷把他的茶换成黄连水，或者趁他不在的时候，把他正在修撰的书籍画花。不会写字，周唐就画乌龟画便便，总之非要毁了他的工作，让他被大学士责备才甘心。周唐还曾在宫门口蹲点，拿弹弓和石子射他，射中了就朝他做鬼脸。见到他跟那些官场老奸起争执，不肯低头屈就，就骂他是假清高，伪君子，每天一个花样，各种捣乱作怪。而洛平实在不想跟一个不得势的皇子较真，那时候他的理想是做一个又大又好的官，全然不把周唐这样的小孩子行径放在眼里。他要闹，他就由着他闹，惹不起皇子，他不搭理他还不行吗？不过事情终究还是出现了转折。经过吴尚书一案，皇上对他的青睐越发明显，拿来进贡了一些玉石和奇花异草。皇上心情好，就赏了洛平一朵挽联，上等白玉雕花碗，碗里一汪剔透清水，水里一朵血色莲花，精致的让人移不开眼。那朵挽联收在一方木盒中，洛平小心翼翼的捧着它走出真阳殿，却在廊角迎面撞见了七皇子周唐。那孩子见他那么宝贝一样东西，上来就说：给我看看是什么。洛平不理他，周唐两臂一伸，拦住他的去路：是父皇给你的赏赐吧？我是皇子，想看还不能看吗？洛平没办法，把盒子打开让他看。周唐故意急吼吼的拉住他手腕，洛平反应不及，身体一歪，盒子里的碗和莲花一起翻了出来，哗啦碎了一地。洛平只觉得自己也跟着哗啦一声碎了，不仅仅是因为心疼，更是因为这是皇上给的赏赐，还未出宫门就在他手上毁了，这是藐视皇恩，是大不敬。周唐幸灾乐祸的笑着：你摔坏了父皇给的赏赐，你要掉脑袋了！哈哈！
洛平抖着手去捡一块块碎片，实在难受，忍不住骂道：“七殿下，你太顽劣了！”周堂小孩子心性，就是想捉弄他玩玩，本来挺得意的，见他骤然苍白了脸，眼里尽是痛惜，反倒不自在起来，脚尖蹭了蹭地，他嘴硬道：“不就是朵花吗？有什么了不起？这种花池塘里多的是。”洛平不想再跟他多说一句，把碎片和残花捡进盒子，绷着脸就要离开。周堂又跨一步挡在他面前：“书呆子，大不了我不告诉父皇，你把它摔碎了就是了。只要你答应我，教我念书。”正是从那一天起，他开始喊他小夫子。梦里头，周堂背对着他在扫河轩前面的荷塘边练字，以指蘸水，一笔一画。他喊他殿下，周堂尚未回头，梦便醒了。周堂看了一夜的书，几乎把那本却乱翻烂了，还是没明白洛平的用意。挂着2个黑眼圈，他决定去扫河轩问个清楚。脚步虚浮的走到福东殿门口，突然跟一个太监撞了个满怀。他不满道：“谁啊？冒冒失失的，别挡我路！”那太监一点也不怕他，拦在他跟前说：“七殿下这是往哪儿去啊？皇上在真阳殿召见各位皇子呢，莫非你已经知道了？”周堂闻言一愣，仔细看看，那确实是父皇身边的太监。皇上召见他，哪里有摆架子的权利？没办法，只能先去真阳殿。进了大殿，周堂看见殿内放了满满当当的箱子盒子，零散掉落出来的珍宝就够他眼花缭乱的了。看样子邻国使臣刚走不久，今年也进贡了不少好东西。目光落在其中一方木盒上，盒盖开着，隐约可以看见里面透白的颜色。不知怎么的，那么多的好东西，周堂偏偏对那个小盒子最在意，他很想看看盒子里面是什么。皇上还没到，但6位皇兄显然已经到达多时了。周堂心下了然，传旨的太监压根就没把他放眼里，故意最后去喊他。三皇子周普讥讽道：“小妻子，你的架子真大呢，让我们几个兄长等你一个。”6皇子周阳接口：“是啊，除了我和老五，其他几位皇兄的府邸都在宫外，他们都匆忙赶来了，怎么就见你一个住宫里的皇子拖拖拉拉的，不像话。”周堂不跟他们争辩，只道：“我腿脚慢，让皇兄见笑了。”此时皇上来了，他们赶紧收敛神色，齐声道：“儿臣拜见父皇。”都起来吧。皇上落座，一抬手，命大太监张喜给他们每个人发了一张笺子，笺子上写了每个皇子的名字，还有一片留白。父皇，这是何意？大皇子周峰带病前来，脸色有些苍白。朕今日有个问题要问你们，你们把答案写在自己的笺子上，不许讨论，也不许传阅，写好后交于朕。谁的答案让朕满意，朕就有赏。这样一说，各位皇子都跃跃欲试。皇上偏爱长子，可长子的身体时好时坏，皇上犹豫不决，迟迟没有立太子。这回明摆着是在考验他们的资质，拿什么赏赐是次要的，给父皇留下一个贤能的印象才是最重要的。凤儿身体有恙，若是支持不住，也不必勉强。儿臣无妨，多谢父皇挂念。既如此，那就开始吧。皇上出的题目是：如今最迫切的治国之略是什么？不要给朕看什么长篇大论，那些东西大臣们整天在朕耳边唠叨，烦都快烦死了。朕只要最简洁的答案，只要一个答案。皇上给了他们1炷香的时间思考，6位皇子只用半炷香不到就写出了答案，只有周堂一直磨蹭到最后。趁着张喜收笺子的空档，周阳悄声对身边的周堂说：“小妻子，你怎么这么慢？是有字不会写吗？”“哪个字不会写？皇兄可以教你啊。”周堂装作没有听见，手里玩着紫毫笔，把笔杆子在手指间转来转去，这是他在扫河轩无聊至极的时候常干的事。如今一手转笔功夫已经炉火纯青，连笔端的墨汁都能收放自如。周阳还在奚落他：“你最擅长写什么字？大、小、人字会写吗？”“哎呦！”周堂手中的毛笔灵活的转动，
突然一记倒甩，一坨浓墨啪的甩到周阳的脸上。小弃子，你！周阳怒了，抓起自己的笔就要反击，完全忘记了场合，被皇上大声喝止：“阳儿，你干什么呢？”看到他脸上的墨汁，皇上不满道：“多大的人了，写个字还能写到自己脸上去？”“不是，父皇，我……行了。”皇上打断他：“你们的答案朕已看过了，谁答的最好，朕的心里也有数了。”大家都安静下来，周阳只得暂时放下墨汁的愁，凝神听皇上的定论。皇上把他们的答案一字排开。大皇子周峰写的是明未贵，减赋税；二皇子周宁写的是清剿贪腐，整肃朝堂；三皇子周普写的是平流寇，安天下；四皇子周科写的是开辟航道，鼓励通商；五皇子周航写的是教化百姓，招安江湖；六皇子周扬写的是改制科举，选拔人才；而七皇子周唐只写了2个字：定北。周普看到最后，扑哧笑出声来：“定北，小妻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周家自高祖皇帝以来就是太平盛世，西昭、南来、北邻3个附属国全都俯首称臣，不敢进犯。你这时候要平定北邻，岂不是没事找茬吗？”周扬也说：“就是，小妻子，你实在是杞人忧天了。”眼看皇上面色沉郁，周宁已领悟过来，说道：“三弟六弟，话不能这样说。所谓居安思危，七弟的回答不无道理。”周科和周航也看出了门道，纷纷附和说：“没错没错，居安思危。小妻子也是在为国事担忧啊。”周峰斜倚在座位上，似是有些气虚，没有发表什么意见。皇上敲了敲茶盏，止住了他们的争论，转头问周唐：“你为何这样回答？”周唐：“是父皇告诉儿臣的。”皇上斥道：“胡说！朕只出了题目，何时与你们说过答案？”周唐伸手往殿上一指：“父皇在来之前就给过提示了。”周唐伸手往殿上一指：“父皇在来之前就给过提示了。”放下手中的茶盏，皇上步下大殿，顺着他的手看过去，沉着脸不置可否：“是吗？我给什么提示了？”几位皇子们也都翘首看着，心里直犯嘀咕：哪里？这小妻子乱说的吧？哪里有什么提示？父皇，大殿中的这些箱子盒子的，都是今年邻国上贡来的贡品吧？没错。周唐走到一堆贡品中间，这些玉石温润透亮，想必是上好的植竹玉，南来盛产此玉，所以这几大箱子应该都是南来的贡品。接着他又走向中间那一堆贡品，这边有很多锦囊，又那么香，定然是西昭的香料了，所以这边是西昭的贡品。最后他走到大殿的右侧，那这里就是北陵的贡品了。我听说北陵盛产铁矿，那里的寒玄铁铸造出的兵器最是锋利坚韧。可是很奇怪，这边尽是些金银珠宝，铁器却少之又少。周唐捏起一颗大珍珠，这是南海珍珠吧？虽然也很珍贵，但北陵王何必舍近求远，花那么大力气去找南海珍珠，还不如送几块特产的寒玄铁省事。放下大珍珠，周唐说出了自己的结论：西昭和南来的贡品与往年相差无几，可是北陵却没有如数上贡铁器，所以儿臣猜测北陵王是不是在囤积铁器。囤积铁器的最大用处当然就是铸造兵器了，兵器是用来打仗的，那样的话北陵王的居心不就很可疑吗？玉石、香料、铁器，这些都是他从洛平给他的杂书里看到的，什么通州志，什么大元广记，什么山水注，洛平让他当闲书看着玩，他也没费心去记，压根没想到会应用在父皇出的考题上。心里怎么想的，他就怎么说了出来。周唐说完之后，二皇子周宁扫了他一眼，很快又移开视线，蹙眉不语。五皇子周航连忙上前去看，拿起北陵进贡的清单，上面密密麻麻的条目，唯独缺少铁器这一项。父皇，七弟说的没错，而且往年北陵上贡的马匹至少5000，可这一次就只有寥寥2000匹，那北陵王莫不是真的有反意？此语一出，皇子们顿时紧张起来，
纷纷猜测着北陵王的野心。皇上却不再与他们说这个话题了，他难得向周唐露出了笑意，指着满殿的宝物对他说：“唐儿，这些宝贝中，你可以任意挑选一个，朕赏你了。”多谢父皇。周唐连忙谢恩，欢喜地去挑选赏赐。这是父皇第一次给他奖赏，他激动的不知如何是好。选什么呢？大珍珠？珍珠中看不中用，换一个。龙涎香？上次看见父皇送给大哥用的，应该是治病的吧？我要它何用？换一个。哇，这把匕首好锋利，要不就它吧。等等，刚刚那只小盒子呢？里面到底放了什么？绕着贡品转了一大圈，周唐最终还是选了那只不起眼的小木盒。皇上没说什么，随他拿去了。众位皇子告退后，皇上坐在殿上，拈起周唐的尖子，若有所思。周唐小心的捧着木盒，心急火燎的要出宫去扫和轩。他想赶紧见到小夫子，想赶紧向他炫耀，你看，父皇奖赏我了。洛平没见到周唐，心下奇怪。往常那孩子都是早早的等在扫和轩，有时他出现的时候，周唐已经练完几张纸的字了。可今天临近晌午都还没出现，他不免有些担心，难道是病了？心不在焉的翻了几页书，洛平还是决定去看看他。周唐要出宫见他容易，可他要入宫就颇为麻烦。守卫问起他，他只能以公务之名搪塞。幸而那名禁军头领认得他，知道他是现在皇上跟前的红人，才没有过多盘查。路过朝阳宫时，他看见大皇子周峰正在哄着撒娇的周恒。周恒闹着说：“孩儿要跟爹爹回家，孩儿不要住在这里，这里没有人陪我玩。”周峰身体不适，被他拽得直晃，勉强说道：“恒儿听话，你皇爷爷让你住在这里是莫大的恩典，别人求都求不来，你不要任性。我不要待在这里，那些老头子整天要我读书认字，还要我学什么武艺，累死了，疼死了。爹爹你看，孩儿都受伤了。”周恒捋起袖子，露出一段粉白的手臂，上面有着一块红印子，看样子是哪位武士教他的时候不小心下手重了点。周峰看了有些心疼，但还是咬牙道：“恒儿乖，你在宫里才最安全，听皇爷爷的话，别闹脾气。过几天，嗨嗨，等爹的病好了就来陪你。”父子俩又拉扯了一会儿，周恒才放他爹离开。洛平远远看着这一幕，心中感慨：周恒是个天真无邪的孩子，集万千疼爱于一身，可也因此被各方势力觊觎着。皇上把他留在宫中严加保护，悉心教导，说起来是圣宠眷顾，可对于他这样的小孩子来说，这样的生活未免太过枯燥无趣了。偏偏有人渴望这样的生活，渴望的不得了，却怎么也求而不得。想到周唐当年用各种顽劣手段来吸引别人注意的模样，洛平不觉露出一抹笑意。大概真是欠他的，从上一世开始就放不下这个人。不久，洛平又看见二皇子、三皇子他们一起出宫，心里就明白了，想必是皇上召见他们几个皇子，所以周唐才没能去扫和轩，看来是他多虑了。不过既然已经进宫，就去看看他吧。想到此处，洛平朝着福东殿的方向走去。行至中廊，刚好看见周唐急匆匆的赶来。周唐也瞧见他了，先是一愣，随后咧开嘴喊道：“小夫子，你来找我吗？”洛平竖起食指放在唇上，示意他小点声。周唐总算从过度兴奋中回过神来，四下瞅了瞅，见中廊附近没什么人，才放心与他说话。他献宝似的把手中的木盒凑到洛平面前：“小夫子你看，这是父皇赏赐给我的。”洛平一眼望去，觉得这个盒子颇为眼熟，待周唐打开来，他才恍然，这是挽莲。这朵花叫挽莲吗？确实挺贴切的。你瞧它长在这只白玉碗里，多精致啊！而且也能养很久，就算以后花败了，我也能留着碗，对不对？周唐兴冲冲的说着，全然没有注意到洛平的怪异神色。殿下，皇上怎么会赏你这个？洛平不明白，
这不是上一世皇上赏赐给他的吗？如今怎么会到了周唐的手里？发生了什么？为何事情会有这样的变化？我答对了父皇的考题，父皇让我自己挑选的呀。考题？什么考题？把之前真阳殿里发生的事跟洛平说了。周唐得意道：“这回可多亏了你，你给我的那些书很有用了。”洛平心里咯噔一声，暗忖这下坏事了，正要细问，此时周唐把挽联从盒子里拿了出来，里面的清水洒出了几滴，挂在白玉碗边，晶莹剔透。小夫子，你喜欢这朵挽联吗？不如我把它养在扫河轩吧。他笑得灿烂，洛平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算了，他正在兴头上，还是不要这时候与他说那些东西了。接过那只玉碗，看着与梦中一模一样的纹路，洛平忍不住用手抚摸。白玉碗上雕着细致的莲叶，那几滴清水如同朝露凝在上面，衬着雪白的花朵，实在让人爱不释手。思绪像是与当年重叠了，洛平发出与那时同样的感慨：真漂亮，是不是？皇上，你想把欠了臣的都还清吗？那您还拆臣一碗莲花。洛清啊，洛清，朕不过是害你摔碎了一朵挽联，至于记恨到现在吗？如今你想要多少，朕便可以给你多少，你还有什么不满的？回皇上，臣不是记恨，臣只是忘不掉也放不下，有些东西碎了，就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就算现在一切重来，他已不是当年的洛平，他也不是当年的周唐了。他悉心教导周唐，无意间改变了开局，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变数吧。洛平看着挽联，竟有些分不清是在梦里还是现实。周唐专心看的却是他，眼里映着洛平痴迷的目光，仿佛自己也跟着痴迷了。说来也怪，在挑选的时候，他明明更想要那把削铁如泥的匕首，可一看见盒子里的这朵挽联，就觉得小夫子一定会喜欢。就因为小夫子会喜欢，他才选了他。有凉风吹过，撩起一缕长发，掠过玉碗的上方，柔软的绕着那朵莲花的牵指。周唐忽然闻见一股清甜的香味，曼妙而悠远，一时间他分不清是那朵花的味道，还是身边这人的味道。鬼使神差的，他伸手抓住那一缕黑发，循着他一直摸到洛平的鬓角。洛平僵住：“你做什么？”周唐愣愣道：“你的头发乱了。”本来把乱掉的发丝别到耳后，周唐就准备撤回手了。可是见到那只微微泛着红的耳尖，又忍不住伸手去碰，谁知手指刚刚碰到，洛平便像受到惊吓般猛地向后退去。只听哗啦一声脆响，木盒倾翻在地，里面的玉碗摔碎成数半，莲花的根茎也断了，清水流淌一地。两人都正在当场。周唐愣了好一会儿，眼睛发直的望着一地狼藉。还是洛平先反应过来：“殿下，对不起。”周唐看看他，又看看地上，脸上先是苍白，转而变得通红。这是父皇给我的赏赐，他给我的第一件赏赐。你怎么能摔碎了它？洛平，你混账！你拿什么赔我？怒骂着他，周唐的双眼都气红了，泪水在眼眶中打转，但就是倔强的不肯掉下来，那一层湿润看得让人心疼。洛平把碎片和残花拾进木盒，递给他，还是那句话：“殿下，对不起。”我不用你跟我说对不起，我不要你的道歉。周唐也不知道自己在愤怒什么，东西已经碎了，他知道无可挽回，也知道不能全怪小夫子，可他就是止不住的难过。听到洛平向他道歉，就越发难过，胸口一阵阵揪痛着，好像自己才是犯了错的那个人，好像该说道歉的应该是自己，却都被这个人抢了去。你走开！抱着木盒逃离这条中廊，周唐此刻不想面对洛平，也不想面对混乱的自己。洛平望着他的背影，叹了口气。世事无常，总有太多的无可奈何。这朵挽联终究是碎了，就像一个命运的捉弄。上一世是周唐故意拽他，害得他的挽联从手上跌落，这一世挽联的主人换成了周唐，
害他摔碎的人却成了他。明明只是一样微不足道的物件，可无论前世还是今生，他们都要为他而伤神。天色阴沉沉的，雨点打在青石路上噼啪作响，吵得人心里越发烦闷。想要开窗透透气，吹进来的风带着料峭寒意，小小的福东殿显得更加冷清。周藏一连2天没有去扫河轩，说好要与洛平讨论的却乱放在桌上，自己想提的疑问早已忘光了。他在生气，生洛平的气，也生自己的气。他气洛平打碎了父皇赏他的挽联，气自己拉不下脸面去扫河轩找他。其实他很想见他。这2天，周藏茶不思饭不想的，整日在床榻上翻来覆去，时而盯着小木盒里的碎片发呆，时而蒙着被子自己跟自己发脾气。福东殿里的下人原本听说主子在皇帝那儿得了赏，心想以后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了，都想招法的讨好主子。可一见自家主子带回来的是一堆破碗烂花，又见他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就估摸着还是没什么指望，多半那赏赐也是皇帝随便丢给他的。于是福东殿很快又恢复了以往的冷清。周唐从被子里钻出来，坐到桌子跟前，直愣愣的盯着那本却乱，最后还是一咬牙，把书揣进怀里，准备去找洛平。恰巧这时有人通报，殿下，翰林院骆大人求见。一听这话，周唐蹭的一下又坐了回去，脸上绷得死紧，心里却乐坏了，传他进来。周唐巴巴的望着门口，他看见那人收了伞，递给一旁的宫女，笑着对他道了谢。洛平的相貌并不英俊，但肤色白皙，眉眼柔和，唇角的线条尤其好看，笑起来如同微风拂面，很容易亲近的样子。加上他年轻有才气，又是皇上最赏识的新晋官吏，墨城里不少闺中少女都留意着他。这位宫女见他如此谦和有礼，心里就是一动，抬眼看了看他，红着脸一俯身，骆大人，殿下有请。周唐撅起嘴嘀咕，色鬼就是色鬼，哼。鞋子和衣摆沾着泥水，走进殿内留下了一行水印，洛平的脸上也有些潮湿，发丝粘在脸颊边，衬得肤色更白。大概是冷的，他的嘴唇有些发紫。周唐见状喊了声云香奉茶。话因为落茶已经到了，周唐呆了呆。平日里对他这个主子都爱理不理的丫头，对洛平还真是殷勤的很。想到这里，周唐便又在心里暗骂了几声色鬼小夫子。洛平走进内堂，行礼，微臣拜见七皇子殿下。起来吧。周唐故作矜持。洛平起身立于一旁。你坐到这里来。从没在小夫子面前摆过皇子的架子，他一下子适应不过来。洛平恭敬的坐到他身边。周唐问，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洛平答，我来向殿下赔礼。说着从衣袖中取出一样东西，摆在周唐面前。那是一块白璧玉坠，温润透亮。这是什么？周唐把它拿起来，手心里还能感觉到一丝热度。玉坠上雕刻着一只兔子，怀抱圆圆的玉石，扭头斜睨，像是守着自己的宝贝，模样活灵活现。这也是拿来今年上贡的贡品，名叫玉兔抱月，材质与那只玉碗相同，都是南来特产的植竹玉。微臣记得殿下是属兔的，就想到把它送给您，为上次的事情赔罪。周唐攥着玉石就舍不得丢手。洛平来找他，就已经让他的气消了大半，还送他这样的礼物，更是让他把什么愤慨纠结都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凑近了，又闻到一阵香气，与上次闻到的那种一样，浅淡而悠远。可是这次没有莲花在边上，周唐不禁奇怪道：咦，哪里来的香味？他探出身体要去闻洛平身上的味道。是你身上的味道吗？并不是臣身上的味道。洛平侧身让过，殿下有所不知，植竹玉的特别之处不在玉质，而在香气。玉石若是与人的体温接触，便会散发出幽香。周唐点头，哦，原来如此。你说这块玉是贡品，那你从何处得来？
洛平瞅了他一眼，皇上今日召臣入宫议事，赏的。周唐轻抚着玉兔，垂首不语。他忽然发现自己为了一朵挽联跟小夫子闹脾气是多么幼稚。洛平为官短短数月，已获得许多赏赐，皇上随手赏给臣子的东西都比他这个皇子多得多，他又何必去计较那一点点施舍？洛平知道他沮丧，却无从安慰。人心本就是偏的，皇上恨污及污，这么多年下来，那种厌恶都已成了习惯。他叹了口气说：“殿下，臣不便在宫中久留，就此告退。明日若是天气晴好，您便出去散散心吧。”“我会的。”周唐抬头笑说。什么散散心？为了掩人耳目，有些话洛平不好明说，但他怎会不懂小夫子的意思？明日他定然会去扫河轩找他。周唐用红绳子拴好那只玉兔抱月，挂在脖子里贴身放着，捂暖了，他便能闻见一阵若有若无的清香。那香味似有安神的作用，这一夜他睡得格外好。梦里是某日午后，他在扫河轩一时贪睡，迷迷糊糊醒来，眯眼瞧见小夫子坐在自己身旁看书，桌上一碗清茶，一块糯米糕，窗外荷塘潋滟，那人的侧脸笼着一层柔光。第二天果然放晴了。洛平来到扫河轩的时候，远远的看见周唐蹲在荷塘边上玩耍，感觉有点哭笑不得。他让他散心，他还真的就跑出来散心了，也不怕别人看见了说闲话。往前走了2步，洛平突然顿住脚步，因为他意识到这个情景是那么熟悉。他看见周唐伸手在池塘里蘸了水，在地上一笔一画的写着什么。他甚至可以猜到他写的是什么字。殿下，他喊了一声。那个梦境终于继续下去。周唐回过头来，笑着对他说：“小夫子，你来了。”望着他满是依赖的笑脸，洛平好不容易整理好情绪，走过去问道：“干什么呢？”周唐侧过身子让他看，练字啊。地上的水迹很新，在阳光下反射着莹莹亮光，笔锋辗转，是2个端正而俊秀的字：江山。洛平的眼神微闪，这与他记忆中的那2个字截然不同。上一世周唐在写这2个字的时候还是个小文盲，字迹歪歪扭扭，只能勉强辨认出轮廓，而此时他已经能把江山2字写得这样好。洛平看后不动声色，舀起一捧池水，淋在那2个字上，令它们融为一体，消失不见。小夫子，你做什么？我写的不好吗？周唐不知他是何意。洛平看向他说：“殿下，现在我说的话，你一定要牢牢记住。”周唐见他如此郑重，连忙点头：“以后不要在人前谈论江山社稷，至少在你能够出宫自立之前，不要与任何人说起你的江山，包括我在内。”见周唐要提问，他摆摆手道：“不要插嘴，你先听我说完。”周唐只好闭嘴，但显然很不服气。洛平叹息：“你不明白，我会慢慢说给您听。皇上有7个儿子1个嫡孙，如今太子未定，几位年长的皇子正在拉拢朝中的大臣，各自为营，还在宫里的皇子也都想方设法讨皇上的欢心。周恒也被安置在朝阳宫里。那么多人觊觎着大成的江山，你觉得凭你的势力，能够在这场洪流中存活多久？我知道你天资聪颖，知道你不比其他任何一个皇子逊色，也知道你胸怀天下。但是现在江山对你而言是忌讳，它离你不远，但你千万不要急着去碰它。眼下你该做的事是把自己藏起来。”我还是不明白。周唐忍不住说：“既然我一点也不比别人差，为什么我不可以去碰我想要的东西？我想证明给父皇看，我是值得他骄傲的儿子，我不是个一事无成的废物。前2天我不是成功了吗？父皇说我的治国之略最正确，对我刮目相看了。这件事是我的错。”洛平道：“我很后悔没有早些告诫你，我现在教你的这些东西不能用来炫耀，尤其不能在你的父皇和皇兄面前暴露出来。你若一直是个不得势的废物皇子，
他们便不会对你有戒心，你就会有更多的时间来丰满自己的羽翼。你的意思是让我装傻充愣？是的，在你父皇和皇兄面前不要露半点锋芒，直到时机来临。时机？什么样的时机？一个可以让你自由的时机。周唐冷哼了一声，自由？出生帝王家哪里还有什么自由？再说了，谁知道那个时机什么时候到？万一他一直不来，难道我还要装一辈子废物吗？洛平道：殿下，请相信我，那个时机一定会来临。周唐睨他一眼，为什么你总是这么有信心？你能预知未来吗？我不能，但我一直坚信你会成为大成的君王，大成的江山迟早是你的。这种话你也敢乱说吗？你不是说这是忌讳吗？周唐吓了一跳，这人分明比他猖狂多了，怎么还敢义正言辞的数落他？洛平淡笑着，以指蘸水，在干掉的地上重新写了2个字：周唐。他说：殿下，有朝一日让您的名字成为天下人的忌讳，便是洛平此生最大的心愿。深深望进洛平那双温柔而坚定的眼中，周唐觉得自己的心跳好快，身体里的血液像是烧了起来，撞击着骨膜，耳朵里嗡嗡作响。他脑中在想的事情却很简单，不为别的，就算仅仅是为了这个人，他也要得到自己的江山。小夫子，那你会一直陪在我身边吗？他问。我会竭尽全力的辅佐你。洛平回答。明明是比自己的要求更诚恳的答案，不知为什么周唐却不甚满意。好了，殿下，该去念书了。我可是以帝师的标准定位自己的，不严格一些可不行啊。周唐跟着他走进扫和轩，口中讽刺道：帝师？帝师会把未来的皇帝晾在一边，自己喝茶看书吗？帝师会把带来的点心自己一个人吃光吗？帝师会一天只讲1个时辰的课，其余的时间全部自修吗？帝师会随便勾搭寂寞的小宫女吗？殿下，你怎么那么多废话？洛平将扫和轩稍微打扫了一下，给自己沏上一碗茶，说道：殿下，耽搁了几天，你还记得我上次布置给你的课业吗？周唐点头，记得。把那本却乱放在桌上，他坦白，书都快被我翻烂了，里面每句话我都明白，可我还是搞不懂小夫子你的意思，这本书跟高祖皇帝的那一战有何关系？洛平缓缓道：此书是前朝隐士傅云林所著的杂谈，旁征博引了许多民间故事和古时案例，行文浅显，内涵却深远，私以为把它当作一部治世之作也不为过，你年纪尚幼，一时领会不全也情有可原。治世之作？周唐皱起脸，隔壁家的鸡吃了他家的米，他苦想一夜，终于想出诱杀那只鸡，并把它拆吃入腹，还不让邻居发现的应对之策什么的，这也叫治世之道？按他的想法，这根本是小人行径。洛平笑了，人性自私，他这样做既保住了家里的粮食，又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好处，有何不妥？若是用在治国上，你能设下一个让敌方不知不觉折兵损将，还奉上自己最好贡品的圈套，难道不是一件乐事吗？小夫子，你觉得这样做是正确的？手段没有对错之分，能达到目的才是最重要的。站在你的立场上，一味的做好人，什么也得不到。当然，仁义道德还是要做给别人看的，拿别人东西的时候，不要脏了自己的手。周唐有点发愣，他没想到洛平会宣扬这种理念。那个为了正义忠言直谏的清高之人，和眼前这个说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是同一个人吗？他发现自己越来越不了解小夫子了。洛平瞟他一眼，别扯远了，我们来说说高祖皇帝那一仗打得值不值？你上次说高祖皇帝当时别无他法，只能硬攻，这话没有错。但实际上是他自己把自己逼到那一步的。怎么说？洛平把那本书翻到其中一页，问他：这里你读过了吗？周唐伸头看看，读过了，是仙机篇中的一个小故事。
他过目不忘，已能把它复述出来，说的是一个穷困潦倒的酒肉和尚救了一个匪徒，他让那个匪徒假意追杀他，然后自己躲进山下富商家中。富商可怜他一个出家人遭此横祸，便收留他，供他吃喝。最后和尚与匪徒联手，里应外合，抢光了富商家中财物。洛平颔首，那和尚的作为虽然令人不齿，但也有可取之处。他知人善用，不问出处，从一开始就掌握了先机。如果高祖皇帝也像他这样做，攻破越州不过2-3天的事。周唐就喜欢这些打仗的例子，一听这话来了精神。小夫子，那你说应该怎么打？洛平吊他的胃口，悠悠喝了口茶才说，当年高祖皇帝攻打越州之所以久攻不下，是他错过了先机。他是在自己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打的硬仗。实际上，如果他之前不斩杀屠州的降将钟鸣，便可以联合屠州围剿越州。钟鸣这个事情，周唐在高祖本纪中读过，那是个很靠不住的人吧？高祖皇帝尚未打到屠州之时，他就吓得屁滚尿流前来投靠了，这样的人怎么能信任？正是因为他是个胆小怕事之辈，才方便利用。洛平解释，钟鸣是奸佞之徒，背叛自己的将士，出卖自己的城池，不忠不义，确实该杀，但高祖皇帝杀他的时机不对。倘若他在攻打越州之前暂时接受他的来降，与屠州两面合围，就完全可以避免硬碰硬的伤亡，在那一战中占尽先机。所以殿下，请你看得更深远一些。小夫子教导的对。周唐想了想，虚心接受了。令洛平欣慰的是，很快周唐就学会了举一反三，对于各种案例有了不少自己的看法。比如对于他父皇平西江一事，他已能站在客观的角度评价，那不是向大城百姓昭告的什么固守疆土，而是对西昭的侵略和剥削，但强者为王，正义永远站在胜利的一方。父皇的作为正是洛平所说的，拿别人的东西不弄脏自己的手。之后一想到新的观点，他就说给洛平听，让洛平帮他分析，洛平便会为他逐一解惑。有时周唐的想法虽然略显粗糙，但非常有新意，若是精心设计雕琢，想必能成为一个出奇制胜的策略。他确实很有治国的天赋，这种天赋想掩盖都掩盖不了。洛平不像太学院中的太傅少傅那样让学生摇头晃脑的念书，大多时候只是扔给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书籍，让他自己看，看不明白的来问他，看明白了的他就会出题考他。他出的题总是很刁钻，但不得不说，周唐每次解完都受益匪浅。虽然很怀疑他年纪轻轻的怎么懂得那么多，嘴上也常讽刺他什么帝释、傲慢、轻浮、似鬼，但他能感觉得到，洛平真的是在教他帝王之道。他在教他怎么把那江山，把那百姓名正言顺的放进自己的胸怀中。洛平有点饿，他觉得周唐吃太多糕点不大好，于是就趁他专心学习的时候，把自己带来的糕点全都吃完了。等周唐回过神来，糕点盒里已经空空如也。他苦着一张脸说，小夫子，你不是带过来让我吃的吗？我正在长个子，你怎么能抢我的口粮？我现在要饿死了，怎么办？洛平舔干净手上的渣渣，惹得周唐咕咚一声咽了口水，也不只是馋的还是怎么的。殿下，你这种年纪就该好好吃饭，别总是指望着点心填肚子。洛平厚颜无耻地说。那小夫子，你做饭给我吃好吗？洛平沉默。那就这么说定了，明日你带自己做的饭来给我吃。不等他否决，周唐便收拾好书本，跑出扫河轩回宫了。想到自己能尝到小夫子的手艺，周唐心里那个美啊！洛平就没他那么高兴了。他此生在人间走了2遭，什么人情世故曲折起伏都经历过了，早已成了个人精。要说他有什么事情应付不来，那就只有做饭。上一世周唐与他最亲近的时候，也让他做过饭给他吃。洛平跟自己府上的厨娘学了好半天，做出来的东西连狗都不肯吃，到后来周唐也对他绝望了。
想来这一次也会是一样的下场。不过给那孩子做一次又何妨呢？让他长点教训吧。这样想着，洛平第二天带了个扎好的食盒去翰林院，坐得离他比较近的一个边修吸了吸鼻子道：“有没有闻到烟熏的味道？”另一人说：“哎，好像真有。难道是哪里着火了吗？”大家一下子紧张起来。翰林院藏书颇多，其中文渊阁更是历代皇帝存放重要文书的地方，失火可不是小事，严重了可是要掉脑袋的。于是所有人都忙着找火源，翰林院闹腾了一早上，可什么也没找到，根本没看见半点火星子，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只有洛平一人淡定的坐在那里，修着自己的书，转着自己的稿，因为只有他知道那烟熏味从哪儿来。周唐从窗户里看见外面吵闹了一阵，听人们嚷嚷着哪里失火了，颇觉奇怪，往外看了看，没发现什么异常，也就没在意。殊不知引起这场骚乱的就是他家小夫子带来的午饭。中午时分，洛平来了。周唐翘首盼着他，毛笔在手中转得快要飞起来。洛平前脚跨进门，他就跳下椅子，一把夺去了他手中的食盒。咦，什么味道？周唐皱着鼻子问。洛平淡笑不语。打开食盒以后，周唐安静了一盏茶的时间。他终究没有勇气去吃那份饭，以及旁边还渗着血丝，似乎是排骨的东西。干笑了两声，周唐放下筷子说：“小夫子，我突然不饿了。”洛平淡淡道：“不饿就别吃了。”周唐如蒙大赦，心中暗暗发誓，以后再也不随便使唤小夫子了，后果太可怕。洛平又说：“今日你不用念书了，我另外有课业交给你。”什么？去朝阳宫？朝阳宫？周唐很是惊讶，我去朝阳宫干什么？那是父皇给和儿安排的住处，我哪有资格能去？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总之必须接近朝阳宫。为什么？我干嘛非要跑到那里去？我肯定会碰一鼻子灰的。周唐很不满。皇上对周恒的疼宠和过度保护宫里人尽皆知，就连周恒的生父周峰要见他一面也不容易，更别说他这个诅咒过周家子孙的女人生出来的孽种。我不去。正闹着别扭，周唐的肚子突然咕噜一声叫了出来，饿的。洛平笑道：“你若是接近得了朝阳宫，说不定能从皇长孙那里分一顿饭食，要不然今天一天都得挨饿了。还是说你觉得自己连一个幼童也对付不了？小夫子，你是在用激将法吗？随你怎么说吧。”洛平正色道：“我并不是在耍你玩，我要你去朝阳宫，是因为你可以在那里学到我教不了你的东西。有什么是你教不了我的？”周唐对这一点很好奇。骑射、技击、内功。洛平泛起一丝苦笑：“殿下，很抱歉，臣能文不能武。”周唐也敛了说笑的神色。的确，虽说洛平称不上仙瘦羸弱，但看着也挺单薄，斯斯文文的，一看就不是习武之人。可是我该怎么学呢？这件事我们不能明着搞，那就偷偷的搞。殿下，你去那朝阳宫，只要做3件事：装可怜、博同情、耍无赖。但切记不要表现得太出挑，要把自己藏好了。装可怜、博同情、耍无赖。周唐凌乱了，这些是一个皇子该做的事情吗？望着周唐迟疑远去的背影，洛平揉了揉太阳穴。他有着自己的考虑。上一世周唐起步晚了，直到14岁才开始聘请师傅习武。由于筋骨大多已经定型，他吃了很多苦头，几乎被那凶残师傅分筋错骨。那段时期，洛平刚好遭遇了人生的首个低谷，一心只想着怎么再重回朝堂为官，哪里还管得着周唐的事情？这些都是他后来听成为帝王的周唐说的，他一个旁观者尚且觉得心痛，更何况亲历那种痛苦的小少年。因此他想尽力在这一世让他早些习武，减轻他的痛苦，也减少他今后面对那些无休止的行刺和暗杀的危险。另外他还有一个有点贪心的愿望，他希望
周唐与周恒两人能够建立一定的友善之情，不要再像上一世那样仇视。他答应大判官的是保住周家的子孙，坐稳江山。说起来，周恒也是他的责任之一呀。脑子里尽是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事，洛平深感头痛。他拎起那个食盒，散步到文渊阁附近的书库，那里蹲着一条威风凛凛的獒犬，名叫威将军，是李学士养了看门用的，长相很凶恶，但其实很温顺，基本上起不到看门的作用。洛平心说，这顿饭他还烧了排骨，还在饭里拌了骨头汤，直接倒掉实在太浪费了。于是把饭菜都放在威将军面前，不一会儿，他还是收拾倒掉了。真的，连狗都不吃。周唐回到宫中，远远看了眼朝阳宫的琉璃瓦，在心里又过了遍小夫子的谆谆教诲，装可怜，博同情，耍无赖，然后毅然往福东殿的方向走去。与福东殿一桥之隔的地方，便是宫墙外侧的中厩间，里面驯养着马匹、驴子、骡子、猎犬等牲畜。周唐来到中厩间的门前，整了整自己的衣裳，踏了进去。里面的管事见是他，只稍微抬了下眼，嗑着瓜子说：“哟，这不是七皇子殿下吗？”周唐背着手走到他跟前，冷笑道：“你这奴才眼神挺好，不过看来脑筋不大好啊。”那管事闻言一愣，趁他愣神间，周唐拂袖一扫，把他一桌子的韭菜瓜子全都扫落在地，真是狗胆包天。见到堂堂皇子还不下跪行礼，你心里还有君臣尊卑吗？你把我父皇的颜面置于何地？叮铃哐啷一阵响，把那管事吓得一哆嗦，嘴皮子上粘着的2片瓜子壳都给震得掉了下来。他听福东殿里的仆役说，这小皇子不得圣宠，又没什么本事，是个好捏的软柿子，就没把他放在眼里。想不到这软柿子一来就给他一个下马威，拿皇上的名声来压他，他哪里还敢怠慢，忙不迭的跪下行礼，殿下恕罪。下官酒喝的多了，这不是一时糊涂吗？周唐哼了一声，起来吧，带路，本殿要去挑一头驴子。啊？什么？管事奇道：殿下你要驴子做什么？本殿想要便要，你管我做什么？可是又不是问你要战马，一只小畜生而已，至于这么拖拖拉拉吗？殿下，不是下官不给，这不合规矩。周唐斜睨他一眼，摆出趾高气昂的样子说：前阵子的赏春宴上，父皇要送皇长孙驴子的事，你总知道吧？下官知道。皇上之后派人来牵了10头小驴子到朝阳宫，但不久就送回来了，说是皇长孙殿下不喜欢。哼，孩儿小孩子心性，没人陪他一起玩，当然不喜欢。那次他邀我去朝阳宫，父皇也是在场的，我这回不过牵头小驴子过去陪孩儿玩耍，你在这儿磨磨蹭蹭的，待会儿孩儿等不到我，一个不高兴跟父皇说起，你有几个脑袋能担待得起？他这样恫吓管事，其实自己心里也直打鼓。他深知这宫里没人把他当皇子，只好搬出皇上，搬出皇长孙。他的面子不值钱，那2位的面子可值钱。用小夫子教的成语来说，他就是在狐假虎威。就算所有人都不把你当皇子，你也要把自己当皇子，这是你的尊严。在心里不停念着小夫子的话，周唐继续威逼利诱那个管事。反过来说，若是你能讨得了恒儿的欢心，好处还会少吗？以后恒儿要是还想养个什么宠物，定会想着来找你。你借本殿一头驴子，能换来皇长孙的信任，这交易划不划算？自己掂量掂量。说完，他也不急着往前走，就站在那里等他想明白。那管事算是个精明人，他看得出来，这位不得宠的七皇子也是在讨好皇长孙，估计是想借此机会多在皇上跟前露露脸。既然是都是要讨好，那么他定不会害他。于是管事陪着笑脸道：殿下教训的是，下官这就带您去选一头驴子带去。刚巧上回那10头还记录在朝阳宫名下，拿去1-2头也不碍事，那样最好。牵着小驴子出了中厩间，周唐长舒一口气，第一步总算迈出去了，尽管迈得他心惊胆战，不知道接下去能不能顺利。朝阳宫
平日里他根本不敢靠近的地方，远远的望两眼，便会有好事的奴才跑去通报皇上，说不知道七皇子又在打皇长孙什么主意了。宫里最不缺的就是这些嚼舌根的。可小夫子居然叫他今天必须走进去，还要跟周恒那讨厌的小孩亲近，想想他就不舒服，加上饿得咕噜直叫的肚子，他就更委屈了。他也不是不理解洛嫔的苦心，无论如何，强健的体魄和精湛的武艺是一个皇子必备的条件。想要更好的保护自己，那些技能是必须要学的。兄长们在他这个年纪时早开始练习扎马步和吊内息了，老五的枪法还得到过父皇的夸奖，在这一方面他确实落后太多了。再不甘愿，他还是站在了朝阳宫前，深吸一口气，他一改方才在中旧间的骄矜，拽了拽身后的驴子，怯生生的对门口的守卫说：恒儿在吗？上次他说要看驴子长什么样，我今天带来一只陪他玩。他话音未落，守卫便道：七殿下，皇上有旨，任何人不得私自看望皇长孙殿下。周堂一哆嗦，可是我都把他带过来了，麻烦你了，能不能帮我通报一下？他衣服灰扑扑的，脸上还沾着尘土，瞪着和那只小驴子一样的大眼睛，好像要哭出来了。守卫看他一个小孩子如此无助，心也硬不起来，只能软语相劝：七殿下，你还是回去吧，皇长孙殿下什么也不缺，这只驴子你留着给自己玩吧。福东殿没有人跟我一起玩，我垂着头，脚在地上蹭着。周堂把装可怜发挥的淋漓尽致，他不说走也不说不走，弄得守卫面面相觑，赶他也不是，不赶他也不是。这时候已经有人去真央殿告知皇上了，他们心想，实在不行就让皇上亲自来解决吧。周堂心里火烧火燎的着急，蓦然听见周恒大叫的声音：我不要练剑，我不要练剑，我要找爹爹去，你们都走开，走开！估摸着那孩子应该是在院子里习武厌烦了，正闹脾气呢。周堂眸光一闪，心里有了打算，决定自己也耍一把小孩脾气。想到此处，他嘴巴一扁，往地上一坐，蹬着腿就开始嚎：恒儿，我听见恒儿的声音了，我要找恒儿玩，你们干嘛不放我进去？我还给他带了小驴子过来，难道要白跑一趟了吗？我要见恒儿！守卫顿时傻了，刚刚还怯懦乖巧的孩子，现在居然撒起泼来。泪水滚着脸上的尘土滴落，周堂顺手用袖子抹掉，结果袖子上的脏污又抹到了脸上，原本白嫩嫩的小脸顿时花了。墙里墙外嚎成一片，连抽噎都遥相呼应着。这场面挺滑稽的，守卫们有点想笑，但一边是七皇子，一边是皇长孙，他们又不敢笑。朝阳宫乱成一团，就听见两个小孩子一个赛一个的放声大哭。周恒也听见外面的动静了，问道：外面是谁？身边的仆人和武士都不说话，他拖着小剑啪嗒啪嗒跑到门口，隔着门问外面的守卫：是谁在外面哭？周堂心想差不多了，就用簪子扎了驴屁股一下，就见小驴子一蹦老高，啊啊叫起来，混着他的干嚎，更添混乱。周恒听出来了，是七皇叔，七皇叔来找我玩了，你们快放他进来啊！殿下，不能放，我不管，放他进来，敢不听我的话，我就告诉皇爷爷，让他把你们的脑袋都砍掉。守卫已经被吵得一个头两个大了，再加上周恒的威胁，一咬牙就把周堂放了进来。周堂立刻不哭了，周恒也立刻不哭了，小驴子也不叫了。朝阳宫终于安静下来，暗中抹了把冷汗。周堂心想，小夫子的指点果然精辟，对付这儿的人，硬碰硬肯定是不行的，撒泼打滚耍无赖才最有效。周堂和周恒斗了一会儿小驴子，周恒开心的咯咯直笑，好好玩啊，这只驴子好听话，比上次皇爷爷送来的那几只好玩多了。周堂在心里冷笑一声，笨蛋，这就是上次送来的那几只里的一个。在武士的帮助下跨上驴子，周堂很郁闷。
他在驴子上坐都坐不稳，更别说骑了，居然还没有小他4岁的周恒骑得好。这令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是多么无能，也更加坚定了他要好好习武的决心。从驴子上跳下来，周唐眼前一晕，差点栽倒在地。幸好旁边的武师扶了他一把，七殿下，您没事吧？周唐站稳以后，摸了摸自己的肚子说，我没事，就是七皇叔你怎么会饿？没有吃饭吗？周恒在旁边关切地问。我去给你找驴子，一直没有吃东西。睁眼说瞎话的同时，他的肚子很应景的叫起来，打雷一样响。周恒听到这话，感动的不行，小手一挥，来人啊，快点准备饭食和点心，我要和七皇叔一起用膳。周唐终于如愿以偿。此刻他心里忽然有个赌气似的想法，小夫子是把什么都算计好了吗？连让我饿肚子博同情也是他安排好的，这样折腾我，他怎么狠得下心呢？但很快他就打消了这个怨念。不管小夫子是不是算计了他，他所安排的一切都是为了帮他。他是他一个人的小夫子，只为他一个人着想。知道这一点，他就满足了。这是一顿周唐从没享受过的膳食，精致的素菜，喷香的烧鸡，浓稠的骨头汤，软糯的白玉糕，甜脆的水果，满满的摆了一大桌。他狼吞虎咽的吃了，肚子都撑得凸起来。正当他一手摸肚子，一手抹嘴的时候，外面传来太监的尖声通报。所有人心里一提，皇上来了。周唐对他父皇一直心存敬畏，想要亲近，却又自知讨嫌，故意做过一些任性的事，试图引起父皇的注意，可到头来只是更加不得欢心。他的自卑和自弃几乎都来自这位高高在上的九五之尊。顶着皇子的身份，在宫里做一个透明人，在遇到洛平之前，他甚至不知道该如何自处。但是现在不同了，他不会再用那么幼稚的心态去面对父皇了。拳头握紧了又松开，周唐用惊慌失措的神色迎接皇上的到来。父皇，儿臣给父皇请安。起来吧。皇上的脸上看不出什么情绪，他漫不经心的瞄了周唐一眼，便坐到周恒身边，一把抱起他道，恒儿今日有用功念书习武吗？周恒支吾了2声，恒儿把书念完了，可是不想练剑。皇爷爷，七皇叔来找恒儿了呢，恒儿可以稍微休息一下，跟七皇叔玩玩游戏吗？皇上这才把目光转向周唐，见他恭恭敬敬的坐在旁边，由于吃得太快了，在那直打嗝，小花脸上憋得红彤彤的，到底还是起了点怜爱之心。唐儿，你怎么弄成这副惨样？噎着了不会喝点水吗？以后要记得按时吃饭，不要太贪玩。知道了，父皇。周唐拿过桌上的茶水，喝了几大口，终于止住了打嗝。气氛还算融洽，皇上没有责怪周唐在朝阳宫门口撒泼，也没有责怪周恒不用功习武，甚至对那几个私自放周唐进来的守卫也没有降罪，跟他们闲扯了一些家常，便让周恒继续练武去。临走时说，恒儿一个人在宫里挺寂寞的，唐儿你有空就来陪他玩吧。周唐欣喜若狂，面上却还是保持着恭敬和怯懦。我还能再来吗？皇上道，恒儿是你侄子，只要你不做什么大逆不道之事，有什么不能来的？这就算是默许他出入朝阳宫了。不过皇上只说让他陪周恒玩耍，却没说准许他一同学习。朝阳宫里夫子和武师们不敢随意揣测圣意，都有点摸不着头脑。幸而周唐这孩子没给他们添麻烦，只一门心思玩耍，没有嚷嚷着要学着学呢。于是他们心里盘算着，若是皇上问起来，回答说七皇子自己不好学，应该就不关他们什么事了。次日清晨，周唐就迫不及待的去了扫河轩，还带了从朝阳宫带出来的糕点。福东殿的下人们得知昨日主子在朝阳宫出了风头，立刻变得殷勤起来，一大早就为他准备了干净的锦衣，还熏了香，帮他把糕点都热好了，用精致的食盒装了，指望他去朝阳宫多挣点脸面，也好让他们这些奴才跟着沾光。殊不知自家主子
一点也不着急去朝阳宫。周唐知道周恒在早上是学文的，他去干什么？他有小夫子教他，不稀罕那些白胡子满脸者的老夫子。到了翰林院，出乎他的意料，洛平竟然在荷塘边等他。这一大清早的，还未到入朝的时间，整个翰林院里静悄悄的，晨雾还未散去，远远看见那个修长的人影立在那儿，也不知站了多久，仿佛要融在雾气中了。小夫子在等他，是因为担心他吗？周唐听见自己的心跳砰砰响，带动着他的脚步也越来越快。他几乎是冲到洛平身上的，撞得洛平往后退了一步，才稳住身体。殿下！洛平愣了愣，叹道：殿下，你怎么如此冒失，吓了我一跳。怎么？昨日受了委屈了吗？他一边说着，一边揽住周唐的肩背，轻轻拍抚，拍得周唐心里痒痒的，舒服的要命。手臂紧紧圈着小夫子，周唐撒娇似的把脑袋在他腰腹上揉了两下，抬头道：小夫子，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洛平抿了抿唇，睡不着，就早点过来了。周唐追问：你是因为担心我才睡不着的，对吗？洛平不答，要把他拉离自己，可不知周唐的劲怎么那么大，竟然拉不开。洛平无奈，只能任他扒在自己身上。殿下，昨日情况究竟如何？皇上也去了朝阳宫吧？有没有为难你？小夫子，你先回答我，你是担心我担心的睡不着觉吗？殿下，你先把臣放开。你不回答，我就不放。洛平抚额，怅然道：当真是自作孽不可活，我怎么就教会了你如何耍无赖呢？周唐笑道：对啊，你教的这么好，我怎么可能会失败，怎么可能受委屈呢？听了这话，洛平总算放下心来。安排周唐进朝阳宫，他心里也没底，就怕皇上一怒之下对周唐恶言相向，把他撵出来，或者更严重一点，直接降罪于他。好在一切有惊无险的过去了。询问过昨日种种之后，洛平正色道：殿下，从今日起，你每天下午都去朝阳宫偷师。你要记住我的话，不要暴露自己，不要强出风头，不要。好了，我知道了。小夫子，你怎么变得这么啰嗦？周唐不耐烦，该怎么做他都已经想好了，用不着小夫子操心。从食盒里拿出精致的糕点，他摆在洛平面前。小夫子，你尝尝。洛平被他磨得没脾气了，捏了个点心放进嘴里，吃完后说：这紫砂云糕做的不错，就是蒸的有点过头，不够软糯。周唐眨了眨眼睛：小夫子，你怎么知道这点心叫紫砂云糕？我听说这是朝阳宫的厨子昨日刚琢磨出来的，难道你以前吃过？洛平心里一惊，一时不知怎么回答。上一世他在朝阳宫吃过这点心，当时那厨子已把它做得很完美了，谁成想这会儿是刚刚琢磨出来的新品。这未卜先知的大乌龙，他要怎么解释？幸好周唐只是随便问问，他见洛平皱眉不答，以为民间早有这种糕点，一点也不稀奇，也就没太在意。小夫子，下次我让那厨子做得更软糯一些好了。我们开始授课吧，中午我得赶去朝阳宫，要抓紧时间呢。洛平收拾好微乱的情绪，翻开书给他讲解。罢了，看来很多事都不在他的预料中了。如今一切恍若笼在晨雾里，他自己也看不清晰。周唐进了朝阳宫一事，令其他几个皇子颇为讶异。他们不明白父皇怎么会允许小妻子接近宝贝孙儿，他不是最忌惮那两人接触的吗？其实自那日周唐殿上答出定北之略，皇上便对他稍加留心。他派人去太学院问了周唐的课业情况，得知周唐从未在那得到过正统教育。一道圣旨下去，怒斥了太学院的太傅，但并没有实质性的惩罚，也没有勒令他叫周唐来上课。太傅是何等人，一下子就明白，皇上骂他不过是做做样子，并不真的想栽培周唐，于是领了责骂后，太学院一切照旧。皇上确实是那样想的。7个儿子1个长孙，
几乎所有人都在太子之位的考虑范围内，唯独周唐不在其中。不是天赋与能力的问题，而是他不想。说是迷信也好，说是偏心也罢，总之他绝对不会让一个诅咒周家断子绝孙的恶毒女人的孩子登上皇位，那不等同于亲手断送周家王朝吗？这次周唐跑到了朝阳宫，皇上本想找个名头把他赶出去，去看了之后却改变了主意。他觉得这样更方便观察和监视周唐，若是那孩子真有什么不轨心思，一旦暴露出来，他便可以将他彻底除去。周唐获准出入朝阳宫之后，每日中午时分会过来串串门。皇上特意让周恒的夫子和武师去试探他，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聪慧过人，并且志在社稷。夫子几番询问套话，回复皇上说，七殿下确实不笨，但心不向学，四书五经都没有读全，国策兵法更是一窍不通，只对一些闲杂书籍感兴趣。各地有哪些珠宝玉器，有哪些吃喝玩乐的地方，他都很清楚，最喜欢一些志怪故事，也不知道是哪个下人讲给他听的。联想到周唐在赏春宴和那次考试中的表现，皇上对这话信了大半。周唐连一篇短短的目视都背不全，偏偏能答得出什么执竹玉什么寒玄帖，想来是从哪本闲书上看到的，或者从哪个闲人口中听说的，多半是凑巧。武师也对皇上说，周恒在练武的时候，周唐不是趴桌上画乌龟，就是跌跌爬爬的骑驴子，没见他干过一件正经事，就玩耍的时候最开心。于是皇上暂且放下心来。文不成武不就的一个小皇子，能凭什么去争皇位？周唐的乌龟图已经铺了满桌子，还在继续穷极无聊的画着。夫子摇了摇头，叹了声如此不可教，便去读自己的书了。他一走，周唐就换了一张纸，对着门外正在给周恒做演示的武师画了起来。纸上全是一个个的小人，摆着各种各样的姿势，细看竟全都是武师所传授的招式。武师领着周恒去马场练习骑射，他便牵上那头小驴子，在离他们不远不近的地方晃悠，骑在驴子上，听着武师对周恒的教导，慢慢学着平衡自己的身体。等到基本能骑起来后，他就开始观察武师是怎样拉弓射箭的。有时看得入了神，从驴子上摔下来，被那些奴才嘲笑也不管。周恒有专用的剑和弓用，他没有，于是他从福东殿后面的竹林中砍了根竹子，又偷了恒儿玩坏的弓弦，那2天就总琢磨着自己给自己做一个。实践证明他实在不擅长干这种活，拿小刀削竹篾把手给削破了，上弓弦也把手给划破了，搞得2手都是伤口，他却不敢找太医，自己用水洗了包上绸子就算完事，结果小伤口发炎，疼得他握笔都握不了。他龇牙咧嘴的默写完一篇《过秦论》，洛平拿过来看了眼，淡淡道，殿下，这是你新练的狗爬体吗？周唐嘴硬道，能看懂就行了。见他还在强撑，洛平叹了口气，手伸出来吧，要真等到皮肉都烂了才肯跟我说吗？周唐面上一红，不甘不愿的把2只手摊开在他面前，嗫嚅着说，不就是一点小破口吗？过几天就会好了。洛平不听他这些废话，拆开包着的绸缎，眉头就皱了起来，怎么弄伤的？小刀划的，你用小刀做什么？本来周唐没觉得怎样，可不知怎么搞的，被小夫子一问就觉得特别委屈，脾气也上来了。我想练习射箭，没有弓没有箭，我什么都没有。父皇明摆着不想让我有出息，他对我根本没有期待。我能怎么办？去偷去抢吗？去求周恒那小子吗？我周唐不做这种下贱的事。我不求他们，我自己做还不行吗？他吼完了，喉咙里哽着，扭过头去不看洛平。他觉得这样的自己很丢人。洛平没说什么，从自己的里袖上撕下一块干净的绸布，重新给他包上，之后就要起身离开。周唐一愣，下意识的拽住他的手说，你去哪里？洛平道，我去给你拿些伤药，你疼成这样，我还怎么给你授课？我会尽快回来的，你先自己看书吧。周唐哦了一声，这才放开他的手。洛平走几步，又回头看他一眼，
看见他翻书时都疼得直吸气，可见方才在他面前是硬忍着不肯吭声。他无奈叹息，这个人身体里流着骄傲的血，无论如何不肯对别人低头，即使是他最亲近的人，即使是他洛平。洛平不久就回到了扫河轩，与他一同来的还有一盒金疮药、一把乌木弓和一个箭袋。周唐见状，蹭的一下就跳起来，拿过弓箭，兴奋地说：“这是给我的吗？小夫子，你从哪里弄来的？”洛平回答：“前几日我请人做的，本想等你熟练些再拿给你，如今见你这么迫不及待，还是先让你用着吧。只是在宫里，你千万要小心，不要让人看见，更不要伤到人。小夫子你太好了。”周唐开心的不行，在屋里就要做事拉弓射箭，结果不小心扯到伤口，哎呦一声痛呼，箭矢掉到了地上。洛平看他急吼吼的样子，觉得好笑，调侃道：“殿下，就你这技术，能射中的就只有自己的脚背吧？”周唐红了脸：“那是因为我的手，你的手？你若不逞强，要自己做什么弓箭，会是这种下场吗？”洛平摆出夫子的架子训话：“你是皇子，应当要学会使用自己的权力，学会利用身边的人，而不是一味去做自己不擅长的事。”周唐沉默着不吭声，看样子正在反省。洛平便不再多说，从他那儿接过弓箭放到一边，把他的手摊开在自己面前，用绸布蘸了水，重新替他清洗伤口。伤口碰到水一阵刺痛，周唐丝丝抽着气。洛平见他本能的往后缩，握住他的手腕，轻轻吹着气，安抚道：“殿下乖啊，再忍忍，很快就不痛了，上了药就不痛了。”凉凉的气息拂过手心，周唐觉得痒痒的，好像真的一点也不痛了。但是小夫子，我不是小孩子了，不用这么哄我的。洛平挑眉：“是吗？殿下已经不是小孩子了，那就更要勇敢一点了。别怕呀，马上就好了，乖乖的呀。”周唐满脸黑线，小夫子分明还把当小孩哄，绝对是在耍他玩呢吧？偏偏给那柔和的嗓音一哄，他就什么脾气也没有了。清凉止痛的药膏敷在伤口上，又被干净的纱布包好，周唐顿时觉得双手舒服多了。抬眼见到洛平残破的袖口，他突然想到什么，暧昧的笑起来。上回我在书里看见古人断袖一说，小夫子，你现在可不就是断袖于我了？洛平闻言一愕，看了看自己的衣袖，才反应过来，乃言骂道：“殿下，你都看了些什么东西？什么断袖？我这袖子，小夫子你的脸红了，在害羞吗？”周唐见他白皙的脸泛上一层红晕，更觉有趣，伸手就抚在了他的面颊上，指尖的温度融进皮肤里。洛卿，你在害羞吗？向朕索要官职时也没见你脸红，怎么这时候脸皮这么薄？洛平一阵恍惚，赶紧侧头让过，目光躲闪着说：“殿下说笑了。”周唐仍旧笑着：“小夫子，都说帝王无常情，可我看那汉哀帝对董贤却是有情的。小夫子，你待我这样好，以后我若真的成了帝王，给你断180个袖子也甘愿。”他小孩心性，说话口无遮拦，对情爱之事也是一知半解。这话说出口，他自己没觉得什么，却让洛平心头巨震。“殿下！”洛平厉声道：“殿下年纪尚幼，这种话不要随便乱说，以后你慢慢会明白的。你我之间是师生情、君臣情，不是需要你断袖子的情。”周唐察觉洛平神色有异，有些慌了，连忙道歉：“小夫子，我就是随便说说的，你别生气，我知错了。”说是这样说，周唐其实并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他喜欢小夫子，仰慕小夫子，这样的情怎么就不能断袖子了？那一日，洛平在扫河轩看书睡着了，压在了他抄书习字的纸张上。为了不吵醒他，他就把那几张纸全都作废了，重新抄写，这不就跟断袖子一样吗？小夫子怎么反应这么大？洛平心里乱糟糟的。他是怕了，真怕了。帝王无常情，这句话一点也没错。当年他错就错在太信任他的常情，
才把自己的命赔了进去。如今他一再告诫自己恪守本分，可是面对这个人的时候，还是很容易乱了方寸。情之一字是他无法交给周唐的，因为连他自己也理不清，弄不懂。福东殿的后面有一片竹林，穿过竹林就是冷宫，那里原是周唐的娘住的地方。周唐对那个生他的女人有一种强烈的恨意，那个女人把他当成一个耻辱生了下来，又用自己的死给了他一个受诅咒的命运，这让他如何不恨？所以他以前从不靠近那座宫殿，但是最近他常去竹林里玩耍，几乎每天傍晚都去，一直到很晚才回来。福东殿的下人们对他这种行为深感不安，但无人去阻止，因为他们都害怕那里。曾经有个小太监手脚不干净，偷了哪位娘娘的珠宝首饰，想要埋在这个竹林里，过几日却被人发现死在了里面，而且死状奇惨，珠宝散落一地，身体折成了不可思议的角度，身上是大片的污渍，口中流出的都是黑血，散发着浓烈的腥臭味。由于实在太难看，那太监给匆匆的埋了。之后就鲜少有人会靠近那片地狱，宫里的人们都说那定然是七皇子娘亲的怨魂在作怪。周唐是不信这些的，虽然他看了许多志怪故事，但他从来都觉得人比鬼更可怕。因而他最近就挑了那片竹林，在那里练习武功和射箭，把在朝阳宫画的小人练武图拿出来，他照着上面的一招一式练习，削根竹子当做宝剑，慢慢的就能打出成套的技击之术。洛平送他的弓箭，他也都放在这里练习。刚开始的时候，他的箭矢总是轻飘飘的飞出去，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已经可以有力的射向目标了，虽然准头还有所欠缺。那日他正在竹林中练习射箭，突然听见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立刻警醒的向后看去，却什么也没看见。是有人来了吗？有谁会到这里来呢？正想着，又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在身侧传来，周唐猛地一转身，还是什么也没有看见。毕竟是个小孩子，他难免有些害怕了，手心里渗出了汗。就在这时，他清晰的听见那声音就在自己的正上方，一抬头看见一条碗口粗的大蛇从上面垂下来，冲他吐着信子。那条蛇发出嘶嘶声，血红的信子堪堪擦过他的耳畔，大惊之下，周唐向后急退。但那条蛇显然没有放过他的意思，扭动着向他靠近。周唐心想，看来那个小太监的惨死并非谣传，看这条蛇的个头，无论是用咬的还是绞的，只要被缠上，肯定必死无疑。周唐此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靠自己了。他豁出去了，不再后退，挽起了自己的弓弦，要与那条大蛇决一死战。福东殿内，云香备好了饭菜，等着自家主子回来。近1个月来，小主子待在福东殿里的时间越来越少，一大早就跑出去，中午在朝阳宫陪皇长孙玩耍，下午又去竹林，不知道捣鼓些什么，只在用晚膳时才会回来。可今天也太不寻常了，饭菜都凉了，还是不见他的踪影。云香算是整个福东殿做事最尽职尽责的了，眼见小主子于时不归，想着要不要去跟皇上通报一声。到底是位皇子，要真在竹林里出了什么事，他们这些人的脑袋可都赔不起。又等了一炷香的时间，云香再也按捺不住了，起身出了大殿，恰巧在殿门口撞见了小主子。乍一眼看去，把他吓得叫了出来：“殿下，您这是怎么了？”只见周唐浑身是血，衣服上满是破口，发髻散乱，脸上尽是脏污，眼神中杀气未退，竟像是地狱里走出来的恶鬼。殿下，您受伤了吗？奴婢这就去请太医。周唐看见他，先是怔了怔，好似刚回过神来，随即拦住了他，不准去。可是先进屋，不要声张。被他的眼神一扫，云香不由一颤。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最近小主子变了很多，有时候一言一行中都透着股威严，让人不敢违抗。进到屋里，云香准备了洗澡水和干净衣物，周唐不让他伺候，挥手把他赶了出去，拿着我的腰牌出宫，去洛平洛大人府上找他过来，不要惊动其他人。奴婢遵命。云香躬身退了出去。
骆大人就是上次来福东殿的那位年轻人吧？殿下为何要见那位大人呢？还有殿下身上的血又是怎么回事？该不会是杀了人吧？带着一肚子疑问，云香去了洛平的府上。洛平见到他十分诧异，听他说了个大概，脸色就有些发白，急匆匆的赶过去，招呼也没打一声，就推门进了内殿。刚进去就闻到一阵血腥味，又看到满满一桶血水，他心里咯噔一声，觉得自己脚底下有些发软。待看到躺在床上的周唐，胸口还有起伏，才稍微松了一口气。他坐到床边，见周唐蹙着眉头，眼睛紧闭，轻轻拍了拍他的胸口，柔声问道：怎么了？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听见他的声音，周唐猛地睁开眼，刚要说话，瞟见云香还在屋内，便沉声道：云香，你先出去。我没事，也没有杀什么人，你什么也不要想，什么也不要讲，回头我自会赏你。是，奴婢告退。云香为他们掩上了门。小姑娘出去后，禁不住好奇，扒在门上看了几眼。她看见自家小主子一改刚才的严厉模样，扑进骆大人的怀里，咕哝着喊了句什么夫子，声音里带着说不出的委屈。而那位骆大人温柔的拍抚着他的后背说：没事了，别怕，别怕，我在这里。云香没有继续听下去，收拾了一下院子里残留的血迹就离开了。其他下人问起，他也什么也没说。他今天才意识到，其实自己的小主子是个很需要照顾的孩子。他不知道骆大人怎么跟小主子扯上关系的，但他看得出来，那两个人之间外人是无法插足的。殿下，看来你多少学会怎么用人了。我想云香那丫头以后会好好侍候你的。洛平等他平静下来，没有急着提问，先夸奖了他一句：哼，我不收服他，哪天你要是把他勾搭走了，我可就没人侍候了。洛平笑了笑：我没事抢你的宫女干嘛？好了，说吧，出了什么事？周唐蹭了蹭他：我今天在竹林里遇到一条好大好粗的蛇，它要吃我，要喝我的血，它缠着我不放，我就跟它搏斗，把它射杀了，好多血喷出来，还是热的。注意，洛平继续拍抚着他：殿下，你做得很好，你很勇敢，也很厉害。小夫子，我说了，你不要把我当小孩子哄。我没有哄你，你保护了自己，确实很厉害。我看看有没有哪里受了伤。他没有咬到我，就是甩了我几下，还有些划伤。上次的金疮药还有吗？有的。周唐拿出小盒子，你帮我擦。奴才遵命。洛平学着云香的语气逗他，惹来周唐一记大白眼。掀开周唐的里衣，洛平看到不少红痕和淤青，为他揉了揉身上的淤伤，再给伤口上了药，最后给他盖好被子说：殿下，好好睡一觉，明天就没事了。你今天陪我一起睡好吗？洛平愣了愣，本想拒绝，毕竟留宿于此不合规矩，他方才心急，又威胁了西宫门的侍卫，恐怕会有点麻烦。可被周唐那可怜兮兮的眼神一望，他心里就软了。好吧，我不走，你安心睡吧。周唐这才闭上眼睛，他还特地往床的内侧靠了靠，给洛平腾出了一块地方。洛平伸手抚了抚那块床褥的褶皱，上面还带着余温。他在床边枯坐了好久，呆呆看了周唐好久，直到烛火彻底熄灭，最终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合衣睡在了周唐的身边。他还是个孩子，洛平想，他还不是当年的圣上，也许自己还能稍微贪恋一点这样平静的时光，不用提心吊胆，不用在意朝中的流言蜚语，不用把自己的心剖开来让他欣赏。睡下来后，很快那孩子就依偎过来，小胳膊小腿缠在他身上，呼吸里都是天真的依赖。洛平几乎一夜未眠。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他便要起身，谁知一下子没能起来，偏头看去，竟是自己的衣袖被压在了周唐身下。他顿时感到无可奈何，同时又觉得好笑。这孩子是故意的还是怎么？非要让他断袖子吗？第二日，周唐睁开眼时，觉得头很晕，口很干，身体很难受。想起昨夜小夫子留了下来，
下意识的就往旁边摸，可是只摸到一片布料，并没有摸到人的体温。他坐起来，被阳光晃了一下眼，就看见窗口坐着那个人。再看看自己手中的布料，竟是被自己压着的半幅袖子。周唐咧嘴笑了起来，跳下床跑到洛平身边：“小夫子，你在做什么？”洛平搁下笔，闲来无事，随便写点东西。周唐拿过那张纸，看见上面写着几行清俊的字：“君初见，白马轻裘赶上殿。谁人道，人不轻狂枉少年。几人羡，几人厌，几人怜。去你娘的枉少年！”周唐疑惑：“小夫子，这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洛平笑道：“没什么意思，那只是我今天要做的事。”周唐昏昏沉沉的，也不知道洛平说的什么意思，觉得他身上凉凉的，就往他身上靠。洛平被他的热度吓了一跳：“殿下，你发烧了？回床上好好休息去，我让云香去给你喊太医。”“我不要太医，你再陪我2天就好了。”周唐借病撒娇：“不行，我出去有点事，等办完了事就回来看你。”“那你一定要过来啊。”“好，我一定过来。”周唐烧得稀里糊涂的，攥着那半幅袖子，又爬回床上，沉沉睡去。晨光倾泻在竹林中，微风吹过，竹叶沙沙作响。此时这里一派祥和景象，丝毫没有传言中那样诡谲恐怖。洛平快步行来，踩碎了一地光斑，衣摆匆匆扫过枯叶，沾上了一些灰尘，他毫不在意，只一心找着自己要找的东西，看起来有些焦急。须臾，他停下了脚步，蹲下身，他翻看了一下那条蛇的尸体。其实并没有周唐说的那般可怕，只比一般的蛇稍长稍粗一点，但确实是剧毒的。瞅见那2颗毒牙，他也觉得很后怕。接着他又四处查找一番，把散乱的箭头都捡了起来，最后取出一把小铲，在地上挖了一个深坑，将一个包裹还有蛇的尸体和箭头悉数埋入其中，用干土和枯叶掩盖好。洛平起身试了试额角的汗珠，长吁一口气。蛇的尸体、箭头、染血的衣服、鞋子，他收拾好周唐留在竹林里的痕迹，又回到福东殿嘱咐了云香几句，才稍稍定心。看了看日头，已临近早朝时分，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换身朝服再入宫。洛平向西宫门急急忙忙的行去，料想回家是肯定来不及的，只能就近到翰林院找一套旧官服，再赶回真阳殿。穿过回廊时，洛平不期然的遇上了一个人，令他脚步微顿。那人一身浅翠裙长，手执一支初绽的杜鹃花，美目流转，望着他讶然道：“咦，你不是那个洛什么来着？”“微臣洛平，见过长公主。”躬身一拜，洛平报上姓名。“啊，对，你就是那个色鬼状元郎。”周嫣巧笑：“你怎么这般狼狈？瞧你袖子都扯烂了，是招惹到了哪个宫女吗？”洛平心下无奈，他不过是在赏春宴上多看了他几眼，怎么就被冠上色鬼的名号了？居然长公主和周唐都这么喊他。假装无措了一会儿，洛平赧然道：“那日洛平醉了，如有冒犯，还望长公主殿下赎罪。”周嫣见他垂着头，红着耳尖，一副要钻地洞的模样，越发起了逗他的兴致。洛大人觉得第二的舞跳的怎么样？洛平支吾着回答：“长公主的舞明艳动人，原本那天微臣并未多饮，只是殿下的一曲醉千觞，实在醉人。”周嫣哈哈笑了出来，想不到你这人看着古板，嘴巴真是甜死人了。你把本公主哄得开心，这朵花赏你了。多谢长公主。洛平一揖，周嫣趁机折下一朵杜鹃，插在了他的树冠上，不待他回神，便大笑着跑远了。那一袭翠色长裙曳地而过，带走了一阵清淡馨香。伸手拿下头上的杜鹃，洛平望着他，恍然中想到了些什么，轻笑起来。这是他初恋的味道，那般天真纯粹，涂抹了他的整个年少时光。当年在赏春宴上，他真的在周嫣的霓裳羽衣中入了迷。
那时他为他赋过诗词，句句相思，柔肠百转，而他总是捉弄于他，但从无恶意。他把他的寄情诗改成打油诗，把他的相思柔肠磨成了哭笑不得。他笑着跟他说：洛平，我终究是要嫁给镇远将军的。生于帝王家的人，爱不得，恨不得。我愿你能娶到一个不会负你真心的女子，一生安乐自在。只是这世间有哪个女子配得上你的真心呢？这是一段在青涩中夭折了的感情。但洛平记得，他的笑始终是那样晴朗，不似他的人生。被长公主这么一耽搁，洛平的时间更加紧迫了。若是往常也就罢了，他请个病假也没什么，可是今日不行，今日的早朝他断不能错过。宣统年1年5月6日，上一世的今天便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西宫门出去，着急忙慌的跑到翰林院，找了套褪了色的旧朝服换上，又跑回来从正门入宫，一来一去，弄得他汗湿重衣。到了真央殿，有人注意到他的邋遢模样，戏谑道：骆大人，这身朝服是怎么回事？你一个新任官吏，怎么会把朝服穿得这么旧？这可是皇上赐的，你也太不爱惜了吧。洛平理了理衣衫回道：郭大人切莫说笑，洛平是太过爱惜了，每日勤洗朝服，奈何手拙，竟把颜色给洗掉了。我想皇上应该不会怪罪于我吧。睁眼说瞎话，洛平把那人堵了回去。此时皇上驾临真央殿，众人连忙跪下叩拜：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众卿家平身，威严赫赫的坐在大殿上，议完了黄河水患北境救灾。皇上丢下来几本奏折，右都御史张润泽、禁卫统领程正安，你们两个同时参了对方一本，还各自拉扯了几个附议的，怎么，我这真央殿是让你们掐架的地方吗？那两人听见这话，慌忙跪下陈词。张润泽道：启禀皇上，程正安执行期间擅自离港，正是因他之故，都梁台遭贼人入侵，我督察院13道监察御史的文书被翻得乱七八糟，望皇上为我做主啊。程正安道：皇上，臣并未擅自离港，此话纯属诬陷。倒是张御史，那日被我撞见他与可疑之人交易，看样子足足有1000两白银，不是受贿又是什么？两人各执一词，吵吵嚷嚷，督察院和禁卫军还都有人出来附议。皇上一烦，挥手就给两人都降了罚，一个罚俸2年，授军棍100，一个削了品级，交予刑部惩戒。本来这场闹剧就要谢幕，洛平突然站了出来。他说：请皇上三思。古时贤相魏征有谏言云：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法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行。此事尚未明朗，还请皇上不要妄下定论。大殿上的人都觉得他疯了，谁都看得出来皇上现在心情不好，偏偏洛平还要去除他的逆鳞，这不是找死是什么？皇上确实不太高兴，洛卿此言何意？是说朕处置的不对吗？洛平道：两位大人的情绪都比较激动，以他们对对方的说辞来做判断，容易有失公允，不如让他们自己叙述一遍自己当日的情形，皇上再做判断。那两位大人也有点懵，咦，怎么半路杀出个毛头小子？还是个不要命的毛头小子。不过皇上没有发作，点头允了。那两人便说起了自己当时的情况。原来程将军的母亲当日病危，他出于无奈，只能找人替他的班回去照料母亲。恰巧那夜遭贼人狡诈，用迷药把一干将士放倒，然后单枪匹马的闯进了都梁台。如今禁卫军已经领了兵部的罚，好几个兄弟都还趴在床上不能动，不知怎么的罪责却全到了他的头上。而张御史也并不是受贿，虽然难以启齿，但他还是不得已交代了出来。那天他是去给不成器的儿子还赌债，那钱是他给出去的，不是他拿回来的，都是误会一场。只是两人素来有嫌隙，就借此参了对方一本。事情是解决了，两位当事人也都没什么事，可大家都认为洛平这个小修撰肯定要倒大霉了。为官之道在于中庸，他这样强出风头，还顶撞皇上，
定然是要吃苦头的。然而出乎他们的意料，尽管皇上脸色不大好，但他开口说出的却还是夸奖洛平的话。洛卿不枉少年，勇而正，敢执剑，堪比魏征。接着又好像是突发奇想，洛卿，你官人官事细致入微，又有自己的见解，朕欲任命你为大理寺少卿，给你1个月的时间熟读大成典则，届时由大理寺卿亲自考核你，若是考核不过，就还是从成正开始做起吧。是，微臣遵旨。咔，几乎能听见众位大臣们下巴落地的声音。这是什么意思啊？一向不喜别人忤逆自己的皇上说出这种话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他就是要纵容洛平，要偏袒洛平，谁都不许有废话。大家的面部表情很复杂，唯独洛平仍是一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样子。有人在他背后戳着他的脊梁骨说，也不知他用了什么下作手段，让皇上如此轻信于他。他还真把自己当贤相魏征了。要我说，根本就是一个佞臣。洛平不跟他们计较，因为他们说的没错。上一世他就是把自己比作魏征的，最后也真的成了他们口中的佞臣。什么不枉少年，去他娘的枉少年！皇上现在给他的，最终都会一把收回去。当年他一无所有的时候，曾有多么不枉少年，就有多么追悔莫及。只是既然他已知道这条路是升官的捷径，为何不走？这回他不会一无所有了。皇上若是拿回了他的一切，至少他还有周堂，其他的他也没有什么好计较的了。早朝过后，洛平顶着众多关注走出真央殿，大理寺卿找他说了几句话，无非是好好准备之类的话，洛平恭敬的应了。还未走到西宫门，他忽然被一个太监拉住了。太监说，洛大人，皇上有请。洛平微一愣神，心里已有思量，看来昨夜他私自入宫的事，皇上还是要追究的。跟着太监来到晚照亭，皇上只留了2名宫女侍候，挥退了其他人。果然，皇上问洛卿昨夜可是留宿福东殿的？洛平点头，是。回皇上，微臣指示，不待他解释。皇上便道，是怎样，朕已经知道了。檀儿受了惊吓，叫你去陪陪他。听檀儿的侍女说，檀儿常让你给他讲故事，你们的交情不错。听到这话，洛平心下稍安，看来云香是按他的嘱咐应对盘问的，皇上只当他是周堂闲来无事的消遣。赏春宴之后，臣与七殿下又碰见过几次。七殿下虽不好读书，对各地的趣闻轶事、志怪故事却颇为感兴趣，有时臣便会给他讲讲，一来二去的就熟络了。皇上不置可否，抬手让侍女端上来一只木匣。洛卿，朕早朝时送了你一个升官的机会，这次再送你一个礼物，打开看看吧。心里咯噔一声，对这份礼物，洛平有不好的预感。应了声是，他上前打开木匣，看清匣中之物后，倒抽一口凉气，那是昨晚放他入宫的那名侍卫的脑袋。血浆凝固在那张惨白的脸上，仿佛把他的不甘和怨恨都凝了进去。一种熟悉的战栗漫过身体，洛平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手，这双手上又刻下了一笔血债。皇上看着他，昨夜之事，朕就不追究了。洛平捧着木匣，双膝跪地，臣叩谢皇上赏赐。这个人替他顶了罪，是天子给他的宽恕，更是对他的警告。起来吧，擅自入宫事小，结党营私事大，洛卿好自为之。臣谨记在心。洛平回到竹林中，把那只木匣葬了下去。他点上3炷香，静静地立在这个坟冢前，听了会儿风起风落。会为这个无辜的人难过，但已经不会因愧疚而疼痛。前世今生，这样的事情看得多了，心就麻木了。收拾好情绪，他去福东殿看了一眼周堂。周堂刚喝过太医开的安神药，正睡得香甜。洛平摸了摸他的额头，还是有些烫，思忖着这场病大概还得好几天，可他却不能一直在这守着他了。
帮他掖好被角，洛平就要离开。云香几次欲言又止，终于还是忍不住问：洛大人，皇上没有为难您吧？您还会过来吗？洛平安抚的笑了笑，放心吧，我没事的，只是最近不能来看望他了。要是殿下问起来，你就说我要忙着应付大理寺的考核，请他恕罪。奴婢知道了。云香送走了洛平，望着熟睡的主子叹了口气。之前醒着时，他就嚷着要见洛平，烧得糊涂了，怎么劝也不听。现在睡着了也不安分，口中反反复复就念叨2个词，要么是小夫子，要么是色鬼小夫子。这要跟他说洛大人不过来，指不定要发多大的脾气。隔天，洛平奉命去三皇子府上送一卷文书，通报之后说是三皇子正在招待六皇子，要他稍等片刻。他在偏厅里喝茶喝了2盏，仍然不见三皇子出现，便起身去寻。三皇子周普和六皇子周阳为同母所出，2人关系很是亲密。他们的母亲于贵妃是左丞相的独生女，在朝中颇有势力，因而这2兄弟都有着同一个毛病，仗势欺人。周唐小时候没少受他们的排挤和欺凌，不敢去太学院，也是因为三皇子当初放狗吓他。对于其他几个兄弟，周唐只是没什么感情，对于周普和周阳，他却是极为厌恶的。洛平穿过九曲廊桥，听见不远处传来犬吠声，便知道六皇子和三皇子在那里。左丞相一家都是爱犬之人，于贵妃在宫里养了7、8只小狗，三皇子府上更多，而且大都是训练过的狼犬。六皇子倒是没养，他怕皇上说他玩物丧志，但他也十分喜爱狗，时常到三哥这儿来玩耍。转过圆拱门，便是周普养狗的园子。洛平正犹豫着要不要上前行礼，忽然听见他们所说的话，生生停下了脚步。三哥，你就把那条疯狗借我吧，我会小心的。不成，都跟你说了，那狗有病，咬上一口都会死人的。我正要找人杀了他，你别在这瞎捣乱。哼，那小杂种现在本来就病怏怏的，多个咬伤有什么大不了的？到时候就说他自己生病死掉的，父皇根本不会在意。说了不行就是不行，我不是怕他怎么样，我是怕你被咬到了。然而你不知道，那狗发起疯来，3个人都拉不住。那就先给他吃点什么蒙汗药啊，先让我带回宫里去，我找个合适的时间放去福东殿。然而你不要任性，你就把他给我吧，我保证不把事情闹大。六皇子拉着他哥的衣袖央求道：三哥，你不觉得周唐那小子最近越来越嚣张了吗？不说上次在殿上回答父皇问题的事，就说他如今天天跑去朝阳宫赖着。恒儿还小不懂事，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他就是想巴结大哥和恒儿。三哥，他这样不要脸的人就不应该姑息。说白了，他还记着上回周唐甩他一脸墨水的仇。在他的认知里，周唐就是下贱的，不配做他兄弟，更不配与他们争皇位。周普被他求得烦了，其实他也觉得周唐欠教训。再说杨儿小孩子脾气，不把狗给他，他能在贵妃娘娘那里闹腾好久，到时候他还要被自己娘亲数落。想了想，他还是同意了。好了好了，给你就是了。不过杨儿你听着，我会再给你几只好的狼犬，你把他们一起带进宫里，要真出了事，你就说自己不知道哪只狗疯了，把罪责都推到狗的身上，听见了没有？我知道了，谢谢三哥。还是三哥想的周全。洛平退回了偏殿，手心里都是汗。他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的变故，他一心想让周唐少走一些弯路，少受一些委屈，所以给他铺了一条自以为顺遂的路。谁知正是这样的安排，居然给他带来性命之忧。这样不行，他不能让周唐止步于此。洛平攥紧了拳，在心里思考着应对之策。把文书送给三皇子后，洛平回翰林院找了个名头入宫。听周普的说法，好像蒙汗药的效用对那只疯狗也不大，说不准六皇子今日就会行动了。而周唐还卧在病榻上，哪里有还手之力？想到这里，他顾不上许多，
带上进过足量砒霜的酱牛肉就进宫了。他在福东殿附近等着，果然2个时辰后，六皇子带了几只狗晃了过来，好像是要去中厩间要几根拴狗的皮绳。其中有一只狗被锁在笼子里，被2个太监抬着，由于药力，那狗看起来有些昏昏沉沉，龇着牙低低的吠着，口水拖沓。周扬让人把那只笼子放在地上，领着那2个太监抱着3只狼犬进了中厩间。洛平见机不可失，来到那只笼子前，往酱牛肉上抹了许多砒霜，蹲下身丢给了那只得了疯病的狼犬。狗儿闻到肉香，挣扎了几下，抬起头，鼻子凑到酱牛肉上嗅了嗅，又看了看洛平。洛平伸手抚了抚他的脖颈，狗儿的眼睛很混沌，神志不清醒，口水滴答落到地上，吠叫声很低，但充满威胁，看得出来确实已经疯了。洛平连忙撤回手，把酱牛肉又朝他嘴边推了推，乖，吃吧。狗儿张嘴把酱牛肉叼进嘴里，撕扯着吃掉了。此时洛平忽然被一股大力拉开，大胆奴才，你在做什么？闻声望去，原来是六皇子领着他的人和狗出来了。洛平行了一礼，洛平参见六殿下。此狗得了疯病，留在宫里恐怕是个祸患。周扬先是一愣，随即笑道：谁说这狗有病了？这是我刚从三哥府上带回来的好狗，我见七弟最近精神不太好，就想送他一只狗解解闷，关你什么事了？洛平正色：殿下，万万不可，这狗咬人一口就会把人害死啊！哼，你说有病就有病了吗？本殿就说它是好的。殿下，明知这是条疯狗，您还要送给七殿下，难道你是要去害他吗？你被说中了心事，周扬怒不可遏，同时心里又有些害怕，这个洛平莫不是知道什么了？正犹疑不定，骤见那条疯狗大声吠叫了几声，随即口吐白沫，抽搐着死了。看见那笼子里剩下的酱牛肉，又看了看洛平手上的污渍，他一下慌了，这人下毒毒死了这条狗，他定是什么都知道了。周扬心烦意乱，头脑一昏，把手里的狗绳解了，指着洛平大喊道：你这奴才当真放肆，竟敢杀了本殿的狗！那几条狼犬都是受过训练的，一看主人发了指令，便一拥而上，对洛平发起了攻击。洛平躲闪不及，一下被扑倒在地，衣裳瞬间被撕扯碎了，身上添了好几处伤口，鲜红的血渗了出来。周扬见他浑身是血，更加慌了神，竟一时呆住了。幸好此时一阵哨声传来，那几只狗立刻离开了洛平，跑回了吹哨人的身边。周扬白着一张脸，结巴道：三哥，他怎么办？周普怒斥：什么怎么办？救人啊！你知道他是谁吗？他现在是父皇身边的大红人，你得罪谁不好，非要得罪他。洛平听着他们兄弟吵闹，慢慢移开了护在头上的胳膊，牵动到满身的伤口，顿时感到一阵剧痛。他缓缓从地上爬起来，脸上印着血痕，却仿佛毫不在意般，恭敬的说道：无妨，不过是几只狗发了疯，与2位皇子无关。听他这样说，周扬这才稍微平静下来。周普早已命人去请了太医，他本不想把事情闹大，如今见洛平这么识趣，倒省了他不少事。洛大人，今日之事都是误会，现下最重要的是尽快给你医治。多谢三殿下。洛平说完这句话，人已经倒了下去，周普连忙上前去扶。他讶然发现，这人所站之处已经聚了一滩血水，破碎的衣裳中隐约可见单薄的胸口，上面有着几处深深的犬齿印。他一个习武之人看了都觉得疼，这文弱瘦削的人却愣是一声喊叫都没有，还硬撑着与他们说话。群狗啮咬，也不见这人如何慌张畏惧，只在扶起他时才感觉到细细的颤抖。周普心中震撼，这人精明隐忍，又知进退，难怪听说他深得父皇的信任，昨日还被破格提拔，是新晋官吏中风头最盛的。若是能拉拢到自己麾下，想必能有不少助力吧。此刻洛平痛得快要晕过去，神志却异常清醒。
他有些好笑的想，自己总不会就这样死去吧？那岂不是要被大判官打入无间地狱？眼帘中是澄澈清碧的天空，仿佛有神明在俯视着他。那侍卫替他挡了皇上的惩罚，他替周唐挡了这一场灾难，大概冥冥之中真的有业报吧。周唐很少生病，也不知怎么的，这次却连着烧了好几天。那天睡着的时候，他感觉到有人在给他掖被角，有只微凉的手给他试体温。他努力想睁眼，可那眼皮像是有千斤重，怎么也睁不开。等到能睁开的时候，那人已经走了。他很不高兴，唤来云香道：“洛平呢？怎么不见他？”云香回答：“洛大人已经出宫回府了。”周唐冷哼一声：“你这丫头怎么这么不伶俐？洛大人忙碌了一天一夜，定是又累又饿，你不会留他用膳吗？”云香心里叫苦，就知道主子会拿他出气，他也想留啊，但哪里留得住呢？他垂手，只能照着洛平交代的回话：“殿下您有所不知，今日洛大人在真阳殿出了大风头呢，皇上要提拔他做大理寺少卿，给他下达了1个月内熟读大成典则的谕令。现在洛大人要忙着应对考核，实在是分身乏术。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你退下吧。”周唐不想再听，拥着被子翻过身：“殿下，您的药，我让你退下，你没听见吗？”“是，奴婢遵命。”云香叹了口气，不敢多嘴。这小主子正在闹别扭，看来除非洛大人亲自出面，否则谁也劝不了。周唐等侍女退出门外，抑制不住心里的委屈，小腿在被子里一阵猛蹬，只把那床铺蹬得乱七八糟，还是觉得不解气。臭夫子，大骗子，什么关心我的话都是假的，明明答应了要留下来照顾我的，现在就跑得不见人影了，不就是升官吗？看他急吼吼的那个样子，哼，官迷，伪君子，以后我要是真的当上皇帝了，就给他全天下最大最好的官做，把他拴得牢牢的，看他还舍不舍得离开。撒了一通火，周唐热烫的脑袋稍微冷却了一些，他又觉得小夫子大概也是不得已，毕竟从昨夜到今天他已经很辛苦了，是该回去好好休息了，而且留宿宫里也不方便。今天就算了吧。周唐想，明天他要是过来的话，我就不骂他了。他要是给我带甜糕，我就不生气了。他要是再摸摸我的额头，我就彻底原谅他。周唐这么打算着，抵不住头晕脑胀，随手拿了床边凉了的药，捏着鼻子喝下去，之后又沉入了黑甜香。可是他一直等到第二天傍晚，也没见到小夫子的影子。留了3碗药准备让小夫子来喂的周唐，一怒之下摔碎了所有的药碗。云香要去打扫那满地狼藉，被他轰了出去：“滚开！不要你收拾，你给我出去！”“殿下，您的烧还没有退，太医说这药不能断，不吃药的话，病怎么会好呢？”云香还要苦口婆心的劝，被周唐狠狠瞪了一眼，没办法，只好退出去。周唐缩在被子里，握着胸口捂得发烫的直如玉兔，气哼哼的说：“你不来是吧？铁了心不来是吧？好，那我就是不吃药，我病死给你看。”生病中的周唐越发无理取闹，他不相信洛平会真的丢下他不管，就故意断药。他觉得若是小夫子知道他这么不听话，一定会过来教训他的。只要他来，他就乖乖吃药养病。然而第3日，洛平还是没有来。周唐的病又加重了，也没有力气发脾气了。他只听见外面传来很嘈杂的犬吠，吵得他睡不安稳。好不容易安静下来，他迷迷糊糊中又做了噩梦。梦里面的小夫子浑身是血，还冲着他微笑说：“以后我不能来看你了，殿下，你一个人要保护好自己，不要任性。”他在梦里掩住了，吓得浑身冰凉，可就是醒不过来。无论他怎么呼喊，小夫子就是不再看他一眼，转身往黑暗里去了。周唐烧得更加厉害，双颊泛着病态的潮红，半夜里难受的呻吟着，醒来的时候连神志都不太清楚了。云香实在不忍心看主子这么消沉下去，打定了主意，偷偷拿了他的腰牌，准备出宫一趟，把骆大人带来劝上几句，
否则周堂很可能要熬不过去了。云香来到洛平家里的时候，被门口的阵仗吓了一跳。进进出出的都是些朝中的官吏，有几个好像还是颇有面子的大人物。哎，那个是谁？好像是三皇子。发生了什么事？怎么这些人都到了骆大人这儿来了？云香不明所以，想了想，还是不敢明目张胆的从大门进去拜谒，便去了后院小门。那夜洛平带他走过这条路，他还能记得。后院中倒是没什么人，洛平家的仆役也就那么两三个，大概都跑到前堂照应去了。云香在前堂的窗口偷听了会儿，只听见一位大夫在说话，好像在说什么骆大人尚未康复，必须卧床，不能见风。然后三皇子就让大家都回去，不要打扰骆大人养病，过几日再来探望。很快前堂也恢复了平静，想是人们都走了。此时出来一个老妇，端着食盒往洛平的房间走去。云香跟上去拦住他，问骆大人怎么了？生病了吗？老妇警惕的看了他一眼，你是谁啊？云香忙答，我叫云香，是骆大人的旧识，劳烦大娘帮我向骆大人通报一声，就说我有急事，请大人务必见我一面。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见他确实面露焦急，老妇应了一声，你等着。走进了屋子。片刻后他又出来了，老爷让你进去说话。老爷。17、18岁的洛平被叫做老爷，云香还真有点不习惯，不过他没时间在意这些了，赶紧开门走了进去。门就开了一条缝，立刻就被那老妇从外面关上了，看样子真是一点风也不让进。屋子里是浓重的药味，还有一丝淡淡的血腥气。云香很是诧异，才2日不见，这骆大人怎么生了这么重的病？他轻手轻脚的靠近床边，忽听到一阵沙哑柔和的声音，云香姑娘来了。骆某有病在身，恕不能起身相迎，有什么话坐下慢慢说吧。不知怎么的，一听到这人的声音，原本躁动不安的情绪立刻平复下来。云香坐到一旁的椅子上，隔着床围与他说话。骆大人，您这是怎么了？遇上一些意外，受了点伤，不妨事的。你特地出宫来找我，是不是七殿下出了什么事？大人，殿下的病本没什么，可他不肯吃药，眼见着就越来越严重了。云香忧心忡忡地说，若是大人能去劝一劝他，那就再好不过了。可是现下大人这副模样。骆平沉默一会儿，对他说，如你所见，骆某如今连床也下不去，自然是不能进宫看他。那该如何是好？劳烦姑娘为我拿来纸笔，骆某修书一封，姑娘带回去让他看了，之后他吃与不吃，你就不要再管了。也只好这样了。云香无法，一言将桌上的笔墨和宣纸递进床围。骆平似乎连纸笔都很费力，短短一段话竟写了很久。写完后，他将纸张折好递出来，云香去接时吓了一大跳。那只伸出来的手臂上包着厚厚几层纱布，可血色还是漫了出来。还有露在外面的那一小截手腕，上面居然有一个深可见骨的伤口，皮肉都外翻出来。那截手腕上挂着一圈染红的棉布条，看样子是骆平为了方便书写，不得已把它拆了的。光是这只手臂上的伤就够可怕的了，不知这人的身上还有多少这样的伤口。云香看了觉得心疼，指尖微颤的收下那封信，关切道，骆大人，你的伤。骆平却笑着打断他，有劳姑娘传信了，骆某还有一事相求。请说。骆某现在的情况不要透露给七殿下半个字。为什么？那对他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暂且让他什么也别想，安心养病。云香抿唇点头应了下来，我知道了。出了这间屋子，云香到底抵不住好奇心的驱使，拉住等在门口的送饭老妇，问道，大娘，骆大人究竟出了什么事？老妇回答，摔伤而已。云香知道这是敷衍，在宫里混得久了，他别的本事没有，套话的本事是厉害的。大娘你不要骗我，我见骆大人手臂上的伤口深得很，不像是寻常摔伤，倒像是被什么东西咬的。老妇见忽悠不过去，又改口，确实是咬伤，
不过老爷不让说，大娘您不必防着我，我与钱塘那些达官贵人不一样，我不是来试探什么或者献殷勤的，我是真的担心骆大人的身体。您瞧骆大人不是亲自见我了吗？说明他也不防我吧？只是我看他似乎倦极，不想多打扰，才来问您的。骆平平日待人虽温柔有礼，却冷淡疏离，鲜少与人在内室谈话。老夫见他确实跟老爷很亲厚的样子，想来是可以信任的人，便松了口。姑娘，不瞒你说，我家老爷身上的伤都是让狼狗给咬的。狼狗咬的？是啊，咬的全身都是伤。昨天大夫给换药的时候，我偷偷看了眼，好几处挺吓人的口子，都是让狗牙撕的。哪里的狗这么凶狠？说到这个，老妇冷哼了一声，哪里的狗？全天下就那皇宫里的狗最凶最狠，咬了人还不能喊疼，不能申冤。云香心里一惊，宫里的狗？宫里哪来的狼狗？转念再一想，已有了些头绪。昨日下午，终究见附近吵吵闹闹的，听到好几声犬吠，当时他也没在意。现在想想，骆大人莫不是就是在那边伤到的？回到宫里，云香先去了钟臼间，他打听了一些事情的细节。听钟臼间的管事说，昨日骆大人不知怎么弄死了六皇子的一条狗，那条狗似乎有疯病，一直被关在笼子里。之后六皇子手底下的狼狗就伤了骆大人，据说是意外。但那管事掩嘴，叫他当心点。他说那疯狗原本是要送去福东殿的，六皇子绝非善意。他心里有了底，但还是紧守着对骆平的保证，没有多嘴。进了主子寝殿，周堂似乎刚醒不久，听见他的动静，又要发火赶他走。这回云香却不理他，他跪在床前，把骆平写的书信递上去。殿下，您可以不听云香的劝，但骆大人的亲笔信，您好歹也看一眼吧。一听是骆平的信，周堂立时坐了起来，忍着头晕眼花，连忙把信纸展开。七殿下亲启，听闻殿下近日抱恙，却不肯用药，骆平深感失望。骆平10年寒窗一朝入仕，求的是为朝廷为天下倾尽绵薄之力，没有余力去辅佐一个只会作践自己身体的懦弱皇子。不过一场小病，殿下就如此无理取闹，将来必然是欺软怕硬，只会躲在别人隐蔽之下的胆小鼠辈。恕骆平直言，这样的人不配做我的学生，更不配与我论江山谈社稷，望殿下好自为之。穆全进上周堂刚看完，就把信给撕了，大小纸片从天而降，令云香一愕。他不知那信里写了什么，竟没让殿下欢喜，反倒更加生气了。穆全，好你个骆穆全，你要升官就去巴结能让你做大官的人吧，你看不起我，又何必来招惹我？大骗子，伪君子！骂完这一通，周堂胸口剧烈起伏着。过了半晌，他对跪在地上发懵的云香说：“愣着干什么？快去给我拿药啊！”啊？哦，是，奴婢遵命。云香一头雾水的把药端来，周堂二话不说就喝个精光，喝完就要吃东西，一副怒气冲冲但精神十足的模样。周堂吃饱喝足，又叫云香拿了浆糊过来，自己把刚刚撕碎的纸张一点点粘了起来。看到上面熟悉的字迹，他还是十分恼火，不过没有再把自己好不容易粘起来的作品撕掉。他知道这是骆平用的激将法，他要把它留作证据。等到他有一天执掌江山，他就要把这封信拿出来嘲笑他。看，你当年如此瞧不起我，如今还不是要乖乖听我的话？他知道骆平喜欢做官，虽然那人从未在他面前说过，但他感觉得到，那人喜欢权势，喜欢把权势攥在自己手中，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他就要做那个唯一能升他的官、罢他的官的人，让他再不能这么激将自己，再不能这么教训自己，再不能这么丢下他一个人。骆平躺在床上，在脑中描画着周堂看到那封信的样子。他会气得把信纸撕掉吧，或者留下来作为以后证明自己的证据。想到这里，他不禁笑了起来，脑海里那孩子的每一分神态都清晰无比，画面那么生动，竟让身上的疼痛都减轻了不少。周堂是个很坚韧的孩子，
会任性耍脾气，但绝不会示弱认输，不会轻易被击倒。所以洛平觉得自己对他不能太骄纵了，言辞激烈一些应该不妨事。可仔细想来，又觉得有些失落。那是个他一手教导的孩子，他喜欢他的孩子气，私心上他一点也不希望他成长为那个精明决断的周唐。但他也知道，那是个必须坐上龙椅的男人，他的身边不该有依靠。洛平不会让自己像当年那般自负了，以为自己可以为他撑起半边天，到头来却发现那人早已不需要他的支撑。怪他是他太贪心了，贪了权势，还要贪人心，胡思乱想的多了，心境也跟着起伏，前生与现世夹杂在一起，排山倒海的记忆弄得人越发昏沉。大夫，大夫快来啊！老爷他又发高烧了，还有这里的伤口好像已经溃烂了，怎么办啊，大夫？孙大娘，你别慌，我没事的。什么没事？人都瘦了一圈了，还没事？快让大夫看看。大夫拎着药箱过来给他诊治，看了看手臂上的伤口道，不成，还是得把这一片的烂肉都剜掉，不然这伤口还得恶化下去。剜掉吧，都剜掉吧。洛平说，剜得越干净越好，如果能把那些旧事也从心里剜得干干净净就好了。剜肉的剧痛中，洛平这样想着，这样的痛总比陈年累月的溃烂要轻松许多。周唐乖乖吃了2天药，身体好了很多，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精神，甚至还能偷跑到竹林里拉拉弓练练剑。清晨，他扎了一个时辰马步，耍了一套简单的剑法，觉得神清气爽。抹掉头上的汗珠，他回到福东殿，瞄了几眼桌上那张粘得歪歪扭扭的书信，终于还是耐不住性子了，抬腿就要去翰林院。云香一见他这架势，连忙拦在了门口。周唐挑眉，你这是做什么？云香道，殿下，您的病还没全好，我的病早好了。可是骆大人他要准备应对大理寺的考试，比较忙，他忙不忙与你何干？周唐有些不高兴，云香，你干嘛非拦着我去见他？你跟他该不会有事瞒着我吧？问这句话的时候，周唐其实在心里暗骂着色鬼小夫子，可听在云香耳朵里又是另一番意思了。骆大人的伤，还有六皇子的预谋，到底该不该说呢？他了解骆大人的苦心，他怕自己说出来之后，周唐会做出什么冲动的事。皇子之间起冲突终究是不好的，更何况七皇子这边还没有靠山。见云香迟迟不回答，周唐更加疑心，怎么？你们真有事瞒着我？云香有些慌乱的劝道，殿下，您还是不要去翰林院了吧。周唐哼了一声，翰林院怎么了？别说他现在还没升官，就算他真的进了大理寺，我堂堂皇子难道还没资格去找他吗？不是这个意思。云香急了，把心一横，还是决定把一切都告诉他。想到那人身上狰狞的伤口，他就觉得一阵难过，声音都带着哽咽，殿下，你听我说，骆大人不在翰林院，这些天他都抱病在家，根本连下床走动都做不到。周唐乍一听没有反应过来，你说什么？他生病了？云香摇头，并不是生病，是负伤。周唐吃了一惊，负伤？他怎么会受伤？谁伤了他？云香四下看了看，殿下，我们进屋说。之后云香便把自己了解到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周唐，六皇子如何带了疯犬进宫，洛平又是如何被狼狗袭击，现下他的伤势如何。原本他以为自家主子听过之后定然沉不住气，不是要去骆大人府上探望，便是要去找六皇子理论，他甚至已准备好劝他的说辞，谁知周唐的反应意外的冷静。他只是拈起了那张支离破碎的信纸，指着上面一处角落说，这是他的血，是吗？云香愣了愣，凑上去看了眼，发现在纸张的边缘晕染了一点极浅淡的红痕，若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他回道，可能是骆大人腕上的纱布蹭上去的。周唐把纸张放回了原处，像对待一件珍宝一般小心翼翼。他受了很重的伤，但这并不是他不来看我的理由。
他还被父皇威胁过，是吗？他让你守着我，好好养病，让你什么也别对我说，是吗？云香不知该如何回答。周唐用的是问句，却并没有再问他。他今日去过竹林，那里的一草一木他都很熟悉。竹林里多了一处微微凸起的土包，他已知道那里面埋了一个宫门侍卫的头颅。洛平为了他背负了那个人的枉死，洛平为了他承受了六皇子的嫉恨。不要把我当傻瓜，不要把我当一无是处的小孩，小夫子，我不会再做让你失望的事。云香听见自己的主子轻声喃喃，他望向他，本欲出声安慰，要说的话却硬生生吞了回去。那不是一双10岁孩童的眼睛。云香为那双眼中的杀伐狠厉而胆颤。从这一刻起，他明白了，自己的主子不是个需要安慰的人，即使需要，也只能来自于一个人。这一天，周唐没有出宫。六皇子周阳在用晚膳的时候，发现多了一道很特别的菜色。那是个看起来不太好看，闻起来也不太好闻的菜，说不清是什么肉制作的，不知是厨子的手艺退步了还是怎么。那肉的表面有的地方焦黑一片，有的地方却还是生的，散发着一股腥臭气味。六皇子出于好奇尝了一口，立刻吐了出来，这什么东西？太难吃了。于贵妃看了也没食欲，便命人倒了它。那奉命倒菜的小太监认了出来，这好像是狗肉。身为爱狗之人，周阳和于贵妃差点呕吐起来，快点拿走。是，奴才遵命。那小太监连忙退了出去。他听园丁说过牡丹花可用肉汁沤肥，于是把菜倒在了园子里的牡丹花下。不曾想当晚那几株开得正盛的牡丹花尽数萎蔫，再看那道菜的地方竟死了无数只蚂蚁。得知此事，于贵妃大惊失色，连忙叫来太医给周阳诊治。虽然那一口没有吃下去，但周阳到底还是碰了。贵妃娘娘十分担心。好在太医说六皇子并无大碍。娘娘又让太医去查那倒了的肉汁，太医一验，讶然道：“这是被砒霜毒死的狗肉，断断不能吃啊！”一旁的周阳脸色煞白，似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于贵妃见他脸色不对，便问他怎么了。周阳咬紧牙关不回答。于贵妃要派人彻查此事，他也死活不让，闹得厉害了，贵妃娘娘也只得作罢。第二日清晨，六皇子寝殿中传来一声凄厉惨叫，众人推门而入，只见周阳的床头挂着一只半腐的狗头，犬牙参差，极其狰狞。而六皇子坐在床榻上，已吓得傻掉了。直到三皇子进宫来，才把事情压了下去。由于牵涉到自己的图谋不轨，他们没敢声张，散布了一阵疯狗复仇之类的谣言，也就糊弄过去。六皇子猛了好久才恢复神智，只是之后一看到狗便会吓得魂不附体。于贵妃无法，只好割爱，把自己的7、8条爱犬也都送回了娘家。洛平虽然闭门不出，对于宫中的情况却都了然于心。听闻六皇子出了那样的事，无需多想，他就知道那是谁的手笔，一时间百感交集，宽慰之余更多的是担忧。那个孩子成长的脚步太快了，他学会了隐忍，学会了报复，学会了用心机。对于一个10岁的孩子而言，这是何等残酷而不可思议。洛平知道这些都是他教的，可他并不想让这个孩子学得那么快那么好。他还仅仅是个孩子，他不想那最后一点点天真也这么快就磨光了。在矛盾中，他迎来了并不意外的重逢。周唐走进这间封闭的屋子，没在他的床边坐下，而是脱掉小靴，径直爬了上去。他不提洛平隐瞒自己的事，不提他设计六皇子的事，只为在他身边小心的查看着那些伤口，看见特别可怕的便轻轻吹吹，问他还疼吗？洛平闭着眼摇了摇头。周唐说：“小夫子，你知道吗？这些天我有多想见你。我已经把孟子念完了，你继续给我授课好吗？”洛平点了点头。小夫子，你为什么不睁眼看看我呢？睁开眼，他深深望着他，
唤了声殿下。周唐很高兴的样子，小夫子，从今往后我不会再躲在你的庇护下了，我会保护我自己，也会保护你，你相信我好吗？洛平又点了点头。孩子的身体软软的靠着他，明明没有碰到任何伤口，他却感到一阵揪痛。小夫子，以后我们单独相处，你不要叫我殿下，叫我小唐好不好？好不好？好，小唐。他情不自禁的答应，这样喊着他就觉得心里很软很甜。尽管他知道这个亲昵的称呼也许不过数年他就再也不能提起。这声小唐就好像年少时昙花一现的梦，回想起来那么美，伸手触碰却会痛彻心扉。那是天下人的忌讳，他也不能不记。那是英明神武的圣上，再不是缠着他问好不好的小唐。他却不知此时周唐心里所想。周唐并不是在敷衍，更不是在哄骗，他唯一想做的就是把这个人锁在自己身边，用尽一切办法锁住。他要成为帝王，要给他最大的官做，还要给他最与众不同的地位，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喊他小唐的地位。这是他给自己的承诺，也是给洛平的誓约。为此，他强迫自己快快长大，把曾经的幼稚都收起来，只在这个人面前留一点，来博取他的笑颜和心软。两人相互依偎着，各怀心思，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无关紧要的话，直到洛平因疲倦而睡去。周唐静静看着熟睡的小夫子，抚平他微皱的眉头，手指头缠绕着他鬓边的青丝，一圈又一圈，越缠越紧。之后又不由自主的在他颈间嗅了嗅，淡淡的药味中似乎还有一股清浅的莲香。周唐忽然觉得一阵潮热，他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又发烧了，可摸摸脑门又不是很烫，而且一点也不难受，于是他仍旧蜷在了洛平旁边。不是植树玉的味道，迷糊中周唐想，那就是小夫子的味道，温暖又熟悉，好像很久以前这人就离自己这样近了。在大夫的悉心治疗下，洛平的伤没有再恶化，期间三皇子送来好些名贵补品，洛平没有推却，但也没有使用。孙大娘瞅着好几只雪山参放在那落灰，觉得很是浪费，犹豫了几天便问道：老爷，这餐您不吃吗？洛平笑说：近几日造的荒，不想吃这些大补之物，你要是喜欢就拿回去吃吧，放在我这里实在是糟蹋了。孙大娘也不跟他客气，高兴的应了，拿回家给老伴炖了锅雪山参鸡汤，吃得他老伴满面红光。还有些其他达官贵人送来的吃的用的，洛平大多让周唐带回了宫里。说起来，那些来探望他的人，好多都比他的官职高得多，这也没什么稀奇的。大家都知道，官场复杂多变，今日他洛平是个小小的修撰，仗着皇上恩宠，明日他就可能成为自己的顶头上司，因而都趁着这个机会献殷勤表关怀。洛平对这些做作派早就习以为常了，当初他官居丞相时，门槛子都换了好几个。年少时最不屑的勾结逢迎，到后来他已得心应手。谁的礼能收不能回，谁的礼能收必须回，谁的礼既不能收也不能回，经过两世的历练，他心里便清清楚楚。他这种谁也不交好，谁也不得罪的态度，让原本说他是轻狂小儿的臣子闭上了嘴巴。他现在的一句话能让皇上看得极重，太子之位又悬而未决，众臣都在等着看他站在哪一边，可他的态度一直不明朗。就连三皇子纡尊降贵亲自来拉拢，也未见他怎么热情回应，不过三皇子好像也不怎么在意的样子。洛平这场病拖拖拉拉了大半个月，已经养好了七七八八。周唐有时会来看他，但并不频繁，而且除了第一次过来，其余时候他都和旁人一样，从正门进来拜访，做出一副想献殷勤又没什么东西拿得出手的窘态，被人嘲笑便气哼哼的回宫，把一个不得志的皇子扮演的惟妙惟肖。所以今天他从后门悄悄潜进来时，洛平颇感讶异。放下手中的书，洛平笑问：怎么，今日不做样子给他们看了吗？他知道周唐不会乖乖坐到床边的椅子上，就随手理了理身边的床褥。果然，那孩子脱了小靴，轻车熟路的爬上了床。
不去了，看见那些人就心烦，同样的讽刺说上100遍也不嫌累。周唐窝在洛平身边，见他要给自己盖上薄被，连忙摆手，小脸皱了起来，别，小夫子你自己盖着好了，我都快热死了。洛平见他脸颊红扑扑的，额头上还带着热汗，就自己拢了被子。周唐又道，干脆你也别盖了。说着伸手就要把洛平的薄被掀开。洛平按着被角不让他闹，我又不热。周唐笑眯眯的看着他，我知道你不热，可是你盖着被子，我怎么给你查药膏呢？药膏？什么药膏？周唐从怀里取出一方小瓷盒，献宝似的说，我从万贵妃那里弄来的。前阵子万贵妃手被划伤了，生怕留下疤痕，父皇宠她，就给了她一盒鲜凝脂，说是可以消除疤痕的。洛平看着他，万贵妃的东西你是怎么弄到手的？我自有我的办法，小夫子你就别瞎操心了。周唐趁洛平松手之际掀开薄被，来，我给你查药吧。我一个大男人怕什么留疤，真是多此一举。不行，我见不得你一身狗咬的伤疤，一定要查。洛平拗不过他，只得任他摆布，心里琢磨着，昨日听前来探病的理学士说，万贵妃脸上身上出了疹子，完全不能见人，太医诊断是花粉过敏，想来这是与周唐也脱不了干系了。万贵妃对栀子花过敏，这是谁都知道的事，而周唐带来的这盒药膏里正散发着一股栀子花的香气。洛平心中暗叹，后宫里2位贵妃娘娘，一个是3皇子和6皇子的母亲于贵妃，一个是皇上的新宠万贵妃，除了太后和皇后，就是这2个女人最尊贵最有手腕，可她们如今都被周唐设计戏耍了一番，还如坠云里雾里。洛平也不知是该夸奖周唐，还是该责备他。周唐兴冲冲的把自家小夫子的衣裳解开，前阵子那一圈圈的绷带已经剥离了，只留下赤裸裸的伤口坠在面前这具身体上。出乎他的意料，他本以为小夫子是很文弱的，至少穿着衣服的时候给人这样的感觉，现在他发现那纯粹是错觉。虽然比不上习武之人那样孔武有力，但洛平的身体也很结实匀称，并没有看上去那样瘦，指腹按压上去，肌肉也很有弹性，全然不像那种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周唐不禁想，小夫子从来没有打骂过他，若是哪天真的发起火来要揍他，说不定自己还未必吃得消呢。不过怎么才能惹得他大发雷霆也是个问题，心里嘀咕着有的没的，周唐下手稍微重了些，引得洛平一阵轻颤。周唐赶紧收了手劲，就见那处新长出的嫩肉上给按出了一块红印，他连声道歉，对不起小夫子，我轻点轻点。呼，边说他边给伤口吹气，把药膏均匀的抹上去。凉凉的药膏很快压住了疼痛，洛平劝慰道，没关系，不是很疼。他一劝，周唐就蹬鼻子上脸了，什么不是很疼？看你抖成这样，疼的话就要告诉我啊，闷不吭声的，我怎么知道你哪里不舒服？洛平懒得跟一个恼羞成怒的人争辩，捧起书来继续看，随他怎么折腾。周唐自觉没趣，只好专心查药。涂抹到腰间的时候，洛平忽然大大瑟缩了一下，口中溢出一声极低的呻吟，把周唐吓了一跳。怎么了？怎么了？哪里痛？洛平以书遮脸，摇了摇头，不，就是有点痒。难得见到自家夫子不好意思的样子，周唐哈哈笑了起来。你这么怕痒啊？洛平不答。周唐忍住笑，好了，我不闹你了，还剩下最后一点药膏，小夫子你翻个身，让我给你后腰那一处伤口上丸药。正好洛平此刻不想面对他，闻言翻过身去。周唐挖出最后一点药膏，小心翼翼地抹在愈合的伤口上。洛平硬是忍着麻痒没有吭声，只不过身体本能的反应忍不过去，腰上还是止不住的颤，颤得本来一心上药的周唐有些心猿意马起来。触摸到的腰肢有着少年人的柔韧，背部的脊柱勾勒出漂亮的弧度，无伤的地方皮肤细滑，周唐越摸越上瘾，竟舍不得离开。感觉到后背那只手的动作，洛平略感疑惑，小唐。听到洛平这样叫自己，
周唐反倒更加恍惚了，手指像是有了自己的意识，顺着脊椎一点点游走上去。栀子花的味道诡异的馥郁，熏得他有些发昏，也不知怎么的，看见那微微耸起的蝴蝶骨，他就想去咬一口。蓦地被咬了一口，洛平整个僵住，好不容易回过神来，却发现周唐伏在他身后，压得他无法翻身。小唐！洛平急怒，管不了那么多，用力翻过身来，一下子把周唐掀了下去。哎呀！周唐从床上跌下去，也有些发懵，他甚至不太清楚自己刚刚做了什么，只知道自己脸上发烫，像是又要生病一样。洛平草草穿上衣服，板着脸下逐客令，药膏用完了，你该回去了。哦，周唐爬起来掸了掸衣裳，诺诺的说，那我先回去了，小夫子你好好休息。看他那神色，根本什么也没反应过来。他走之后，洛平心中烦乱，扶额暗骂，周唐还那么小，我这是在做什么？已经错了一次了，还要重蹈覆辙吗？洛平啊洛平，你怎么这么不知长进？他自我唾弃着，却还是管不住自己狂跳的心脏。两回人间路，他想，若说这一遭有什么是他半点不能掌控的，大概就是自己这颗死不悔改的心了吧。一种深深的绝望感涌上来，洛平知道自己是逃不出这个魔障了。覆水难收，已经为那人付出的，即使重新来过，也只是付出的更多而已。洛平康复后不久，就接受了大理寺卿的考试。周唐难免有些担心，他见洛平枕边床前都是些乱七八糟的闲书，从没看他好好读过那什么大成典则，而且这一个月来他都是抱病在床，压根没有能力专心复习，真不知会考成什么样。反观洛平，从头到尾都是一副淡淡然的模样。周唐暗地里问他有没有把握，他笑笑，语气轻松，没点本事，我怎么做帝师？结果也的确证明了他很有点本事。大理寺卿捧着几乎完美的答卷呈给了皇上，说是几乎，因为洛平有一道题目空着没答，而是在旁边做了批注，典则第301款所述有遗漏，此案可断却不可判。皇上阅卷完毕，大为满意，当场就封了洛平做大理寺少卿，并赞他学识渊博，可正典律。大理寺卿也十分佩服他，那试题他并未出得很刁钻，但范围极广，而且繁琐细碎，若不是对律法极为专精，很难答得全面。而洛平交出的答卷准确中又带着灵活变通，简直比标准答案还要令人信服。当然，对于洛平来说，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毕竟这套卷子他上一世就做过，而且上一世他在大理寺那几年也不是白混的。洛平新官上任，适逢皇上寿辰，宫里又热闹起来。晚宴上，周唐仍旧坐在众皇子的最末位，洛平在群臣中虚与委蛇，两人似乎毫不相干，只偶尔有一眼碰撞，很快就被面前的纷扰打断。周唐光明正大的把目光放在洛平身上时，是因为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人身上。不过与旁人看热闹的心态不同，周唐是有点憋屈的。事情是这样的，宫灯流转中，长公主照例为他父皇献上了一支舞，名叫福寿安康。一曲婆娑，无人不为长公主妖娆婀娜的舞姿倾倒，步履纷踏，水袖夜过之处已醉倒了一片。那么多俊朗才子想要为家人赋词一首，偏偏周焉谁的账也不买，连足随着鼓点声挪移，竟是朝着一个方向去的。鼓声骤停，他刚好一记轻巧的转身，倚在了洛平的酒案边。他问洛大人，一儿想要问你一句，你平生所见最美的舞是哪一曲？眼见所有人都在关注着这里，洛平心中微叹，这位长公主无论前生还是今世，都以捉弄他为乐啊。饮下杯中酒，洛平唇边浮起浅笑，回长公主殿下，洛平所见最美的一支舞，名叫落黄。落黄？长公主讶然，那是什么舞？我怎么没有听过？不仅是他，宴会上的所有人都很惊讶。这洛平也太没眼力见了吧，居然当着长公主的面说这世上有更美的舞。
没见过如此不解风情的傻瓜。不过大家也都很想知道，什么样的舞能让洛平说出这种话。就连满脸不高兴的周唐也无暇腹诽小夫子的好色了，生生被他所说的落皇勾起了好奇心。世上只有一人跳过那支舞。洛平说，那是洛平心中最美的女子用生命去献祭的舞。落皇一词是舞名，也是对他的赞誉。真的吗？望着洛平的眼眸，周嫣有些迷离。这世间真有那样的女子和那样的舞吗？有的，洛平温柔地告诉他。周唐愣在那里，他从没听过洛平提起过那样一个女人，也从没见过洛平那样哀戚的眼神。他忽然觉得心里好像堵着什么，堵得他快要窒息。宴会结束后，他迫不及待地去找洛平，而洛平似乎知道他会来一样，就在西宫门那里等着他。更漏声响，黑漆漆的夜色中，那人静静地站着。周唐扑上去问他，小夫子，那个女人是谁？你在哪里见过她？洛平没有回答，只是蹲下身将他抱住，在他耳边轻轻地说，小唐，你不要害怕，我不会丢下你，我会让你成为大成的帝王，无论中途会失去什么，不管要付出什么代价，即使是他。周唐抬眼看见小夫子眼中映着漫天星光，温柔的像是要落泪了。洛平去大理寺任职之后，整日都很繁忙，待处理的宗卷摆了满满一柜子，审完一些又来一些，好像永远也不会减少。饶是他这种早已洞悉案件结局的人，也无法感到轻松。不过在旁人看来，他这样的断案效率已是令人瞠目结舌了。而且人们渐渐发现，这个人处事雷厉风行，半点也不像他外表那样谦和。一宗在京城里闹得沸沸扬扬达2年之久的连环凶杀案，洛平重翻旧卷，审问了看似微不足道的几个证人，就下令缉拿了凶手。原本大理寺卿的注意力一直放在城郊几个流寇团伙身上，不曾想洛平缉拿回来的居然是个文弱女子。有个小城正不相信，质疑道，死的那几个都是身强体壮的成年大汉，你抓回来的那女子不过是个唱曲的伶人，手无缚鸡之力，如何能杀死他们？洛平道，杀人与斗殴不同，斗殴需要力气，需要狠劲，杀人却未必要费那么多功夫。一个男人再怎么强壮，总会有放松警惕的时候，尤其在一个与他共赴云雨的女人面前，破绽就更多了。他语气淡然，一旁听他说话的人就没他那么淡然了。那还是个未经人事的少年官吏，红着脸瞟了瞟刚被押解上堂的女子，只瞟到一袭背影，却也能看出是个秀美可人的女子。迅速转过脸来，他看着面前的上司发愣，明明这人与自己同岁，看着也该是个雏儿的样子，怎么说起这种事来没羞没臊的？洛平哪管他心里想什么，当即就去堂上协助大理寺卿断案去了。那女子在堂上抵死不认罪，哭得梨花带雨，我见犹怜，案子一时定不下来。最后大理寺卿只得命人暂时把他关进大牢，宣布改日再审。此时洛平起身一拜，请求大理寺卿让他拷问囚犯，再三要求他不得违规逼供后，寺卿同意了他的请求，但派了那个小城正协助并监督他。当晚，那小城正神色仓皇的从牢房里奔了出来，口中喃喃着魔鬼、没人性之类的咒骂，跑了没多远便伏在墙角呕吐起来。寺卿得知后问起他，他只摇头说洛平并没有违规，也没有用刑过度。第二日再审时，那女子已完全变了一个模样，目光呆滞，面色青黄，只在看到洛平时，眼中流露出怨毒和惧怕。他对自己的杀人事实供认不讳，很干脆的画了押，寺卿给他定了罪，这个案子就这样了结了。有知道那晚拷问细节的官差说，骆少卿看似温和，实际上有一副铁石心肠，正直公正是没错，但手段太过阴狠毒辣，恐怕那副皮囊里流动的血都是冷的。这些流言传到皇上那里，只博了一笑。皇上说，骆卿为人，朕心里有数。既然大理寺卿都说他并无不妥之处，想必那些话
都是些小肚鸡肠的人传出来的，不足为信。更不信这些流言的是周唐。这些日子他已不再去扫河轩，洛平不在那里了，那地方对他而言就没有了任何意义。他把那里的笔墨纸砚、桌子椅子，还有那只喝茶用的小碗，通通带回了福东店。每日上午自己看书学习，下午去朝阳宫晃荡，傍晚去竹林练功，过得也挺充实。只在没书看或者有问题要解惑的时候，才去找洛平。周唐从不大摇大摆的进大理寺找人。大理寺与翰林院不同，布局没那么多弯弯绕，没有文人偏爱的什么亭台楼阁、假山荷塘之类的，全部的建筑都是方方正正、中规中矩的。那个大院子里也没有任何装饰，什么人走上去都看得一清二楚。周唐不想冒这个险，暴露自己和洛平亲近的关系。他还记得那个被洛平埋在竹林里的警告，于是他要见洛平时，就在大理寺后门的门当上垒3个小石块。洛平看到后，便会在晌午时来到大理寺外的一处民居，在那里见他。这一日，周唐在屋里巴巴的等着，看见自家父子掩门进来，跑过去牵着他的衣袖，眯眼笑道：“小夫子，我们这样是不是就叫做偷情？”洛平脚下一绊，瞅着他哭笑不得，瞎说什么呢？哦，对了，偷情还需要这样说？死鬼，你想不想我？洛平抚开周唐攥着他胳膊的手，无奈道：“小唐，你又看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书？”“怎么是乱七八糟呢？我看的是许公子的最新著作《红杏出墙》，现在京城里的少爷小姐都在读，昨日我在孩儿那里看见的。”洛平板起脸：“你和皇长孙殿下年纪太小，都不该看这种书。”周唐撇撇嘴：“开玩笑而已，小夫子你怎么这么死板？”洛平知道他是好奇心重，也不想过多责备，只劝道：“许公子的书大多以情色为主，不是不让你看，只是还不到时候。”“哦，这么说小夫子你也看过？”周唐兴致勃勃：“我听说你前阵子破了一起连环凶杀案，是个女子色诱了几个壮汉，把他们挨个杀了。那女子也是红杏出墙吗？”这是周唐从云香那里听来的版本。云香主要强调的是骆大人如何神武断案，而他从其他地方听来的版本中说的却是骆大人怎么冷血无情。他当然不相信小夫子冷血无情，只是他很想知道那些流言是怎么来的。难道小夫子得罪了什么人，故意污蔑他吗？洛平淡淡瞥了他一眼：“你想问我什么？不用拐弯抹角。”周唐顿了顿，忙道：“你别误会，那些人说你的坏话我一句也不信的，我就是想问，你是怎么逼那个女人招供的？”洛平坐了下来，翻看着周唐带来的纸张，那上面是他上次出的题，以及周唐给出的答案。他不说话，周唐也不敢多说，坐在一边静候他开口。洛平对周唐给出的答案很满意，在上面用朱笔圈了几处，说：“这里的想法很好，你进步很多了。”得到小夫子的夸奖，周唐很是高兴，没想再提那件案子的事，最后倒是洛平重新提起。他叹了口气说：“5年前那女子一家被杀害，父兄被弃尸荒野，姐姐被强暴致死，凶手便是那5个被害的男子。这2年，那女子处心积虑要给家人报仇，不惜以身色诱，将那几人逐一杀了。然而就在2个月前，她杀了最后一个人后，竟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把那贼人的孩子打掉了，我找出他的线索，便是3日前为他堕胎的大夫。”周唐颔首，可他还是不明白，小夫子怎么就被说成冷血无情了。洛平看他仍旧疑惑，也不打算隐瞒，接着说：“那天在堂上，我的证据不足，他又不肯招供，我只好去逼供。你用火钳子烫他了吗？”周唐所知的刑罚中，他觉得这个最疼。洛平摇头：“没有，我没有对他动刑。”周唐松了一口气：“就是啊，他的小夫子这么温柔，怎么会伤害一个弱女子？果然那些人都是瞎说的。我从那个大夫那里找来了他剁掉的胎儿，在他面前搭了一口锅，把那一小团肉放进去煮了。如果他不招供，我便让他把自己的孩子吃回肚子里去。”周唐愣在当场：“小夫子，你开玩笑的对不对？”洛平笑了笑，在纸上为他布置下新的课业：“这几天你就把《战国策》好好看看吧，
别再看许公子的书了。周唐回去的途中一直在想，小夫子到底是个怎样的人？那个给他温暖拥抱的人，那个会心软陪他入睡的人，那个牵着他一步步往前走的人，怎么忍心在自己的双手上留下这样的罪恶？他明明是那样干净的一个人啊！听洛平亲口说出这件事，周唐并没有感到恐惧，在那一瞬间，他体会到的是一阵刺骨的疼痛。洛平那个无所谓的笑容，像是硬生生在他心上砍了一刀。究竟是什么样的过往，可以让一个人把自己的人性都藏起来？那样的人心，难道不痛苦吗？周唐想了很久，终于理清了思绪。他想，自己根本没有资格去评判小夫子做的是对是错，因为小夫子也许不是一个好人，但他是这个世界上待他最好的人。他只愿自己快点长大，以后再遇上那些不得不为的罪恶，就由他来代替他残忍，由他来代替他担当。他的小夫子永远都是干干净净的。3年后，大理寺，洛平伏在岸边，提笔又落笔，似乎在为什么事犹豫。一旁恭候着他的青年颇感奇怪，他很少见这人如此犹豫不定。四卿，这个案子怎么了？洛平摇了摇头，没什么。说是没什么，可他的眉头一直蹙着，那青年就有些担忧，是不是他们哪里出错了？谁也没错，是我自己拿不定主意。洛平放下笔，展颜一笑，元旭，你帮我沏杯茶来可好？抱歉，总是劳驾你这个少卿给我沏茶，只是其他人沏的茶，我实在喝不惯。那是因为没人知道你要喝那么浓的茶。真是的，累到非要喝浓茶才能提神，你就不嫌苦吗？元旭数落着他，不过还是老老实实给他沏茶去了。茶端来时，他看见洛平仍旧对着那本卷宗出神，劝道：四卿，这案子也不急于一时，若是觉得难办，过几日再考虑吧。洛平接过茶盏抿了一口，好，我知道了。知道他压根就没听进去，元旭无奈叹气。从前他不了解这个人，见他断案很绝，便以为他是铁石心肠，好一阵子都在跟他暗中作对。可相处的久了，他慢慢知道这人有一颗极柔软的心，只是他把自己炼成了铁石来隐藏这颗心。3年时间，3年时间，洛平已从当初从6品的修撰晋升为正3品的大理寺卿。当年骂他是没人性的魔鬼的小城正，竟成了他身边最得力的助手，顶替了他原先大理寺少卿的位置。3年时间，朝中局势大变，皇上立了长子周丰为太子，臣子们开始重新考虑拥护谁继位的问题。曾经最受宠的万贵妃，由于私下与臣子结党，意图干政，被打入冷宫。现在后宫中最受宠的是马太师的女儿，被封淑妃。3年时间，洛平想，唯一没有大变化的，恐怕就是他的小唐了。那个仍旧在福东殿韬光养晦的孩子，虽说已经成长的可以应付宫里的权势漩涡，但还是让他很不放心。轻轻敲着面前的宗卷，洛平犹豫着。到时候了，已经到了皇上把他这颗棋子丢弃的时候了。这些年，皇上利用他这个承蒙圣恩的大理寺官员，清除了不少阻碍太子的党羽，有些是当真有罪，有些是怀璧其罪，洛平一一按照皇上的意思办了。偶尔他也上书为谁求过情，只是他自己也知道，那不过是做做样子，上一世皇上就没搭理过他的那些求情。现在这份卷宗该是他接手的最后一个案子了。他会与当年一样，为这个皇上亲手造就的巨大冤案代笔写诉状。他会给皇上一个理由，一个把他彻底逐出官场的理由，这样他才能自由，才能在那个孩子最需要他的时候去他的身边。只是他现在被罢官的话，那孩子必须要在宫里独自撑1年，不知他能不能撑得住这暗潮汹涌的1年呢？周唐刚刚听闻那个消息的时候，以为自己听错了。他带着云香再三确认后，又跑去了朝阳宫打听，得到同样的结果。之后他又去了洛平的府邸，那里已空无一人。他还是不相信，最后直冲进了大理寺。
大理寺一个叫袁旭的少卿告诉他，是真的，骆四卿被罢官了。为什么会这样？周唐急问。尽管他已经听了不下5个版本，他还是想再确认一遍，这不是真的。四卿为一个案件代写诉状，触到了皇上的逆鳞。皇上在真央殿龙颜大怒，我们本以为四卿要获罪砍头了，幸好皇上开恩，只让他罢官10年，说他太过年轻莽撞，10年后再来任职。10年，周唐脑中一片空白。10年没有落平的日子，他要如何度过？震惊过后，强烈的愤怒涌进他的脑中，他听见自己理智的弦崩断的声音。10年？那人不是说永远不会丢下他吗？那人不是说要守着他，直到他得到自己的江山吗？那人不是昨天还给了他一个温暖的怀抱吗？为什么食言？为什么要离开？他的小夫子到哪里去了？袁旭看着七皇子一副天塌下来的表情，也吓了一跳。四卿离开，他也很难过，毕竟那是朝夕相处的人，是最爱喝他泡的茶的上司。可这个深宫里的皇子怎么比他还难过？怎么好像死了爹一样难过？他不知道怎么安慰，只能赶紧把要说的话说完。七殿下，四卿临走时说，如果您来找他，就告诉您，他在扫河轩给您留了一封。话没说完，就见七皇子一阵风似的跑了。袁旭呆愣了一下，心说扫河轩在哪儿？莫城有这么个地方吗？踏进扫河轩的时候，周唐原本烦乱纠葛的心情一瞬间沉淀下来。时光荏苒，他刚刚意识到自己已有3年没有来过这个地方。只是个房子而已，他一直没觉得有什么值得眷恋的。然而今天再次走进来时，蓦然发现这里留下了他太多的怀念。这个落满灰尘的屋子仍旧是那时候的样子，破扫帚堆放在角落里，墙壁上有一些难看的霉斑，本来还算完好的柜子，如今一条腿断掉了，歪歪的立在那里。有一扇窗开着，那里是唯一纤尘不染的地方。周唐走过去，在窗台上看见了洛平留给他的东西。小瓷碗中盛着一汪茶水，水已经完全凉掉了，不过茶叶的香气犹存。不单单是碧螺春的味道，还夹杂着一股熟悉而悠远的清香。周唐记得小夫子曾给他沏过一碗这样的茶。由于那时他一路从宫中小跑而来，到扫河轩后口干舌燥，端起碗就囫囵喝了下去。小夫子见状心疼无比，是心疼他的茶叶，我就不该给你留一碗，真是暴殄天物。他一头雾水，问怎么了？小夫子说，这茶是他用纱布袋装了，在黄昏莲花将要合拢时放入花心中，待到次日清晨莲花出绽时取出，把熏染一夜的茶袋以热水冲泡而成。如此麻烦又如此雅致的茶，就被他当白水喝了，他能不心疼吗？后来小夫子就没那份闲情给他泡这茶了。周唐端起茶碗喝了一口，清苦混着香甜，不知不觉心就静了，唇边溢出一个微笑。小夫子花费一场黄昏一场清晨，为他准备了这么一碗茶，就说明他从没打算要不辞而别，说明他即使离开，也是把他放在心上的。茶碗下枕着一封信笺，周唐是怀着慎重而紧张的心情打开这封信的。他以为小夫子定会给他一个详尽的解释，也许篇幅会很长，也许会有大段对他的不舍，而事实上这封信只有寥寥几句话。小唐亲启，皇命难违，洛平领命罢官10年。鄙人戴罪之身，今城中无栖身之地，不如归隐。君无需焦急挂念。如今朝中风云变幻，望君务必加倍小心谨慎。必再相见，静候佳期。目泉镜上乍看见这么简短的留书，周唐差点一气之下又把信纸给撕了。不过他望着那句必再相见，静候佳期，终于还是没能下得去手。佳期何时才是佳期呢？当真要他等上10年吗？那个一直陪伴他支撑他的人就这样消失了，不告诉他去了哪里，只留下一句不知何时兑现的承诺，就这样退出他的生活中了吗？这让他怎么接受得了呢？碗中的茶水一饮而尽，清甜的最末端却是漫长的苦涩。
柳枝轻拂过轩窗，周唐的目光缠绕着那抹嫩绿，停住在窗棱的刻痕上。那次他不小心把一本藏书撕坏了，洛平骂了他，罚他抄书。他心里委屈，在窗台上刻了一幅画，是小夫子拿书要敲他头的模样，一旁还歪歪扭扭的标注着3个字：臭夫子。现在那里多了一些东西，在臭夫子的旁边有一个抱头躲闪的小人，眉眼弯弯地笑着。小人的旁边标注着3个清俊的字：死小唐。噗！周唐不由喷笑出来，他没想到一向稳重的小夫子也有这么孩子气的时候。那刻痕还很新鲜，分明刚刚刻好不久。抚摸着那些粗糙的木渣，周唐把额头抵在臭夫子的身上。小夫子，我不想让你失望，但我怕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坚强。他知道自己不能总是把小夫子当做自己的依靠，这3年来他也在慢慢学着独立处理一些麻烦。可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小夫子会真的不在身边。一个在心里生了根的人，不是说拔就能拔掉的。周唐把扫和轩打扫干净，把原先的桌椅都搬了回去。尽管只有他一人待在里面，他还是放了2把椅子。每日早晨他会过来读书习字，有时会下意识抬头看看对面那把椅子，总觉得小夫子就坐在那里，或是看书，或是浅眠。这样的感觉很奇特，因为自从洛平进大理寺任职后，他们就鲜少有机会如此对坐了。可不知为什么，那人离开后，这样的记忆却一天比一天清晰，也一天比一天让他欲罢不能。于是他就像上瘾了一样，不来扫和轩坐就浑身不舒服。翻开许公子的最新力作《长流记》，周唐专心看起来。是的，他又开始看许公子的小说了。没有小夫子管教他了，他为什么不能看？只是这本书的结局不那么美满，结尾的一句词是恨别离，离人未归，聊相思，思已成灰。周唐愣了愣，把书撕了。秋去冬来，天黑的早了，北方刮来的寒风更加刺骨，冷不丁还飘起了雪。方静抬头看了看天，又在心里盘算了下，不禁有些懊恼，看来今日是进不了墨城了，与其在城墙根底下喝西北风，还不如暂且找个地方落脚。只是京郊这样偏僻的地方，不知有没有客栈。客栈是没找到，不过他很快就在距离官道不远的地方看到了一家酒肆。推门进去，里面还挺热闹。酒肆里的人大多与他一样，都是赶着进城却被风雪绊住的，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喝酒吹牛，使得这小小的酒肆里暖烘烘的。方进四处打量了一下，唇边勾起一抹笑。这家的老板倒是挺有本事，酒肆开在官道边，四方来客同堂聚，没有雅座，没有上房，官差在一边，黑商在一边，江湖人在一边，老百姓在一边，各些各的，互不相扰，还真是一派其乐融融。跑堂的伙计过来招呼他，见他孤身一人，便伶俐的把他引到靠近掌柜的角落，周围都是平头百姓，2个书生不胜酒力睡倒在邻桌，正是最不惹是非的地方。他向伙计道了谢，点了一碗牛肉面几个小菜，又要了一盅酒。一旁的卖唱女见来了个这么风神俊朗的男子，时不时向他送来羞涩倾慕的目光，他只当看不见，自顾自的安静吃喝。此处虽是角落，但视野极好，几乎整个大堂他都能看到。正当方进津津有味的看着2名官差划拳，一个奸商噼里啪啦拨算盘，3个小孩蒸牛肉的时候，酒肆的门再次被推开。来人一身素衣轻裘，穿得很是单薄，脸上被冻得有些发红，不过没见他冷得直哆嗦的样子。那人收了纸伞，掸了掸肩上白蒙蒙的残雪，扫了一眼酒肆，发现几乎没座了，便径直向掌柜这里走来。方静觉得有些奇怪，那跑堂的见那人进来，竟没有上前招呼，而是跑到了后堂。不一会儿，后堂里走出一位老妇人，手里捧着食盒递给那人。那人接过食盒，向老妇人、掌柜的和跑堂的说了几句什么，3人诺诺应了，那人就要离开。此时方静已明白了，这人不是什么赶路人，而是这家酒肆的老板。他一时兴起，想要会会这位老板，便起身走到那人身边，
一一道：“在下方进，也是路过此地稍事休息，兄台若是不介意的话，与在下同桌共饮可好？”那人闻言转头看他，脸上忽然浮现出极度惊诧的表情，虽说很快收敛起来，但还是被方进察觉了。怎么，兄台认识我吗？那人摇了摇头，脸色有些发白。老妇人插嘴道：“客官，你可能误会了，这位不是客人，是我们老板。”方进心说：“我就是猜到他是老板才来搭讪的。”面上故作讶然：“啊，那真是冒昧了。孙大娘，你去忙吧，我在这里吃也行。小李、王掌柜，你们也招呼客人去吧。”那人打发了自己的几个伙计，冲着方进谦恭一笑：“阁下盛情邀请，洛平怎敢退却？入座吧，这一顿当我请你了。”洛平没有料到自己居然会在这里遇见此人。上一世他被罢官10年，郁郁寡欢的回到故里，一心只想着怎么重回官场，并没有像现世这样在京郊开设酒肆做生意，所以也没有遇见那时的方进。如今想来，当年此人并不是凭空出现在周堂身边的，原来早在这一年，他就开始涉足大成的朝政了。共饮了几杯酒，两人表面上相谈甚欢，其实各怀心思。方进是在琢磨洛平的来头，洛平是在琢磨方进的目的。两人都是聪慧机敏之人，很快就有了各自的结论。方进已然想起，近几年朝中有个极得皇上器重的骆四卿，听说年初获罪被罢官10年，看来就是眼前这位温和谨慎的酒肆老板了。而洛平也探听出了方进想要投奔的势力，太子殿下。方进侃侃：“正是，在下虽是一介莽夫，但也想为国尽忠，为大成的江山社稷谋福。听闻太子殿下仁厚贤德，便想前去做其幕僚。”洛平摇头笑道：“阁下若是莽夫，那大成就没有闲事了。”方进：“洛兄谬赞了，在你面前，方某哪敢自称贤士？”洛平摆摆手：“都是过去的事了。”顿了顿，又说：“洛平已不在朝堂，按理说不该多言，不过与阁下一见如故，还是想要劝阁下一句话。但说无妨。太子虽然贤德，却是值得辅佐的继承人，但可惜福寿不够啊！”轻叹般的说完这句，洛平起身要走，方进伸手拦住了他：“洛兄此话怎讲？莫不是知道什么变故？”洛平拂开他的手腕：“洛某言尽于此，阁下好自为之。”刚往前走了2步，谁成想又被再度拦下。洛平无奈看向他，方进却没有再问太子之事，而是关切道：“洛兄这样出门，不觉得冷吗？”在他看来，洛平穿的实在太少，他有内功护体上觉得外面寒冷，不由担心他这样的书生体质能不能吃得消。洛平淡笑：“不妨事，我不畏寒的。”“不畏寒？可你的手这么冷？”“可能是以前习惯了吧，不怎么难受。也许是上一世在无赦牢中待的久了，也许是因为去阴曹地府走过一遭，洛平发现自己确实不畏寒了。纵然身体的温度冷如寒冰，他也感觉不到。他想，这大概是重生的后遗症吧。”放走洛平之后，方进陷入了沉思。他想起初见时洛平的满眼惊诧，好像许久之前就认得他一样，可他自己却没有这个印象。不提他过目不忘的本事，按理说这样一个妙人，只要见过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的呀。第二天雪停了，但天气仍然阴阴的。跑堂的小二睡得迷迷糊糊，忘了添火炭，被孙大娘的擀面杖敲醒。酒肆里没醉的伸着懒腰往外走，醉了的被人拖着往外走，还有那不想走的还在接着要酒喝。方进就是那个不想走的。私心上他还想再见一见骆老板，思忖了一宿，他还是想向洛平求教一下，如果太子殿下真如他所说的福寿不够，那么他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吗？比如说深藏不露的二皇子殿下。他看得出来，洛平绝不是一个甘心做区区酒肆老板的人物，他跟他有着同样的野心，还有对权势同样的向往，而且他比他更了解当今朝堂的局势，没道理会止步于此。所以
他想说动他，与自己一同前往墨城。他没有白等，不久，洛平走进酒肆，把食盒还给了孙大娘，要了一碗粥2个包子，吃起了早点。看样子他不住在酒肆中，但每日都来此处用膳。方静正要上前搭话，洛平刚巧看见了他，先是一愣，随后笑道：“我家的酒这么好喝吗？竟让阁下舍不得进城了。”方静顺着他的调侃接话：“倒不是你家的酒有多美味，只是到了别处，恐怕喝不到这样不要钱的酒了。”洛平面露疑惑：“不要钱的酒？这话怎么说？”方静做出吓了一跳的样子：“骆老板难道忘了吗？你说过这一顿是你请我的。”洛平哭笑不得，心说从昨晚一直吃到临近晌午，你这一顿也吃得太狠了点。不过想想也是，这人是从不让自己吃亏的，宁可他负天下人，也不会让天下人负他，占别人便宜也能被他说的理所当然。丢开这些扯皮的话，洛平知道方静等在这是为了什么，但他没有给他开口的机会，便道：“差不多该进城了，再晚恐怕又要有风雪。洛某祝阁下一路顺风，就不送了。”一听他下了逐客令，方静急道：“洛平，你不与我同去吗？你年纪轻轻，满腔抱负，就这样被罢官，甘心吗？”洛平敛了笑意，正色道：“皇上说的明白，罢我10年的官，如今1年未果，你让我回到京城里去，不是平白让我被笑话吗？再者，我若真的又搅和到官场中，便是抗旨不遵，洛某可背不起这样的罪名。”他一番慷慨陈词说完，方静瞅了他半晌，忽而轻笑出来：“洛平啊洛平，你骗得了别人，却骗不过我，你可不是什么安守本分的人。你不肯进城，绝不是因为什么圣旨，阁下多虑了。你我不过刚认识1天，我如何想的，你怎么会知道？不远不近的栖居在京城郊外，守着官道做生意，骆老板，你究竟在等什么呢？与阁下无关。”两人对望着沉默，一时间有种剑拔弩张的气氛，竟把一旁再度打起瞌睡的跑堂小二给惊醒了。小二见势头不妙，蹭的就跑到后堂去叫孙大娘了。最后还是洛平先开口缓和：“骆某还有事，就不耽误阁下行程了。如果阁下以后需要什么帮助，就来酒肆找孙大娘。”他执意不肯相告，方静也别无他法，深深看他一眼，只得告辞离开。此时真正一手打理酒肆的孙大娘出来了，询问自家老板怎么回事。洛平道：“以后此人若是再次前来，就好好招待他，酒菜的钱也都免了。”孙大娘微怔，应了声知道了，没有多问。洛平看着方静离去的背影，心中颇多感慨。虽然他们当年算是政敌，在许多事情的见解上有分歧，大大小小的争执也从来没消停过，但不管怎么说，周堂要成大业，少不了此人的帮助。这一年的冬天格外寒冷，洛平坐在窗边，给自己斟了一杯茶，望着外面的鹅毛大雪，不知在想些什么。又起风了，寒风刀子一般刮进来，吹满袍袖，猎猎作响。洛平一杯冰茶下肚，惶惶然才感觉到寒意，拢了袖口，关上窗，止住了赏雪的心情。就在这几日了吧，他心算着太子殿下的寿限就要到了。宣统念4年冬，太子周封病逝，朝中各股势力再次掀起翻天覆地的变化，太子的幕僚纷纷谋划着另投明主。此时有以三皇子周普最为活跃，他以礼贤下士的姿态四处招揽能人，扶敌整日门庭若市。与他恰恰相反的是二皇子周宁。自太子去世后，周宁始终闭门不出，谢绝任何来访。奇怪的是，他这一方的支持者并不比周普少，甚至还有原太子的幕僚主动要效力于他。在新的太子人选中，二皇子和三皇子的呼声最高，其他几位皇子也都在忙于应付家族里的期盼与要求，即使没有争皇位的打算，也不得片刻清闲。此时的墨城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而整个漩涡的中心就只有一个人最悠闲自在，那就是七皇子周堂。扫和轩，小夫子，你又要考我吗？哈，在我看来，较之老三那种高调的做派，还是老二更聪明，更能洞悉事态。
老三虽然招揽了不少支持者，看似羽翼丰满，其实根本就是虚张声势。要说太子之位，最终还是父皇说了算，可他现在算是把父皇彻底得罪了。太子丧期未满，老三就开始大张旗鼓的挖墙脚，说明他始终没有把太子放在眼里，甚至还有点盼着他死的意思。父皇最疼爱的儿子就是大哥，他是绝对不会青睐这样不念兄弟之情的皇子的。而老二就厉害了，不管他是不是真的为太子之死伤心难过，至少他做出了扶丧的样子。表面上闭门谢客，实际上暗中笼络了不少太子的死忠。我才不信他那个小宅院像外面看上去那样风平浪静呢。不过啊，小夫子，我觉得他们这些做法其实都没什么大用处。怎么？你不信我看出来了吗？周唐唇角弯弯，颇为自负的样子。我可不会那么肤浅的看待这件事，要我说，父皇根本早就做好打算了。在他立周封为太子的时候，就已经把一切都布置妥当了。我说的对吗，小夫子？料峭春风拂过对面的白瓷碗，碗里的茶水荡开一圈圈涟漪，一根立起的茶叶旋转着沉了下去，轻轻落在碗底。心目流转，独坐在那里的少年板起脸，不满道：“小夫子，你到底是点头还是摇头呢？我说的这么辛苦，你不奖赏我一下吗？”依旧是一世沉寂。少年眼中渐渐浮起一丝怨怼。已是1年过去了，小夫子，时间实在过得太慢，剩下的9年，你还要让我空对一碗清茶，自言自语吗？你怎么忍心呢？我周唐发誓，若是再让我遇上你，我一定耍尽无赖把你缠住。什么9年10年，都滚一边去！你一日是我的小夫子，终身都别想逃掉了。周封的丧期既过，皇上下旨召见了所有皇子。由于年事已高，又逢痛失爱子，皇上的气色很不好，面颊有些灰白，时而咳嗽，不过双眼仍是炯炯有神，半点不显混沌。关于父皇召见他们有何事，各个皇子心中都有揣摩，只是他们没有料到事情居然会如此没有回转的余地。此时的真央殿中，只有周唐的脸色看上去还算正常，因为他本就没有什么期盼，所以能更加冷静客观。事实上，他在心里嘀咕着：“小夫子，你看，我猜的一点也不错吧？”皇上拿出了一份诏书，还有一册附在大成典则中的折子。他先把折子让所有皇子看了一遍，不理会他们或震惊或愤怒或淡然的表情，径自说道：“这是1年前由朕亲自授意，由曾经的大理寺骆四卿拟定的律令。嗨嗨，所谓长子继承制，想必你们应该明白，父传长子，长子传长孙。历代嫡庶之争，无不闹得大成鸡犬不宁，山河破碎。朕不希望看见你们也变成那样，故而有此制度。”三皇子周普沉不住气了，惨白着脸向前一步。可是父皇，恒儿尚且年幼，恐怕难以担当国之重任啊，所以就需要你们做叔叔的多多提点他啊。皇上轻叹：“风儿走得早，膝下唯有这一个独子，子承父志，于情于理都无不妥。况且恒儿并非愚钝之辈，自幼又由名师教导，是绝技不会丢我们大成的脸面的。”可是周普还要再说，被皇上厉色打断：“朴儿，你在风儿死后做的那些小动作，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大哥尸骨未寒，难不成你还要与自己亲侄子相争吗？”皇上的这番话封死了周普的退路，也给其他皇子传达了警示。周唐这时候想的却是，原来小夫子的离开不是因为给什么冤案代写诉状，真正的原因是他一手草拟了那份长子继承制度。皇上罢了他的官，是为了防范他与其他皇子相互通气，从而妨害大皇子和皇长孙的利益。不过这样做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对他的保护，毕竟在皇权争夺的中心，想要全身而退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周唐更加确信了，这一切都是父皇处心积虑了多年，一步步安排好的，他们的那些花花肠子绝对动摇不了这个决定。果然，皇上接下来让他们看的那份诏书，便是立周恒为太孙的诏书，还有要求他们几个皇叔尽其所能的辅佐周恒云云。
他当着他们所有人的面给诏书盖上了玺印。尘埃落定之后，皇上询问他们有什么打算。在那份长子继承制度中，出于对皇太孙安危的种种考虑，要求其余皇室子孙分驻各州，只留2位皇子在京中扶持太子势力，连尚未成年的皇子也是一样，不得逗留宫中。于是皇上让他们自己选择要去哪里。二皇子周宁站出来说自己要留在墨城，尽心竭力辅佐皇太孙。皇上允了。三皇子周普跪地悔过，向天子起誓，今后必定忠心对待周恒，请求皇上让他留在京中。出于对左丞相一族的牵制，皇上也允了。四皇子周科请命去滨州，他的外公是滨州定海大将军，他说想在那里多多磨砺，为大成的海防尽力。皇上赞他有志气，欣然允了。五皇子周航最是随意，他问皇上大成何处风景最雅美人最多，皇上说青州，他便嚷着要去青州。皇上虽然骂他顽劣风流，但还是笑着允了。六皇子周阳其实很想跟三哥一起留在京城，皇上自是不会同意，不过出于爱护，让他去了距离墨城较近的延州，那里的官员大多是左丞相的门生，也好照顾他。问到周唐时，周唐上前一拜，父皇，儿臣想去越州。越州？正是。为何想去越州？越州虽说不是什么偏僻之地，但常年匪患成灾，百姓不得安居，皇上多次下旨剿匪，可收效甚微，是个极难管辖的地方，不知周唐为何要去那里。因为儿臣听闻那里的山水皆有灵性，有人说在那里见过仙人，还有人说山中有种果子名叫梨儿果，吃1颗可以百病全消，吃2颗可以延年益寿，吃3颗就可以得到成仙。儿臣想去寻找看看，若真有此果，便带回来让父皇品尝。听了周唐的话，皇上一时哽住。他怎么也没想到，众位皇子之中，唯一把孝字放在心中的，竟是这个几乎从未得到过他关爱的孩子。皇上定定地看着周唐，眼前有短暂的迷蒙。失去爱子的痛苦，让他意识到父子情是多么弥足珍贵，他忽然有些愧疚起来。他刚刚发现，这个孩子的个头居然蹿得这么高了。他也刚刚发现，几个孩子中间，原来周唐的眉宇最像自己。皇上当即答应了周唐的请求，还赠了他一把北陵寒玄铁铸造的宝剑，供他防身之用。尽管在他的印象中，周唐并不会武。周唐不卑不亢的谢过，退到一边。越州啊，他的嘴角勾起一个弯弯的弧度。那里是小夫子的故乡。周唐不知道小夫子去了哪里，但他想，那封流书中的归隐，应当是指重回故乡吧。他在书里看到过，越州是西昭与大成往来的咽喉要道，常有大批的商队通过，西昭年年进贡也是要途经这里的。越州又多山林，仗着地势复杂，常有匪寇洗劫商队财物。这种空手套白狼的买卖吸引了许多亡命之徒，久而久之，越州的匪患成了个巨大的毒瘤，时刻威胁着百姓们的生活。选择去这样一个地方，其实周唐心里还是挺没底的，不过一想到小夫子会在那里，他就觉得没什么好犹豫的了。临行时已过了清明，皇上封他为越王，赏随行侍卫20人，奴仆4人，车驾1座，骏马6匹，还有其他金银零碎2大箱。虽然比起其他有势力的皇子还差很大一截，但也算是不错的临别见礼了。福东殿原来的仆从中，只有云香一人自愿与他同行。周唐也不强迫，随他们去了。云香替周唐收拾行囊时，发现他把2样东西珍而重之地放在了一起，一个是皇上赏赐的宝剑，另一个却是用织锦秘密包裹着的奇怪物件。他一时好奇，想要拆开来看看那是什么，被踏进内殿来的周唐大声喝住了：“别动！”云香吓了一大跳，硬是僵在了那里。周唐急急忙忙跑过来查看，看见东西好好的在那里，轻舒一口气：“殿下，这是什么？”云香问，心说不知是什么宝贝，让他这么紧张。周唐拨开一点织锦，让他看了一眼，一张弓。弓？
洛平给我的，可是我把它用坏了，不把它这样绑紧，就要断掉了。周唐把它仔细包好，然后警告说：云香，回头见到他，不准提供要断了这件事。他要问起来，你就说我很爱惜它，不舍得用它。是，奴婢知道了。云香忍笑答应，心里却又有些黯然。殿下满心期待要见到骆大人的，若是到了越州，发现人并不在那儿，罢了，多想无用，走一步算一步吧。周唐一行人本来要从东城门出城，谁知走到半路，撞见了同样要走东门的六皇子。瞧那阵势，浩浩荡荡的一大帮子人，把街道都堵严实了，老远就能听见于贵妃在软轿里哭得死去活来。周扬一身华服，骑着一匹纯白色的骏马招摇过市，听见母亲哭泣，就在软轿边安慰了母亲几句，结果倒把自己说的也要哭了。左丞相与身边几名心腹交代了些什么，又拉过周扬絮絮的说话，看样子不送个10几里路，他们是不会消停的。周唐啧了一声，拉住马的缰绳，他身后的侍卫仆从也都跟着停了下来。真是的，看了就闹心。周唐对身后的一干人等下令，改道从北城门出城。可是殿下，从北城门出去要多绕一大圈。有人劝道，绕圈就绕圈，总比看这些人表演十里哭别要舒服。说着，周唐调转马头，当先一步往北面去了，众人赶紧跟上。相比东门的热闹，北门就显得苍凉得多。周唐头也不回的往城外行去，身后没有一人相送，就好像没有人记得他曾在这座皇城里存在过。而那个理应记得的人，此刻又不在身边。他的背脊一直挺得笔直，春风拂面，吹起一袭千岁绿的金袍，带着他在这里拥有过的所有，在官道上渐行渐远。走了大约10里，云香有些累了，就掉在队伍的后面，拖沓的跟着。队伍突然停下的时候，他满心欢喜的以为可以休息了，正想坐下喝口水吃点东西，却发现大家都没有松懈下来的意思，他不禁有些惶惑。怎么了？天子脚下，难不成还有人拦路抢劫吗？他往前走了几步，越过重重人头马头，总算看到了前方的事态。这一看，他整个懵掉了，确实有人拦路，但不是抢劫。他们的前方只站了一个人，书生模样。那人一撩衣摆，行了跪拜大礼，七殿下，罪臣洛平在此恭候多时了。周唐坐于马上，一时不敢相信眼前所见，手中的缰绳被捏得嘎吱作响，他用指甲掐着自己的掌心，生怕这是什么幻觉。那人就跪在他的马前，声音清冽喊他七殿下，在距离皇城不过10里的地方，说已恭候他多时了。多时是有多久呢？一个时辰，一天，或是1年？起来吧。等我多久了？回殿下，不多不少，1年。洛平遥指官道边的一处房屋，那里杏花盛开如雪，殿下不去鄙人的酒肆休息一下吗？在众人面前，洛平仍是一副谦卑的姿态。周唐忽然觉得很嘲讽，这多像一个笑话啊！他在城中等他回去，他在城外等他出来，心心念念了那么久，日夜忧愁，其实不过一个10里，一个1年而已。重逢的喜悦令周唐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可是在那份喜悦中也掺杂了他整整1年的怨恨。这个狠心的小夫子就这样把他一个人扔在宫里，而他自己居然在外面逍遥的开启了小酒馆。不过他很快意识到奇怪之处，洛平在北城门等他出城，皇城4大城门，他为什么偏偏就在北城门？何况他今天本来是要从东门出去的，完全是临时起意改了行程。如果他还是选择从东门出城，那么洛平岂不是要空等了吗？这是巧合吗？还有，他在北门开了1年酒肆，也是巧合吗？怎么感觉好像他一开始就料到会有此局面了？洛平，你怎么知道我会走北城门？算的。洛平答得高深莫测，他洞悉前尘往事，怎么会不知道
周堂要去哪里，要从哪个城门出来。算的，这怎么算啊？周堂狐疑道：东汉有诸葛孔明可观星象推命术，为何我就不能呢？殿下，我还懂得许多奇门术数，不如殿下带上我一路同行可好？周堂只顿了片刻，立时反应过来，这人半真半假的回答，有一半是在做戏。戏目是一个被罢官的落魄书生，想要借此机会攀附上皇子殿下，给自己另谋出路。出于报复，周堂赌气回绝道：本王不缺侍从，为何要带上你这么个百无一用的书生？还是个大色鬼，一个不负责任的半吊子。纵然被这样贬低，洛平半点不着恼。他上前几步，握住周堂的左手，仰望这个高坐在马上的孩子，他温和的笑着说：为何不带上我呢？我虽不是卧龙那样的能人，却也同样可以为殿下效力啊。你能帮到本王什么？我可以帮助殿下。洛平直起他的掌心，翻手反排命格，覆手复利乾坤。他的声音不大，却极为坚定，体温从手掌传递过来，是那样让人怀念的触感。当然，即使他此刻什么也不说，周堂也一定会带上他的。就算绑，他也要把这个人绑在自己身边。不过他对小夫子的话也颇感兴趣，他确实感觉得到，小夫子好像总能预知什么。也许他真的可以反排命格，复利乾坤呢。他们一行人在洛平的酒肆休息过后，精神抖擞的再次上路了。这回周堂不肯再骑马，他坐进了马车，还把小夫子也硬拉进马车里陪着他。洛平拗不过他这个越王，只能顶着其他侍从诧异的眼光坐上马车。周堂几乎是扑到他身上的，洛平差点坐不稳。小堂，你看看你现在还有一点王爷的样子吗？小夫子，我就知道你肯定逮着机会就要管教我的，那你还敢把我拉进来？周堂把头埋在他的颈边细细嗅着，半晌扬起脸来，眉眼弯弯：死鬼，你想不想我？不知为什么，明明是想笑的，洛平却觉得喉中有什么哽住了。他的小堂成长得真快，仅仅1年，个头已经窜到他的脖颈了，手臂不由自主地拥上少年的身躯。他回答：我很想你。周堂忽然不说话了，只定定地望着他。怎么了？洛平问。没什么。周堂摇了摇头，忍下了那漫到眼眶的潮热。路途颠簸中，洛平想起上一世的情景。当年他回到故乡，1年后周堂来了越州，但他那时候因罢官而备受打击，整日浑浑噩噩，自己的未来都是空白，根本没有心思去理会周堂。而且那时他只是对这个孩子有些怜惜而已，并没有对他抱有太大期望。但这次不一样，这次他是为协助周堂而来，只为周堂，所以他没有半点迷惘。为了掩人耳目，他已在皇城外隐姓埋名了1年，如今是时候了，是时候带这个孩子去领会海阔天空了。他的小堂绝不会是一只井底蛙。这是个悠闲惬意的旅程，周堂心情始终很好。心情好的时候，他就拉着洛平在马车里说话；心情特别好的时候，他就与洛平骑着马并排同行。踏着一路春光，他们渐渐接近了越州地界。这一日，周堂终于按捺不住好奇，问洛平他的家人在越州的什么地方，是怎样的。洛平说，其实他家在越州的边缘，距离主城还是挺远的。是靠近徽州交界那一带吗？周堂问。不是，另一边，靠近西昭的那一边。洛平回答。小夫子，我们先去看看你的家人吧，正巧让我绕着越州绕一圈，也好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周堂振振有词。不行，你一个王爷会吓到他们的。洛平不同意。谁说我是王爷了？我不是你的学生小唐吗？是的，小唐耍起无赖总是很管用的。你不答应，我就用王爷的身份去吓唬他们。1年不见，这孩子要挟人的本事也是突飞猛进。
骆平无奈，只好答应。越王一行人途经徽州，到达越州之后，没有直奔主城通方，而是从外围迂回到了越州的另一边，一座名叫沟梁的小城。沟梁位于越州的关卡附近，再往西就是与西昭接壤的边城。此处是大城与西昭通商的必经之路，也是各个商队落脚整宿的集中地。侍卫们没有向周唐的行程提出异议，但都分外紧张。毕竟他们的职责是保护越王的安危，要把他平安送到通方。这样绕远路，无疑给他们增加了压力。而越王还要求他们低调行事，脱去皇族侍卫的外衣，伪装成过路的商队，美其名曰微服私访，体察民情。当然，贴身侍候的云香是知道的，主子搞得那么复杂，无非是想跟小夫子多多逍遥几天，顺便陪他回老家省亲。马车中，骆平手捧一本书，安静的读着。周唐百无聊赖的坐在一边，时不时拿眼睛瞅瞅他，小声嘀咕着怎么有看不完的书，看样子他是有话要说，但又不敢打扰。骆平发现了，只是佯装不知，故意磨他的性子。好不容易等到小夫子看完了这本书，周唐赶紧凑过去，一本正经的发问：小夫子，你老实告诉我，你家里是不是很穷困？什么？骆平放下书，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周唐抱着他的胳膊，不让他再去拿别的书。你听我说，你的老父亲是不是为了让你安心读书，日日辛苦劳作，贴补家用？你的老母亲是不是夜夜挑灯织布，给你筹集上京赴考的盘缠？别担心，虽然你被父皇罢了官，没有俸禄养家了，但我会帮你照顾他们的。进了家门，你一点也不用难为情。骆平眨了眨眼，心想，原来周唐死乞白赖的要去他家，是有着这样的打算吗？他没有推辞，展颜笑道：那真是多谢殿下了。沟梁的街市比周唐想象中要繁华得多，道路两旁有不少摊贩，酒楼客栈生意兴隆，甚至有不少客商就地做起了生意，拖着箱子当街叫卖自己的货物，也不怕有人来捣乱哄抢，整个城镇看上去热闹而祥和。这里百姓的服饰迥异于墨城，很少有人穿广袖金袍，女子的衣服多缠轻纱，飘逸灵动，男子的金口、袖口和腰间有着繁复的花纹，雅致又不失大气。云香刚进城就被这些漂亮衣服吸引了，处在成衣店跟前拽都拽不走。周唐实在没办法，准了他一个时辰置办衣服首饰，自己和小夫子坐到茶楼上稍事休息。周唐问出了心中的疑惑：小夫子，不是说越州盗匪猖獗吗？可这里看着一点也没有盗匪的踪迹啊。骆平给两人倒上茶水，细品了一口家乡的茶味，缓缓解释道：因为这里紧邻边城，边城虽然叫做城，其实是大城将士驻守关卡的军营，盗匪再猖獗，也不敢在官兵眼皮底下轻举妄动的。原来如此，幸好幸好，看来小夫子你的家乡还是很和平的。周唐接着问：那么盗匪最猖獗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在越州的东南面，那里多山林，又是商队通行的咽喉处，易于拦路抢劫，更易于隐蔽和防守。你赴任之后，最难对付的就是那一块。两人又谈论了些越州的风土人情，不知不觉一壶茶就饮干了。此时云香总算回来了，两手拎满了东西。他抬起左手说：殿，哦不，少爷回去试试这几件衣裳，入乡随俗嘛，按照您的身形买的，您穿着肯定好看。接着抬起右手说：骆大哥，你是这儿的人，我们中间就你最能穿出这里的韵味来了。那我给你买了一套，你可一定要穿出来让我看看啊。骆平颔首：有劳姑娘了。周唐眉头一皱：慢着，你叫他什么东西？骆大哥。云香闻言立刻向骆平投去了求助的目光。骆平接受了他的求助：是我让他这么喊的。云香姑娘还想喊我大人，我哪里受得起，不如喊大哥来的亲切，出门在外也比较方便。周唐撇了撇嘴：随便你吧。转身下了茶楼。等他听不见了，云香噗的一声喷笑出来：骆大哥，少爷也就在你面前才这么听话。
洛平摇头，有些话即使是我说的，他也未必会听。怎么会呢？云香不信。洛平笑笑没有多说，也下楼去了。穿过一片梅树林，他们来到一座古朴气派的宅院前。虽没有雕梁画栋那般精致，但也能看得出来，此处的主人较为富裕，很讲究格调，看着像是个柴文网。洛平介绍说，这就是我老家了。周唐愣了好一会儿，气得跳脚，小夫子，你欺骗我感情，你家一点也不穷困。洛平淡淡道，这话怎么说的？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我家里很穷困了？那天我说你一厢情愿的这么想，我也不好推辞，不是吗？更何况有这样孝敬的学生，为师也是颇感欣慰啊。周唐抿唇不说话了，他觉得很丢人。准备了一堆吃的用的，又加上大把的银票，满心打算好好款待一下洛平的家人，谁知现在根本没有他表现的机会。倒不是真的希望小夫子家穷的揭不开锅，他只是觉得自己从小夫子那里得到太多了，想要借此机会报答小夫子的教导之恩。现在这个机会破灭了，他实在有些沮丧。洛平被他这副样子逗乐了，安抚的拍拍他的背，你有这份心，我就很知足了。走吧，去我家里坐坐吧。周唐怀着跟自己赌气的心情进了院子，刚踏进去就是一顿。不同于外面梅树林中的蓊郁苍翠，这间院子里梅树刚进入盛花期，开得一片荼蘼，花朵是层层叠叠的嫣红，不似墨城梅花的软玉温香。这里的梅树像是把整个生命燃烧了起来，浓烈的让人移不开眼。不过让周唐怔住的不是这些梅花，而是梅花树下那个娉婷的女孩子。那女孩挎着腰罗在梅花中穿梭，时不时俯下身来捡拾落花。她这一身勾梁的寻常女装，没有多少矫饰，只有腕上的轻纱随着拾花的动作轻轻飘摇，可她看上去比那满树的花朵还要严厉。尤其她转过身来看向他们时，脸上浮起诧异，明眸潋滟，只把几个跟来的侍卫都看呆了。这女子的容颜几乎可与长公主相媲美了，而且她信步闲走的样子也有几分起舞般的婉约灵动，当真可称得上是倾城的美人。美人的目光落在洛平的身上，忽而绽开笑靥，平哥哥，你回来了。他丢下腰罗，提起裙裾跑来，带着一身梅花的幽香。洛平笑着拭去他腮边的汗珠，这么多客人呢，你也不去好好打扮一下？有什么关系？平哥哥，你不是说过吗？妮儿就算不打扮，也是最漂亮的。他说的娇俏，挽着洛平的胳膊，甚是亲昵。周唐眉峰一跳，轻哼道：“小夫子，你曾经提过的洛皇，就是这个女人吗？”洛平微怔，琢磨了下这句话，才反应过来。他没想到几年前的一句无心之言，竟让周唐记到现在。不，并不是他。周唐的眉峰又是一跳，怎么还有另一个吗？哼，色鬼小夫子！洛平哭笑不得，不知怎么解释。此时屋里的人听到外面这么热闹，也都出来了。那是一对中年夫妇，洛平上前见礼：“爹娘，身体可还好吗？”夫妇看到他很是欢喜，好，好。女孩赶紧把方才丢掉的腰罗拎过来，递给男子道：“爹爹，这么多够了吗？可以做梅花酿了吧？家里来客人了呢，可能要开几坛了。”开了9坛，满是梅香。那酒清甜爽口，周唐忍不住要多喝几杯，被洛平拦下了，说是这酒的后劲大，让他少喝点。于是他很听话的没有再喝。洛平的父亲赞道：“小公子真有教养，平儿有这样聪慧明理的学生，很是幸运啊。”一句话把周唐夸的那个心里美。洛平接过话茬，撒谎不带打顿：“是的，罢官之后，多亏少爷收留我，否则我恐怕要露宿街头了。小夫子学识渊博，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呢，离了他，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周唐继续卖乖。自从知道那女孩是洛平亲妹妹后，他的心情好了很多。这兄妹二人长得一点都不像，也难怪他会想歪。不过见过他们爹娘后，倒也能理解了。洛平长得像父亲，
洛弥长得像母亲，就是这样而已。洛平的家不像周唐想象中那么穷困，洛平的父母也不像他想象中那么沧桑。从言谈中他了解到，洛平的父亲是个商贾，有一支置换西招与大城货物的商队，而洛平的母亲，那个美丽温婉的妇人，其实是土生土长的西招人。所以小夫子，你算是半个西招人了？是的，不过我从没去过西招，母亲也很少提及西招。哦，这样啊，可惜了，我还想让你教我西招语呢。抱歉，我对西招的了解仅止于书中所述，其他一无所知。没关系，我只是一时好奇而已。周唐不甚在意的说着，没有注意到洛平的解释略显生硬和多余。他们在这座宅院里歇了一宿。夜里，周唐辗转反侧睡不着，大概是一路上都与小夫子同时同寝的缘故，现在离了小夫子，他就浑身不舒坦。空瞪了床围一会儿，他还是抱了枕头，决定去找小夫子一起睡。不想让门口的侍卫们看见他这么有损形象的样子，周唐选择了翻窗，猫着腰从后面前行到小夫子的窗下，正要敲窗，忽然听到小夫子在跟人说话的声音，似乎是很平常的对话，可他忍不住偷听了几句，发现那些话怎么听怎么奇怪，尤其小夫子的语气那样坚决，坚决中甚至带着一丝凄然。洛母此刻正坐在房中的小桌边，拉着洛平的手，絮絮的说话。周唐就着窗棱的缝隙，看见他要往小夫子的手中塞一样东西，可是小夫子推辞着，怎么也不肯收下。洛母埋怨道：“你这孩子真是的，就这样糟蹋为娘的一片心意吗？”洛平摇了摇头，把那件东西放回桌上。周唐这才看出来，那是一只香囊，一只典型的西招式样的香囊。洛平说：“娘，这香囊的味道太特别，我又是个男子，带着难免引人注意。”这有什么的？你父亲不也带着一个吗？这么多年了，也没见他被什么人取笑。再者说，这种香囊味道清幽，半点女气也没有，怎么就不能带了？哎，与其送给我这个不识货的，不如您送给明儿吧，他最喜欢这些东西了。那丫头的香囊都摆满一大箱了，你爹宠她，每次做生意回来都给她带好些小玩意，倒是你孤身一人背井离乡的，可是娘，我真的不能收下她。洛平很是为难，有些欲言又止，他可能会给我带来麻烦的。洛母不高兴了，扁了扁嘴说：“瞎讲八道！我们西招的香料从来都是趋吉避凶的，还没见过有谁说会带来灾祸的。你当真一点也不了解为娘的苦心吗？”洛平见母亲动怒，不敢顶嘴，只得低头听训。你祖父苦读一生圣贤书，临了也没考取功名。你父亲当年也是几度求官不得，不得已弃文从商，到了你这一代，好不容易考上了状元，谁成想没几年就被罢了官。我找人算过，说是洛家祖先不知做了什么孽，煞了子孙命中的官运。这香囊和你爹那个都出自西招国师之手，当年他赠予我时说过，带着它可保官运财运亨通，保一生平安的。娘，这些怪力乱神的话怎可轻信？平儿，不准这样说国师！洛母呵斥道。是，孩儿知错了。洛平连忙道歉。周唐在外面听着，虽说对小夫子被训的模样很感兴趣，可他还是抓住了更重要的事情，西招的国师。小夫子的娘亲与那样的人有交情，想必在西招的地位也不简单。正想着，房里隐隐传来啜泣声，周唐凝神看去，原来是洛母被气哭了。洛母有没有真的掉眼泪，他是不知道，不过他知道洛平现在是真的慌了。洛母殷殷说道：“你这孩子实在固执，娘的话就是不肯听吗？你父亲身上佩戴了那个香囊后，做生意太平多了，别家会被盗匪洗劫，他却一次都没遇上过。娘见你不如意，也是为你好，没想到你竟然……好了，娘，想来这香囊确实是有些功用的，我这就佩戴起来。”洛平一边哄着他，一边把香囊收进了怀里。洛母这才止住了哭泣，又交代了几句，洛母便回去了。周唐在外面扒了一会儿，被一阵夜风吹得打了个哆嗦，
犹豫着是退回自己房里呢，还是继续找小夫子。这时候他瞧见小夫子把那个香囊拿了出来，愣愣的看了会儿，长叹一口气，就要放在烛火上烧了。也不知怎么的，周堂突然看不下去了，推窗翻了进去。洛平听见动静吓了一跳，手一抖，香囊就掉在了地上。周堂眼疾手快，上前把它捡了起来，拍拍灰尘，放在鼻端嗅了嗅道：“很好闻啊，是股清香呢，一点也不腻，很适合你啊，小夫子，为什么要烧掉？”烛光下，洛平的半边脸隐没在阴影中，周堂直直盯着他，竟发现他目光在躲闪。周堂把自己的枕头放到床上，爬上去冲他招招手：“小夫子，我们一起睡吧。”洛平收拾了一下情绪，走到床前，正要劝他离开，被周堂拽住胳膊跌下来。“小唐，小夫子，别赶我走好不好？我都在外面吹了半天冷风了。”周堂可怜兮兮地说。洛平听了他的话，全身一僵：“你一直在外面？”“是啊，我听见你被你娘狠狠训了一顿。”周堂边说边观察着他的脸色，他想知道他为何坚决不肯收下这个香囊，可见他脸色煞白，立时就打消了这个想法，握住他的手道：“小夫子，你的手好凉，快到被窝里来吧，我给你捂捂。”洛平此刻就像丢了魂似的，任周堂把他揽进被子里。那只香囊就在两人的枕头中间，身畔萦绕着小夫子和香囊的味道。周堂觉得很安心，很快就要昏昏入睡。手被那孩子揣在怀里，全身慢慢回暖过来。洛平把目光挪到周堂的脸上，贪婪的看着。这个周堂还是少年模样，脸颊已有了较为深刻的轮廓，但下颌仍有些稚嫩。幸好他还不是当年那个一道圣旨把他打进无赦牢的君王。那时候洛平怎么也没想到，这只母亲赠予的香囊竟成了令他罪上加罪的铁证。他想要为自己辩解，却发现无论他说什么，那人都不会听了。可是这一世不一样了，如果他现在就向他辩解呢，在他还对自己满心信任的时候，会不会减轻他的罪名呢？小唐，周堂有些迷迷糊糊的。小唐，你醒一醒。洛平推了推他，陪我说说话。好。周堂强打起精神，揉揉眼睛，望向难得任性的小夫子。怎么了？洛平踌躇道：“小唐，你好好听我说。”我没睡，我听着呢。我的母亲，她是西昭王族的血脉，当年爱上了我父亲，便义无反顾追随他来了大城，如今已和西昭彻底断绝了关系。我和我爹的香囊是他那年私逃出来时，西昭的国师赠予他的，说是可保一生平安富足。国师亲手制作的香囊气味很独特，只有西昭王室才能佩戴。说来也真是神奇，母亲带着香囊，竟真的一路避过了王族的追捕。后来这件事渐渐平息下来，父亲的生意也兴隆起来，而我也考取了功名。原来洛夫人出身西昭王室啊，难怪会有这样珍贵的香囊。不过要我说，小夫子你考取功名才不是什么香囊的功劳。周堂皱皱鼻子说：“你是真的有真才实学，而且一定是有神明把你派来我身边的。”洛平笑了笑，心说确实有人派他来，不过不是神明，是个大判官。小唐，我跟你说这些是希望你相信我，不管我的母亲是什么身份，我是大成的子民，这一点不可磨灭。我承认我贪权，我想做大官，但我永远不会做背叛大成的事情。这么说，小夫子，你是怕我怀疑你私通西昭王室，出卖大成吗？我怎么可能会这么想呢？你真是杞人忧天了。是，我杞人忧天了。洛平苦笑。若真是杞人忧天，那当年又是谁给我降下这项罪名的呢？周堂拎起那只香囊细细看着，卷面上绣着两只可爱的灵兽，看得出来那是一公一母，神气活现的，很是别致。不知他又想到什么，突然翻过身来压在洛平肩上。小夫子，我问你啊，这个香囊这么好，你会不会把它当做定情信物送给以后的妻子？什么？洛平还没从往事中回过神来。或者你心中已经有要送的姑娘了？
你在进京赶考之前有没有个青梅竹马什么的？他有没有让你考取功名之后回来迎娶她？有没有衣锦还乡日、洞房花烛时之类的约定？你会做一个负心汉吗？洛平斜眼看他，小唐，你又在看许公子的小说了吧？周唐缩了缩头，嘿嘿，路上买了本许公子的新书，叫《蒹葭记》，说的是。洛平敲了他额头一下，扬怒道：好的不学，净看这些淫词艳曲。小夫子，你要看吗？我可以借给你。行了，不早了，赶紧睡吧。洛平无奈，心中那点伤感就这样被弄得烟消云散了。他轻轻拍着周唐，像在哄一个孩子。周唐想要表示不满来着，结果因为太舒服了，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周唐与洛平向洛父洛母辞行。洛弥抱了一坛酒出来，踩着满地落花笑迎而来。比尔为何？为唐之华。比路思何？君子之车。注一。周唐接过酒坛，愣了愣，没明白什么意思。洛弥讶异道：怎么？你居然没有看过许公子的《蒹葭记》吗？我这是在为你送别啊！书里的祝莹莹就是这样送别那个负心汉的呀。噗，不知是谁笑了出来。其他人笑也就算了，周唐看见小夫子也在笑他，脸上不禁红了红。什么负心汉？我才不是什么负心汉。说完拉着洛平就往外走，不理会洛弥在背后的调侃。洛平安抚道：别气了，我妹妹跟你开玩笑的。哼，我才不跟小丫头片子一般见识。反正我不会是负心汉的，谁对我好，我就10倍100倍的回报他。小夫子，你要信我。他脸扬得高高，手攥得紧紧。洛平抿着笑，回握住他的手。我信。临出小院时，周唐望了一眼那满园的红梅，问洛平：这梅树是什么品种，竟能开出这样轰轰烈烈的气势？洛平也回望了一眼，答道：红尘。这些梅树叫红尘，来自西昭。哦，名字真美。周唐赞叹。小院的门扉在他们身后合上，洛平被周唐牵着往前行去，把那片往日红尘断在了身后。注一，取自《诗经·采薇》，原文：比尔为何？为常之华。比路思何？君子之车。其中常通堂。大意：什么花开的那么盛？那是堂弟之花。路上离去的是什么车？那是君子的车驾。前往越州的主城通方时，为了让自己显得更合群一点，也为了满足云香对边陲服饰的执着，周唐一行人换上了在沟梁买的衣装。周唐选了一身墨玉色镶银边的小长袍，襟口处的花纹华贵却不张扬，衬得脸庞更加俊秀。他少年风姿，策马缓行，顾盼之间熠熠生辉，招惹的阁楼上的闺秀们探窗偷瞧，有那胆子大的直接往下丢自己的香帕。然而周唐对飘下来的帕子视若无睹，他眼里残留的全是今早小夫子穿上家乡服饰的模样。那一刹那，他差点没有认出小夫子。看来云香说的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只有土生土长的沟梁男儿才能把这衣服穿出那样的韵味来。那身月白色深蓝纹饰的罗袍真是再适合他不过了。长发简单的在脑后竖起，别有一番洒脱俊逸，一点也不似往日那般古板，甚至还带了点异域风情。此时洛平就在他的侧后方，安安静静的骑马相随。周唐时不时回头瞥上两眼，洛平看见了，便对他打眼色，让他好好看路。次数多了，他就赶上前来数落他，怎么心不在焉的？别仗着自己马术好就掉以轻心，当心摔下来，骨头都能裂了。周唐扭过头，正了正身子，心下叹息：哎，果然，无论外表变成什么样，这人始终都是那个爱管教他的小夫子。可是这样的管教也让他觉得很开心。走着走着，周唐忽然想起一件事，探着身子凑到小夫子身边，使劲嗅了嗅。洛平怕他跌下去，赶忙与他靠得近些。又怎么了？小夫子，你没有佩戴那个香囊吗？
周堂说：“我觉得你穿这身就该把它带上，那真是完美了。”洛平摇了摇头：“娘送我是一番心意，我收着就是了，没必要天天带着。”哦，周堂没有追问，他看得出来，小夫子对那个香囊确实有很深的芥蒂。他还记得那晚洛平跟他说的话，只是他怎么也想不通，小夫子为什么钻进那样的牛角尖里去了。一路平静，保险起见，洛平没有让周堂从越州的东南面走，而是取了北面的道路。尽管从北面到通方要绕很大一圈，还要渡一条宽河，十分耗时，但他宁愿多走几十里路，也不能让周堂面临盗匪洗劫的危险。经过通方城门时，守关的士兵仔细验证了他们的文书和玺印，确认他们的身份后，火速派人通报了知州大人。谁知他们等了大半炷香的时间，连个人影都没瞧见。他们没有事先知会突然到来，可能的确有些仓促，但那知州大人迟迟不来迎接，任他们在城门口喝西北风，显然是不把这个越王放在眼里了。众人正不耐烦时，远远的跑来一个小厮，说是知州大人事务繁忙抽不开身，让他来给他们引路，去与知州会面。听了这话，洛平的眉头皱了起来。周堂冷哼一声，既然知州大人忙到无暇顾及，那本王又岂敢去贵府打扰，直接带本王去王府宅邸吧，会面之事明日再说。那小厮犹豫了一下，才躬身道：“是，奴才遵命。”跟着小厮在城中七拐八绕时，洛平把手落在周堂的肩上，轻轻拍着：“这儿的知州要给你下马威，你如此回敬他，做得很对，不要与他怄气。”小夫子，我没有怄气，我早料到会这样了。而且我想，知州大人恐怕也不是在孤军奋战，他肯定招揽了不少当地官员，想要架空我这个王爷呢。是的，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你不用担心，我会想办法把他们一个个收服的。周堂侧过头对他灿然一笑，瞅着他的这个笑容，洛平心中反倒有些五味杂陈。他的小堂真的长大了，已经学会先一步忖度人心，算计对手了。虽说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可当他们来到那座所谓的王府前时，所有人还是为眼前所见感到震惊。云香忍不住问那小厮：“喂，你是不是带错路了？”小厮回答：“没有啊，就是这里。”说完，他捡起一块斜倒在墙边的牌匾，展示给他们看。那上面写着越王府啊！这下周堂的脸色是真的不好看了。皇上的敕封数月前就传了过来，这么长时间，他们就给他准备了这么个破败不堪的住处，连牌匾上都结满了蜘蛛网，说不准还是前代越王留下的。他好歹是个皇子，受到这样的待遇，他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那个小厮不知是怎么被他主子教导的，也是目中无人，待他们到了目的地，转身就走。周堂知道拦他无用，就随他去了。黑着脸，他推开府邸的大门，吱呀一声响，门刚开了一条缝，突然被人从里面大力拉开。周堂吓了一跳，向前踉跄一步，差点跌倒。洛平见状，赶紧伸手去扶，谁知宅子里头窜出来好几个人，撞得他也站立不稳，反倒是被周堂扶住了。怎么回事？周堂大喝一声，侍卫们立刻把那些人围了起来。此时正值黄昏，侍卫们出鞘的刀上反射着夕照的光芒，刺得那几个人慌忙用胳膊遮住眼睛，还有人两腿打颤，当场跪了下来。周堂本就一肚子火，冷不丁又被这些来路不明的人惊吓到，更是怒上加怒，呵斥道：“你们都是些什么人？报上名来！”洛平见他们头发披散，衣衫褴褛，而且个个骨瘦如柴，已经看明白了。他上前拦住周堂的咄咄逼人，他们不过是些借宿此地的流浪，你不要为难他们了，让侍卫们放下刀吧。周堂仔细看看，确实如此。想来这个宅子空置了很久，又无人看守，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就到这里来休息生活了。小夫子开口求情，周堂还算听话，挥手把他们放了，来一个眼不见为净。只是心里那个怒火呀，烧得他脸上都发红了，胸口剧烈起伏着。
好了好了，别气了，这宅子打扫打扫还是能住的。这几日我找人好好休憩一下，保证给你一个漂亮气派的王府，可好？洛平知道他委屈，放柔了声音哄道：小夫子，他们欺人太甚。是，我知道，可我们现在只能忍。洛平摸摸他的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们会为今日的怠慢和轻视付出代价的。仆从和侍卫们大气也不敢出，他们知道这种主子大发脾气的情况，只有这个叫洛平的男人摆得平，其他任何人插嘴都是找打。洛平好不容易安抚好周唐，正要往里走，居然又从门里出来一个人。周唐气不打一处来，推了那人一把：还有完没完了？你把本王的府邸当茅厕吗？磨磨蹭蹭的，快滚！滚！那人个子很矮，看着还是个小少年，身板又瘦弱，被他这么一推，整个人跌在了地上。周唐还要赶他，被洛平喝止住了：小唐，不要闹了，你没见他腿脚不好吗？周唐愣了愣，看那少年艰难的爬起来，拖着一条腿一步步往前走着，也知道自己有点过分了，没有再为难他。可他觉得洛平为这么个人教训他，语气也太重了，绷着脸就有点不高兴。甩袖进了宅子，他命令仆人们赶紧把府邸里里外外都打扫干净。趁他坐在庭院的树下生闷气的档口，洛平重新给仆人们下达了任务，今晚就把几个房间收拾出来，能住人就行了。可是王爷说没关系，他要问起来我会解释的。你们做自己的事去吧，王爷心情不好，不要在他面前晃。是，知道了。有他做担保，仆从们放心多了。当晚收拾出了一间主卧2间厢房，还有几个大通铺，云香去买了些吃的喝的，一行人就这样凑合着住了。晚上就寝时，周唐还有些闹别扭，难得没要跟洛平睡一间房，自己回房间蒙头就睡。洛平知道他只是一时憋屈，想开了就好了，摇了摇头也就睡觉去了。小夫子，你已答应为我写即位诏书了，为何还不过来？小夫子，你来我身边好不好？过来吧，那里都是火，你的衣角要烧着了。洛木泉，算我当初看错了你。应晨啊，当时年少不知愁，恰逢君似彤云出岫。未曾想，如今恨怒泉作酒，烈焰焚天，烧不尽我亡国仇。梦境里的火焰从衣角烧上来，一层层的带着浓烈的焦臭味，热气蒸腾，把他眼里的愧疚和悔恨都蒸干了。好热！洛平挣扎着从梦境中醒来，睁眼一看，有以为自己在梦中。四围火光大盛，烧得木质房屋噼啪作响。洛平一下子翻身坐起，被熏得猛呛了几口。他猫着腰赤着脚跑了出去，大喊道：都醒醒！着火了，快救火！救火！小唐，小唐！不管不顾的往周唐所在的房间跑去，他听见自己肋骨一般的心跳声。幸好刚跑到那间房门口，就撞上了罩着棉被从里面出来的周唐。我在这里！周唐猛地扎进洛平怀里，小夫子，我好好的，什么事也没有。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洛平心中稍安。你怎么样？受伤没有？没有，我也没事。不知这场火是怎么烧起来的，大家起先都忙着救火，可眼看正殿几间房子实在保不住了，为了安全着想，也就放弃了。周唐知道扑灭无望，丢下水桶要往外跑时，突然发现一直在身边的洛平不见了。他喊了几声没得到回应，脑子里轰隆一声变得一片空白，被云香拽着跑了出去。小夫子呢？他人呢？他逮人就问。周围一片杂乱，没人知道洛平在哪。周唐急得发疯，甩开侍卫就要再冲进去找人，此时终于看到洛平从里面跑了出来。洛平手中似乎抱着什么，他的中衣衣角上着了火，也顾不得扑灭，好些头发被烧得蜷曲起来，脸上也被熏得乌黑，好像还带着血迹。小夫子，
你去哪里了？我去救人。洛平喘着粗气，放下怀抱中的东西说，这孩子大概实在没地方去，又回来偷偷睡在偏殿的屋檐下，他腿脚不好，又被火势困住了，根本跑不动。我就……周堂定睛一看，原来竟是之前那个被他推了一把的小瘸子。转眼再看到小夫子一身狼狈，面颊上的血滴滴答答落下来，当下就火了。就为了这么个无关紧要的人，你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吗？洛平皱眉，无关紧要，这是人命啊！你怎么能这么说？你不是答应过吗？你是我一个人的小夫子，对其他人那么好做什么？你要是出了事我怎么办？就为了这个瘸子，你就不管我了吗？小唐，你不要无理取闹，这孩子是无辜的，是人都有怜悯之心，难道不该救他吗？周唐气得口不择言，脸上浮起一个冷笑，怜悯之心？你也有怜悯之心吗？装什么大善人啊！在大理寺的时候，死在你手底下的冤魂还少了吗？洛平的脸色倏然变白，嘴唇微微颤抖着，抬手就要给他一巴掌。然而这一巴掌终究没有扇下去，他慢慢放下了手臂，转过头对众人说了句我去找大夫，便拉起地上受了惊吓的孩子，走出了巷口。小夫子，话刚出口，周堂就后悔了。此刻他的脸色也是煞白，他知道自己错了。他知道的，小夫子在大理寺的时候也是身不由己，大多数案件他都是秉公办理的，所以虽然有人说他无情，但风评一直很好。就算真的有冤案，罪魁祸首也不是他，他只是看到小夫子对别人好就害怕，他害怕自己最珍贵的宝物要被人抢走了，他想让小夫子只关心自己一个人，这样强烈的嫉妒烧掉了他的理智。望着洛平隐没拐角的身影，他忽然觉得心里一痛，随即追了上去，可是又不敢搭话，只好亦步亦趋的跟着。而洛平就像不知道他跟在身后一样，扶着那孩子径直走向了一间药铺。周堂抿了抿唇，是的，小夫子生气了，但这不要紧，他总能让他消气的，他不会让他失望，不会让他伤心，他要把小夫子抢回来。洛平听见身后走走停停的脚步声，觉得胸口发闷，好像那一步步都踏在他心上一样。周堂的这句无心之言，把他记忆里最难看的部分翻了出来。确实，他的怜悯之心早就被狗吃了。当年在他面前死去的人数不胜数，那都是与他有过交情的人，有的甚至是他的恩师旧部，可他却只能见死不救，连一点努力都没做过。他眼睁睁看着他们葬身于墨城的火海，他们殉了国，而他殉了良知。洛平并不是在气周堂的口无遮拦，他气的是原来自己这一世竭尽全力的试图矫正错误，到头来最先看不起他的竟然是自己一手教导的学生。手掌拍上药铺紧闭的木门，洛平高声喊道，大夫，大夫，开开门，有几个伤患要请您看一下，大夫。隔了好一会儿，木门打开了，开门的是个须发斑白的老大夫，一边披衣一边抱怨着，三更半夜的扰人清梦啊。洛平连忙道歉，对不住了大夫，劳驾您先给这孩子包扎一下胳膊上的伤口，他流了很多血，然后再跟我跑一趟越王府，那边还有几个人被火灼伤了。越王府灼伤？老大夫看他们破衣烂衫的样子，很是吃惊。那宅子不是空了好多年了吗？什么时候住人了？还有你们是谁？怎么搞成这样？洛平正要解释，身后传来一个清亮的声音，本王是当朝七皇子，皇上亲封的越王，今日刚到此处，不想宅邸无故起火，现下情况紧急，请大夫赶紧施救吧。他说的谦恭却威严，虽是一身狼狈，但那样傲然而立，与生俱来的贵气完全把那老大夫震慑住了，丝毫没有怀疑他的身份。大夫颤巍巍地说，草民拜见王爷。周堂扶起他，不必多礼了，救人要紧。是。老大夫不敢耽搁，让那个小少年坐下来，仔细查看起他的伤势。小少年的胳膊上有道很长的伤口，还有焦黑的烧伤，看样子是被燃烧的木柴划伤的。
大夫给他包扎的时候，他一声也不吭。事实上，从头到尾他都一声没吭过，只用一双隐在乌黑脸庞上的大眼睛瞅着洛平。周藏狠狠瞪了他一眼，站到他与洛平之间，隔开他的视线，心中愤愤，哼，臭瘸子还是个哑巴。然而面对洛平，他又是另一副模样，扁着嘴，委委屈屈的样子，嗫嚅道：“小夫子，你坐下来休息一下好不好？有没有哪里受伤？额头好像流血了，痛吗？”老大夫正在挑木刺的手微微抖了一下，心说这王爷变脸变得真快，刚才还盛气凌人的架势瞬间就烟消云散了，看来那个和和气气的年轻人来头也不小啊。那不是我的血，是那孩子的血。洛平语气冷淡：“我没受伤，不劳王爷费心。”听他称呼自己王爷，周藏更委屈了，拿了人家大夫的干净布巾，沾了水凑近洛平：“那我给你擦擦脸好不好？”洛平见他这样低声下气的，心里也不好受，干脆扭过头不理他。周藏咬咬牙，就当这事默许了，硬是拉他坐到椅子上，小心翼翼的给他擦脸。老大夫用来清洗病患伤口的布巾被占用，当然是不敢抗议的，只得重新拿来一个。敷药时，小少年哼了一声，大概是疼得很了。洛平问了句：“没事吧？”小少年还是不吱声。老大夫代为回答：“没事的，这药里头稍微加了一点盐，促进愈合的，就是会有点痛感，很快就会消下去。”周藏又瞪了那孩子一眼，谁知这回那孩子居然瞪了回来，气得他差点把布巾扔他脸上。大夫顺道看了看小少年的脚，发现并不是什么陈年顽疾，而是最近被什么毒草划破了，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导致淤肿化脓，还是有得治的。他把这情况跟洛平说了，洛平让他给小少年先处理一下，等去过越王府看过其他伤患之后再好好医治。于是大夫又给小少年包扎起了脚踝。说到脚，周藏突然想起来，小夫子是光着脚出来的。他光着脚去喊自己，光着脚灭火，光着脚救人，一定磕得很疼。周藏看了看洛平的脚，上面果然都是细小的伤口，布满脏污。他想了想，对老大夫道：“给那小子包扎完，就先看看他的脚。”见小夫子满脸不赞同，他解释说：“那边烧得浓烟滚滚，与其让大夫赶过去，不如把人都带过来。那些不能走的，就让人抬过来，你就不用担心了。”大夫回说是，洛平没说话。周藏转身跑回去，此时越王府的火灾已经惊动了周边的一些百姓，怕受鱼池之殃，大家纷纷提水救火，这会儿火势倒是下去不少。周藏冷静的指挥人们运送伤者，同时叫云香找来一双软靴，急急忙忙又赶去了药铺。10几名伤者摆满了大堂，却不见洛平和小瘸子。问了忙得团团转的大夫，回答说在后堂休息呢。周藏便又跑去了后堂，刚进去，映入眼帘的画面差点让他把肺给气炸了。洛平坐在那里，微微侧着头，那个小少年单脚立在一边，撑着洛平的肩，伏在他身侧，与他靠得极近，嘴巴贴着他的耳廓，很亲昵的样子。臭瘸子，你干什么？周藏看不下去，走上前一把拉开小少年，不过这次他考虑到他的脚伤，没有直接把他扔出去，而是揪到了旁边的椅子上。王爷！洛平喊了一声，语气很是不悦。周藏假装没听到，笑着从怀里拿出软靴，蹲下身，轻轻给洛平套上，尽可能不碰到那些被纱布包裹的伤处。洛平觉得有些尴尬，下意识的往后退了退。不用了，我自己穿就行了。周藏却固执的亲手给他穿好，扬起脸说：“小夫子，我给你赔罪。我那时候急昏了头，说的尽是混账话，对不起，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你不理我，我好难受。被他那样乞求的眼神望着，洛平再硬的心肠也招架不住。他拉起周唐，替他拍了拍衣摆上的尘土，叹了口气道：“小唐，你这样像什么样子？堂堂越王，向我一个平民百姓卑躬屈膝，你也不怕别人说闲话？”周唐一听洛平开始数落自己，顿时心花怒放。他就知道小夫子肯定不会恼他太久的。表面上硬邦邦的，其实小夫子对他一向心软，
这感情可不是什么突然出现的来路不明的流乱能攀得上的。斜眼瞥瞥那个小少年，周唐露出得胜的笑容。谁会说闲话？这个哑巴吗？洛平道：谁说他是哑巴？啊？他会说话吗？那装什么哑巴？说一声来听听啊！周唐不屑地看向他，谁知那孩子比他更不屑，在洛平看不见的地方用力剜了他一眼，剜得他一怔，这眼神太欠抽了。他只是怕生，胆子小。刚刚你过来时，他正在跟我说话呢。小唐，你别一会儿瘸子一会儿哑巴的喊他，他有名字的，叫婷婷。周唐气急反笑，婷婷？那好，婷婷，你刚刚跟他说了什么？再说一遍给本王听吧。婷婷安安静静坐着，又一声不吭了。真是越看越不爽，还是把他扔出去吧。正当周唐的火气蹭蹭上涨的时候，洛平的一句话让他瞬间冷静下来。他告诉我说，他知道是谁纵火烧了越王府。婷婷，别害怕，把你刚刚说的再说一遍吧。洛平对小少年笑了笑，鼓励他开口。周唐也收起了挑衅的语气，喂，你真的看到有人纵火吗？是谁？什么模样？婷婷终于肯说话了，不过声音还是很小。3个人，他们在寝殿的西南边点火的，我睡在那边的偏殿，火烧起来以后他们就跑了，我想去扑灭，但是你认得出他们的脸吗？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不要急，慢慢想。洛平不自主的拿出大理寺卿的威严来，婷婷觉得有点紧张。太暗了，我没有看清他们的脸，但我听见他们说要给新来的什么大官一点颜色看看，告诫他不要招惹匪寨。匪寨的人？周唐蹙眉，他们怎么知道我来了？婷婷看起来很是惊讶，你就是那个大官吗？周唐又想把他扔出去了，我不仅是大官，我是越王。婷婷低头想了想，单脚跳到洛平身边，凑近了小声说，你的官一定比他大吧，我看他那么怕你。洛平脸上没绷住，扑哧一声笑出来。周唐也听见他说的了，瞅了瞅洛平，脸上微微发红，有点哭笑不得。好了，说正事，婷婷，你听到他们提到是哪个山寨吗？洛平问。他们没有说，但我看见他们脑袋上都缠着红金子。我听人家说过，这样的人都是红金寨的盗匪，可凶悍了。红金寨，洛平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这时云香从门边探了个头出来，周唐道，进来吧。云香感到气氛有点怪异，来回看了3人几眼。有什么事？王爷，奴婢方才在王府的匾额上看到了这个，想着可能是挺重要的物件，就拿来给您和骆大哥过目。说着他递上手中的东西，那是一方深红布巾。洛平接过他翻看了下，随即展言，这就对了，我就在想该有这么个东西，否则他们房子不是白烧了吗？红金子里包着一封恐吓信，无非是叫越王当心点，不要随便在他们的地盘上撒野云云。哼，越州的这些匪寨当真猖獗，通方的知州是吃白饭的吗？有盗匪进城里杀人放火，他居然一无所知，竟想着要与我作对。洛平道，越州的地方保护一向很严重，对于地方官来说，你这个京城来的王爷恐怕还没有盗匪更亲切，所以你今后要更加小心，两者都要防。我知道，问题是那些盗匪怎么知道我来了？难道是知州给他们通风报信？那岂不就是官匪勾结？洛平沉吟一会儿，未必，不能这么早下判断，也许是我们巡游时被他们的人撞见了，起了疑心，一路跟踪也有可能。明日会面时可以试探一下知州的态度。他记得上一世并没有这场灾祸，很可能是因为当年他们没有做什么引起盗匪注意的事，而这次他们大大方方的巡游越州，难免会被人察觉身份。这间屋子里的气氛更加严肃压抑，婷婷和云香都很不安。半晌，周唐忽然笑了起来，眼中光华流转，小夫子，我明天不去见知州了。不去见？
这不太好吧？我堂堂越王，何必巴巴的去见他？说来说去，不过是个礼数。我决定散发请帖，宴请通方大小官员，以父皇的敕封为名义，在宴会上一一召见，这也算是给了他们大面子了吧？洛平点头，认为这个法子很好。可是我们在哪里宴请官员？通方的官员少说也有数十号人吧？要向知州大人借用宅邸吗？周堂负手而战，小小的知州宅邸怎么行？本王不是有自己的府邸吗？只不过被烧得有些脏乱罢了。正好请他们来参观一下，知州大人给皇子安排的住处是多么别出心裁。脑中想象出那幅场景，洛平勾起一抹笑意，摇头叹道：小堂你真是，我真是怎么？真是太淘气了。周堂眉眼弯弯地挨到他身边，小夫子原谅他了，这比什么都重要。他心情大好，只出了一件让他不开心的事。洛公子，带我一起回那个大房子吧。洛公子，带我一起回那个大房子吧。婷婷央求道：关你什么事啊？周堂横眉竖目。好了，小堂，这孩子之前就闹着要向我报恩，他无依无靠的一个人，也挺老实的，不如就让他到王府里做个小厮吧。这几日府里忙乱，他也可以帮忙打打下手啊。我养不起他。周堂坚决不同意，什么老实？我看他根本一肚子坏水。洛平叹气，既然这样，那就不麻烦你了。他就做我的小厮吧。孙大娘留在京城了，正好我身边缺一个照顾的。小夫子，你这么偏袒他干嘛？周堂快被怄死了。不过小夫子终究是小夫子，一句话就把他摆平了，因为他跟小时候的你很像啊。周堂愣了愣，没有再激烈的反对，但还是不屑道：他又丑又脏，哪里跟我像了？洛平笑说：他的性格跟你一样，越想跟谁亲近，就越要跟谁抬杠啊。周堂看了躲在洛平身后用力瞪自己的小少年，半点也没理解小夫子说的什么意思。折腾了一晚，大家都没睡好。清晨时回到越王府，火已经熄灭了，只是正殿全塌了，周堂和洛平的房间也都给烧没了，整个王府里尽是断壁残垣，惨不忍睹。不过当下谁也没工夫感慨，各自到偏殿扫出一块地方，倒头就睡。受了一夜惊吓，再加上救火、抢救重要物资、救人，谁也没那精神去照看别人了。云香给周堂扫出一块干净地面，然后不知从哪儿找了些旧褥子铺在上面，侍候着他睡了。自己在一旁的桌上趴着，很快也睡得不省人事。洛平守在周堂身边，一开始怎么也睡不着，就拿出那块红巾包着的恐吓书仔细看起来。寥寥几句话被他看了数十遍，倒真是看出一点门道来。写这封恐吓信的人绝不是寻常的山野莽夫，他字迹工整干净，力透纸背，措辞显然也是斟酌过的，甚至有些大家风范，不知那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做着不着边际的猜想，他也不知自己是怎么睡着的。这一觉睡得天昏地暗，想要睁眼时是肚子叫得太响，把自己给吵醒了。刚醒来，洛平就听见外面吵吵嚷嚷的，还有大伙儿吃东西的呼啦呼啦声。周堂、云香和婷婷大概都在外面。洛平正要起来，房门就被推开了，不过没人进来。他看见两个少年在门口掐起架来。周堂手上捧着一碗粥，而婷婷正在跟他抢。你干什么呀？快放手！放手！小夫子肯定饿坏了，我去端给他吃，你滚一边去！这是周堂，凭什么我煮的粥要让你端去啊？你不要抢我功劳！你这个又傲慢又臭屁又讨人厌的混蛋！这是婷婷。两人拐着对方，谁也不肯让步，像两只龇牙咧嘴的小豹子。洛平走过去接过饭碗，行了，别吵了，我自己端。两个少年齐齐扭过头去，后脑勺冲着对方重重哼了一声。云香在旁边憋了半天，实在憋不住了，捂着肚子笑倒在地上。洛平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周堂从小到大都没有一个可以互相扯皮、互相挖苦、互相掐架的朋友，有婷婷陪着他闹，
才显出一点年少气盛的模样。而婷婷原本很阴沉，话也很少，这下终于放开来打闹了，很有点阳光少年的样子。这碗粥煮得很到位，清香软糯，配着用盐渍过的细碎小菜，让人吃得相当舒坦，还能边吃边欣赏两个少年斗嘴。洛平觉得收下婷婷这个小厮真是太值得了。之后的几天，王府里做了大幅度的修缮和清扫，变得像样很多。牌匾重新让人裱过，雕梁画栋什么的也让人重新上过色，整个门脸看上去颇为气派。可一旦跨进门里，照壁断了一半，上面还都是黑灰，正前方的大殿乱七八糟地摊在那儿，有一半偏殿跟毁容了似的，歪歪扭扭的立在那儿，都是周堂故意让人不要清理的。另一半偏殿和后院倒是修缮一新，还加上了亭台楼阁，煞是好看。于是在一圈整洁大气、美轮美奂的建筑中，那几处特别丑陋的房屋就显得格外扎眼。与此同时，洛平为周堂拟写了请帖，用上共沐皇恩、祈福大成之类的让人无法拒绝的话，以及皇上敕封越王时说的几句厚望，一并送到了越州各个官员的手中。在宴会举行的前一天晚上，洛平不大放心，过来找周堂长叹了一番。他问周堂：“明日你要做些什么？”周堂笑着把他拉坐下来：“小夫子，我就知道你今天要来考我，我早就想好了。说来听听。”“我明日要做的只有一件事，立威。”“如何立威呢？”“那要看针对什么人了。”周堂的眼里发着光，对那些暗地里要跟我作对的恐吓，对那些光明正大触我眉头的施恩，对那些油腔滑调的墙头草，还有压根就没胆子过来赴宴的，放一些有利于我们的消息，他们自然就会倒过来。洛平点头：“那么你想过怎么对付知州大人吗？”周堂敛了神色：“就是这个杨知州，我还没想好怎么对付他。这2日都派人来问候我了，不过人都被我挡在了外面，他这样若即若离的态度很难办啊。”洛平替他解惑：“对这个杨奇云，你暂时什么也不用做。”“哎，怎么说？他不是在集结自己的势力吗？我们作为外力，想要攻陷他们的联盟很难，但是如果来一场反间，用他自己的势力对付他，就会容易得多。所以把他放在最后吧，只要收服了他手下的几个心腹，他自然会倒台。”周堂听后恍然大悟的样子，殷勤的洛平斟了杯茶：“小夫子说的对，就这样办。”洛平抿了口茶，缓缓说道：“小堂，其实你自己早就想好了吧？”周堂机不可察的僵了一下：“小夫子，你在说什么啊？我要是想到了，才不会请教你，肯定要显摆给你听的。”洛平摇了摇头，没说什么，只于清茶的苦涩慢慢滑入喉中。不得不说，周堂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现在不是他离不开他，而是他习惯于这种依赖，在假装离不开他。洛平想，这一世不能像当年那样自以为是了，当帝王完全不需要自己扶持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抽身，再不贪恋那最后一点温情和最后一点虚权。宴会是在后院布置的，要到后院，必须要经过那一堆烧成灰的正殿。周堂一想到那些官员看见越王府正殿时的模样，就笑得肠子打结。所有官员都是一副极度震惊的表情，尤其是被冠上多谢知州大人赠予晚辈的豪宅这句话的杨奇云，脸色黑的跟锅底似的。在云香的特意装扮下，周堂着银白云纹广袖袍，配洒金古朴垂丝带，将墨城与越州的服饰融合在一起，衣服十分合身，衬得他面如冠玉，如出尘的仙灵童子，一身少年身形尽显，犹带一丝天真无邪。周堂自己不甚满意这套装束，事实上他更喜欢千岁绿的衣服，只是那套衣服是小夫子建议的。小夫子说，初次登场不要给他们留下成熟深沉的印象，这样单纯弱势的装束可以瓦解他们的一部分戒心。于是他就老老实实听话了。开席时，周堂端起酒杯敬所有官员：“今日本王诚邀越州各位官员，一来是想与大家一起感念皇上福泽，二来是想向大家请教一下关于越州的风俗人情，三来是想和大家共同祈愿，望天地眷顾我越州河山与百姓，佑越州兴盛，大成万昌。”
又越州兴盛，大成万昌。他这几句话说的谦逊，给足了越州官员面子，同时也很有深意。本王既然来了此处，便是身负皇命天命，谁要与我过不去，就是和皇上过不去。因此，即使有些人不大情愿附和他，也不得不张嘴饮一口酒。骆平身无官职，只是平头百姓一名，自然无法坐于席上。他偏安一隅，在角落里静静注视着高处的周堂，眼中映着他自信傲然的风姿，心里颇为欣慰，自己教导的孩子终于长成了这样优秀有担当的人。菜过5味，周堂缓步走下高阶，云香在他身旁捧着酒壶跟随，看样子是要敬酒。先进之州，他说了一堆客套话，却只字未提火烧正殿之事。在进通方知府，他慰劳他治理通方费心费力，那知府正满面红光道谢时，他却又冷不丁说了句，就是治安似乎有些疏忽啊。知府愣了愣，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下，不得不硬着头皮问：王爷何出此言？周堂饮罢杯中酒，故作怅然的望了眼正殿的方向。数日前，本王出来此地，还没在自家宅邸睡上一宿，便遇上了纵火之事。当晚火势很大，小半个城的人都惊动了，却未见知府大人派一员前来营救。本王不由猜测，那场火莫不是通方欢迎本王的某种仪式？此乃越州风俗，是本王少见多怪了吗？他话里藏刀，把这个怯懦的知府说的手中酒杯直抖，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倒是一旁的知州插话了：王爷误会了，这几日我与知府大人对此事展开了调查，发现纵火之人与红金寨匪有关，和我们并无瓜葛。周堂转一笑，那真是多谢杨知州了。他要的就是这句并无瓜葛，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样说，若是真无瓜葛，到时就该两相合作共同剿匪，若是被查出有个什么瓜葛，他便可以借此治他官匪暗结的罪，看那时还有谁敢护他。众人原以为他只会敬知州知府两人，谁知周堂居然一个个敬了下来。大到守城大将军，小到九品县令，他一个也没落下。而且他当真贯彻了自己所说的第二件事，详细询问越州的基本情况、风俗人情，时不时面露讶异，诚恳请教。哎，西昭有些商人是持有免查的通关令吗？东边的树林常有沼气，那么那边的居民如何生活呢？同时他也不忘与官员们聊些轻松的话题。枫林县的西瓜真那么好吃吗？下次本王定要亲口尝尝。哈哈，吴县令正直清廉，断案果决，让本王想起一位墨城的故人啊。遇上政绩斐然的官员，周堂便大赞其功，还赏他一些墨城的精致特产作为治理越州的答谢。遇上那油腔滑调的墙头草，他就说两句同样油腔滑调的话。有人油滑道与他说黄段子，他甚至凑上前去小声回了他一个黄段子。那人实在没想到，这个看上去清纯天真的少年王爷居然更胜一筹，结果自己闹了个大红脸。周旋于数十位官员之间，几乎所有人都被他顺了毛，对他的印象由高傲稚嫩的皇子变成也许可以交流一下的王爷。只有一个人在暗处慢慢蹙起了眉头。洛平看他酒杯一遍遍倾倒，不由有些担心，这孩子尚不知自己酒量深浅，饮了这么多，不知醉了没有。周堂席间时常向他飘来征询的眼神，大概是想向他确认自己做的对不对。当他敬完最后一个人向他投来注目时，洛平知道自己的担心应验了。完了，用力过度，真的醉了。周堂醉了，他双颊晕着酡红，步履有机不可察的飘忽。此刻洛平只能希望他保有最后一点理性，坚持到宴会结束。好在周堂总算控制住了自己的言语和行为，面带微笑的送走了各位官员，没有表现出什么异常。云香注意到主子的醉意，等到客人都走后，扶着周堂站起来。果然，这一下周堂根本没站稳，堪堪向前扑倒过去。云香一下子没有拉住，就听咚的一声，越王的脑门磕在了案几上。周围的侍卫连忙过来搀扶，周堂被那一磕缓过点神智，冲他们摆了摆手，不用，本王可以自己走。
他不肯在这些部下面前示弱，那只能死要面子活受罪。一步一踉跄，拖得云香都吃不消了。洛平无奈，上前挽起他的胳膊，对侍卫和其他仆从说：“交给我和云香吧，你们布好王府的防卫就行。还有，明日一早就让人来修葺正殿和偏殿，不要耽搁。”是。云香事先准备了醒酒汤，可大概是酒的后劲上来了，周唐一碗醒酒汤刚下肚，转瞬间就吐了出来。宴会上他压根没吃几口菜，看他吐的几乎都是清水。洛平在旁边直皱眉。云香，去打点热洗澡水来。洛平架着干呕的周唐说：“不要，热的，好热，我要冲凉。”周唐迷迷糊糊的提出要求。洛平理都不理他，别听他的，要热水。云香知道这事该听谁的，好的，我知道了。云香一出去，周唐就开始耍起了无赖。洛平也弄不清他是在借酒发疯还是什么，总之他一刻也不得安生，蹬着腿嚷嚷：“我要冷水，我要喝冷水。”给他喝了点温水，他又抱上他的腰：“小夫子，我今天表现怎么样？你夸夸我吧。”洛平顺了顺他的后脑勺：“之前你表现得很好，很有皇家气度，又不显得高高在上，把好些人都镇住了呢。但现在你的表现糟透了，小唐，你给我坐直了。”周唐自动忽略了他的后半句：“哈哈，我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你很满意了。”他感觉到贴近自己脸颊的那双手凉凉的，便不自主的往那里靠，拽过洛平的两只手放自己脸上冰着，发出了舒服的叹息。洛平动也不能动，瞅着他眯眼打盹的神情，也实在不忍心推开他。于是云香和婷婷抬着水桶进门的时候，看见的就是周唐死活赖在洛平身上的样子。婷婷毫不客气的大笑起来：“哈哈哈，看他那个样子，哪有下午半点神气？这样抱着洛公子撒娇，他也不嫌害臊。”周唐虽然不很清醒，但跟婷婷拌嘴的力气还是有的。“你进来干什么？”“哥，本王的房间也是你进得的吗？”“快出去！”“哥，真是的，整个屋子都变臭了。”“哼，这破房间我才不稀罕进来呢。”婷婷不屑道，迈着高傲的小步子出去了。“云香，你也出去，本王要洗澡了。”“奴婢遵命。”周唐洗澡一向不需要他服侍，不过今天有点特殊。云香抬眼看了看洛平，洛平笑笑说：“你也累了一天了，早点歇息去吧，这边我来照看着就好。”“是。”云香这才退下。洛平把周唐的衣服剥光了，直接往热水里一丢。周唐起先还没什么反应，紧接着就跳起来往外爬：“热死了，热死了！我说了要冷水，怎么不是冷水？”洛平暴毙，看他乱扑腾：“你不想染上风寒的话，就老老实实待着。”周唐见硬的不行，就开始用软的磨，用水汪汪的眼睛盯着洛平道：“热死了！”被热气一蒸，他脸上绯红一片，额头渗出了密密的汗，加上乞求的小眼神，确实挺有杀伤力的。洛平让步了，不过也没让多少，拿布巾在冷水里浸了浸，附在他额头上。周唐稍微舒服了一点，也没力气得寸进尺了，就靠在了水桶边缘养神。空气中散发出蒸腾的酒气，洛平闻着差不多了，把他捞上来擦干，用被子裹了，扔到床上。周唐就跟蚕茧一样躺那儿，总算安分一点了，说了两句胡话就睡着了。洛平长长舒一口气，已是满头大汗。他难以理解，为什么周唐明明是个少年样，抱起来却那么重。时辰还挺早，但这时候他也没有精力好好打点自己了，随便抹了抹身上的汗水，就陪卧在了周唐身边，打算在他起夜或者要水喝的时候照顾着。想是这样想的，大概是真的累坏了。洛平没想到自己今晚睡得那么熟。听到枕边有微小的动静，好一会儿洛平才撑开眼皮，转头看了看床帐中的情形，就见周唐赤身裸体的粘在他身上，盯着他猛看。被他看得有些怔怔，热气漫上洛平的耳后根：“小唐，怎么了？”“小夫子，周唐的瞳孔在黑夜中亮若繁星，你让我摸摸吧。”
洛平吓了一跳，怀疑自己听错了。什么？周唐又说一遍，小夫子，你让我摸摸就好。这回没等他回答，他直接伸手摸上了洛平的耳垂。周唐乱七八糟的思路里是这样想的：小夫子的耳廓很好看，而且很有趣。每当他害羞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脸上虽看不出来，但一看耳垂就知道了。粉粉的又饱满，像一颗光滑的珍珠，让人想去触摸，甚至想去亲吻。平时周唐是不敢的，小夫子不知道为什么总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尽管两人之间通常比谁都亲近，但有些于理的事，洛平是绝不会允许他做的。现在这个机会真是很好，反正他头脑不清醒，只是睡着，闻到身边人熟悉的味道，就自然而然的醒了。自己做了什么，自己也无法控制。洛平被他捻着耳垂，咬着牙，一时不知该怎么动作。理智让他推开周唐，可是私心上他又十分怀念这样的碰触。当然，那双手比周唐现在这双手要大得多，但都一样温暖。正愣神间，周唐突然凑上去，一口咬住了他的耳垂，热乎乎的鼻息拂过耳孔，轻轻的啮咬和吮吸令洛平全身剧烈震颤了一下。小唐！周唐只抬了一下头，舔着嘴唇笑笑，又锲而不舍的埋下头去，如同发现了什么特别好吃的东西一般。不仅如此，他又开始吸吮洛平的脖颈，吸着好久都不放。洛平又羞又怒，又不敢揍他，感情你是把我当奶嘴了吗？他不知道周唐究竟是怎么想的，他只知道自己的情欲被挑上来了。过了好久，周唐才松口。洛平觉得自己的耳垂和脖子刺刺的疼，他连忙起身披衣，后半夜是坐在桌边度过的。他在黑暗中点了一支蜡烛，盯着他烧啊烧，一直烧到完全熄灭，而他仍然保持着那一个姿势坐着。欲望渐渐平息下去，东方既白，洛平忽然自嘲的笑了起来。情欲这种东西早在上一世就该燃烧殆尽了吧。第二天，周唐浑浑噩噩的爬起来，额角还有点突突，但总体来说还算精神。刚睁眼就看见小夫子背对着他坐在椅子上发呆，他忽然起了玩心。巧生穿好鞋子，他蹑手蹑脚的走到洛平身后，一把蒙住他的眼睛。手掌下的触感有些凉凉的，是小夫子清晨的体温。令他失望的是，小夫子一点都没有被吓到。他悻悻的松开手，小夫子，既然知道我醒了，你怎么不回头看看我呢？洛平微微侧头，王爷，你是不是觉得很无聊？那我跟你说说正事吧。周唐的眼神忽然一凝，咦，小夫子，你的耳朵和脖子怎么了？怎么都红肿起来了？被虫子咬的吗？对，虫子咬的。洛平冷淡地说。周唐摸了摸自己的脖子，我怎么就没有？小夫子，看来你很招虫子啊。明日我便让他们点上驱虫的熏香。不用这么麻烦，我自己的房间里没有这种虫子，我睡那儿就行了。那怎么行？没你在身边，我睡不安稳。周唐皱着眉头说，真的也不晓得怎么搞的，你一不在我就会做噩梦，梦见什么也记不清了，就觉得梦里面特别冷，就好像躺在雪地里一样。洛平稍有些愣神，但仍旧淡淡的，罢了，随你吧。周唐笑开来，喊了云香一声，说要吃早饭。云香回说知道了。然后他转向洛平，小夫子，你刚刚要跟我说什么正事？洛平道，对于红金寨，你打算怎么办？周唐想也没想的回答，绞杀。你打算什么时候绞杀呢？等我收服几个将军吧，才好借用他们的兵力。时间当然是越快越好，他们为非作歹，杀人放火，早一日除掉，早一日清净。我想大概在今年年末吧。洛平摇了摇头，不可。为何不可？我调查过他们的一些事情，红金寨是越州第一大寨，自成立以来，短短3年，吞并了台梁山大大小小14个匪寨。如今有各个专门的机构，有负责打探消息的，有负责打劫的，有负责分赃的，这等规模，他们的实力不容小觑。
你出来此地，根基未稳，尚不能跟他们抗衡。那怎么办？我总不能什么都不干吧？你现在要做的就2件事，一件是安抚饱受匪寨骚扰的百姓，争得民心；另一件事，洛平的指尖轻叩桌面。等什么？等一个人。等人？那人是谁？什么时候来？大约明年此时吧。洛平心算了一下，说：他不敢妄自居功，上一世协助周唐破去10数个匪寨的人，并不是他，而是另一个人。他没有信心可以保周唐全身而退，但他相信那个人一定可以。当年那人就是那么突如其来的出现在了周唐身边。又是一年申春至，青年牵着马匹入城，缓步走在通方的街道上。他一身朴素布衣，却难掩那番俊逸脱俗，眉宇间似有道不尽的自信与风流。与越王那样锋芒毕露的少年英姿不同，这位青年的风采很是内敛。他身材高挑挺拔，眼眸中沉淀着稳重，一步步行来，并不十分引人注目，但和他擦肩而过的女子常会驻足回望，悄声询问同伴，那是谁家的葛一郎。青年行至繁华集市，在一处路边的茶摊停住。大概是旅途劳累饥渴，他连喝了2大碗茶，润了润喉咙。他温文有礼的询问茶摊老板，请问越王府该往哪里走？老板一边收拾邻桌，一边笑答，不远了，就在前面的猪巷里头。多谢。青年又叫了一碗茶，这次是慢慢的喝了，顺便跟老板闲聊了几句。这阵子好些人打听越王府呢。老板说：哦，怎么讲？最近几天越王发了张昭勇榜，说是要集结有志之士一同剿匪，现在隔3差5就有人要去拜访。是吗？难怪通方看起来这么热闹。青年不置可否，只是抿茶的嘴角微微弯了弯。他也是听说了越州昭勇榜的事，才不远千里过来的，不过那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他问：这么说，那个越王是个了不得的大人物？老板抓了抓头，也谈不上什么大人物吧，反正我看着还是个孩子呢，不过确实有那么点本事吧。半年前他刚来的时候，就在通方闹了不小的动静呢。他干什么了？见他露出感兴趣的样子，老板趁机又给他添了一碗茶。我跟你说啊，他刚来的头一晚，王府就起火了。他命大没被烧死，但按常理说，总该受点惊吓吧。谁知他没2天就大宴宾客，而且就在那个成了废墟的王府里。你说这个越王是不是挺不同寻常的？哎，说起那场火呀，那叫一个大，半个通方都照亮了，不同寻常。确实挺不同寻常的。那个在京城一事无成的七皇子，为何一到这个偏远的地方就变得不同寻常了呢？还是说，果真如他所想，从头到尾都有那么一个人在他身边出谋划策？青年走到猪巷中，这里反倒没有外面那么热闹，红色的大门紧闭，2个侍卫威严赫赫的把守着。他皱了皱眉，暗忖道：这哪里有招贤纳士的样子？莫不是那些老百姓夸大其词了？行至门前，他上前一揖，正要说话，被其中一名侍卫打断了。阁下不必拘礼，今日不巧，我家王爷有要事不见客，还请明日再来。我家王爷说了，若是有什么不便之处，明日定当亲自赔礼。守门的侍卫虽说样子吓人，但说起话来恭顺有礼，半点也没有仗势欺人。青年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心中不由笑叹，这个越王果然有一手。什么不便之处，什么亲自赔礼，说白了就是不管有钱没钱，你先去客栈住一宿吧，账可以赊着，明天由我来付。看来这个越王也知道，以自己现在的威信，前来投奔的未必是什么大贤士，多半是过于穷困或者走投无路的人。这些人不为别的，就为混口饭吃，不高看自己，也不高看别人，放得下架子，认得清现实。所以说，这个不满15岁的越王究竟是怎么做到如此滴水不漏的？青年的脸上绽开一抹谦和的微笑，抱拳道：兄台可能误会了，
在下并非是前来拜见你家王爷的。侍卫有些摸不着头脑。那你是？在下方进到此处是来寻访故友的，请问贵府是否有位名叫骆平的人？你是骆先生的朋友？侍卫上下打量了他一下，面露讶异。正是。方进道，看来他确实在这里落脚。无论如何，请帮我通报一声，就说墨城酒肆的故友求见，望他务必出面一晤。侍卫犹豫了一会儿，方进也不急，神情极是诚恳。终于，其中一人对另一人点点头，那人便进门通报去了。留下的那人对方进说：“阁下请稍待，若是骆先生想见您，我们便会放您进去的。”多谢。根据他们对那人的称呼以及对他的态度，方进更加确定了心中所想，那个骆平在越王府的地位非同一般。很快，方进就得到了回复：“那个骆先生请您进去。”方进道过谢，就进了王府。没有听见大门再次合上后两名侍卫的对话，留下守门的说：“放行就放行，你这什么表情？说话也欲言又止的，怎么回事？”进去通报的那人苦着脸道：“那是我话还没说完啊。骆先生请他进去的，你还要说什么？”骆先生是要让他进，可是王爷不让啊。王爷还把我劈头盖脸骂了一顿，你说我委屈不委屈？不知为什么，暮春的风忽然萧瑟起来。幸好两人很快看开了，这种时候，骆先生的意志是可以压过王爷的意志的，所以按理说，他们可能大概不会被强制加班或是扣薪俸什么的吧。方进一路被指引着来到后院，给他带路的丫鬟本想把他领至骆平房中的，抬眼看见骆先生已坐在院中亭台，便扶了扶身退下了，由得方进自己去见。望向园中的亭台，方进有些意外，那个声称有要事不见客的王爷，此刻就坐在骆平的身边，端着个雕花小碗，硬往骆平嘴里塞。骆平蹙眉直躲：“不要闹了，我见完他就喝，现在这样像什么样子？”周堂却是寸步不让：“不过是个故友，你这么上心干嘛？现在你好好养病才是最重要的，快点喝吧，一会儿药就凉了。这点小病不喝药也会好的，你先回避一下行不行？”“不行，你不喝药，我就不走。”“你这时候闹什么别扭？”骆平有些急了，说话间轻咳了几声：“你就是这样当王爷的吗？一点威信也没有，怎么服人？你就知道教训我，生病了还不乖乖吃药，明明是你更欠教训，就这么急着见那个什么劲吗？”周堂往边上一坐，放下药碗，忽然哎呀一声，花瓣都掉进药碗里了。这碗药不能喝了，算了算了，再叫人重新煎一碗吧。正抱怨着，方进已踏上亭台。他对这两人尊卑不明的对话感到非常诧异，但还是很快收敛心神。无视一旁眯眼看他的周堂，他手指轻触药碗中的花瓣，面对骆平含笑道：“正所谓落花时节又逢君。”骆平微愣了愣，沈然回应：“分明是似曾相识燕归来。”周堂来回看看他们：“什么东西？什么又逢君燕归来的？这个人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轻咳一声：“小夫子，既然是你的朋友，不为我介绍一下吗？”方进，字仲离，丰州人士。骆平大致介绍了一下自己与方进的相识。周堂听后没有说什么，静静的坐在一天等他们叙旧，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但也一个字也没有漏听。方进见骆平仅仅披了一件薄衫，双颊晕着不正常的红，发髻也有些微凌乱，料到他是卧病中，便不想多打扰，寒暄了两句，就劝骆平多多休息，要起身告辞，改日再来。不曾想竟被骆平硬留下来。仲离且慢，目前有话要说。被拽住衣袖，方进只得坐下来，瞥了眼越王不怎么好看的脸色，觉得真挺有意思的。他面上不动声色：“有什么事吗？”骆平也看了眼周堂，这一眼把周堂看得怔住了。“怎么了？小夫子在犹豫什么？担忧什么？”方进耐心等着。半晌，骆平开口道：“我不意外你会来，但是我很意外，你居然这么快就来了，能告诉我为什么吗？是京城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吗？”“没有，
京城一切如常。方进回答：既如此，你为何要到这里来？目权忘了吗？当日我要辅佐太子殿下，是你劝我另寻明主，如今我寻来了，你为何心存疑虑呢？凭你的本事，在二皇子身边定然如鱼得水。你错了。方进苦笑道：我也曾这么认为，但我后来明白了，京城是个巨大的漩涡，任谁在里面搅和，最终都会迷失方向。二皇子为人严谨，太过严谨了。他身边的能人众多，谏言多，可选择的路就多，他的严谨令他难以抉择，最终裹足不前。很可惜，我也是裹住他脚步的人之一，我厌倦了这样的局面。洛平颔首，确实，你这样骄傲的人，怎会甘做他的裹脚布？那你又是如何找到这里来的？我去问了孙大娘你们的行踪，目权，你当真待我不薄？那家酒肆至今未收我分文，说是老板临走时特地交代的。洛平对此事一笑而过，接着问道：你是要来投奔越王吗？方进又看了周唐一眼，仍是不咸不淡。我说了，我是来寻访故友的，不是来拜见越王的。哦，是吗？洛平勾唇。方进可以骗得过侍卫，可以骗得过周唐，可以骗得过其他人，却绝对骗不过他。他们是同样的人，他了解他。一个热衷权势的人是不可能仅仅为了友谊跋涉千里的。他是来见越王的，只不过他还没有下定决心。感到有些困倦，洛平端起药碗，吹开漂浮的花瓣，他慢慢的把药喝完了。周唐张嘴要制止，被洛平轻轻一瞟逼了回去。浓烈的苦涩在口中徘徊，洛平的思绪稍稍清晰了一些。上一世，方进是在周唐到达越州的1年后出现的，那时候是冬天，他记得很清楚。那年冬天，二皇子听信别人的谗言，把身边最得力的谋士逐出了府邸。彼时，方进便是以一个废骑的身份来到周唐身边的。如今却完全不一样，他明明还在京城混得风生水起，却突然撂下了挑子，两袖清风的来到这里，只因为他们之前的一面之缘。洛平不由得想，难道天意真是可以更改的吗？只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改变，有些事就真的与当年截然不同了。不管怎么说，此时方进的到来对周唐是有百利的。至于当年他与方进之间那么长久的针锋相对，暂且放在一边吧，给方进一个台阶下，而他也不用一个人硬撑了。洛平起身站了起来，由于生病体虚，他微微晃了下，周唐下意识的想去扶，却被他拒绝了。出乎在场所有人的意料，洛平竟然对方进行了躬身大礼。他说：本以为你再过半年才会来，没想到这么快你就来了。仲离，目前有一事相求，请你一定要答应。方进连忙伸手去扶，快请起，仲离万万受不起。待洛平重又坐下后，他才详问：不知是何事令你如此挂心？越州山匪。洛平道：我想恳请你帮助越王清剿匪患。事到如今，周唐也知道了，这个方仲离便是小夫子要他等的人，看向方进的目光带着犀利的估量。我还想请你。未等他回答，洛平接着说：请你收小唐为徒，传授他竹山门的武艺。一句越王，一句小唐，两句托付，重重压在了方进的身上。周唐的眉头皱了又松开，没有说话，只直直盯着他的小夫子。不知沉默了多久，药丸底部又落了几朵残花。方进转向周唐，行礼道：目权的要求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但为了不辱师门，在下有几个问题要问王爷，问完之后再决定是否答应。洛平听方进这么说，面色微沉。他抬眼看了看周唐，张口想要说些什么，被周唐抢了先。小夫子，外面风大，你先进屋休息吧。周唐冲他安抚的笑笑，不就是入门考试吗？我应付得来的。但是那方进是只道貌岸然的狐狸，洛平担心周唐会吃暗亏。难道你还不信我吗？周唐不听他的反驳，招手唤来云香。云香，
你随小夫子回房去，好好照看，别让他又着凉了。是，奴婢知道了。出宫后的越王锋芒毕露，云香现在可不敢把他的吩咐当儿戏，于是他上前扶身，大有洛嫔不动他就不动的架势。洛嫔无法，深深看了眼一旁好整以暇的方静，才转身离去。待他走远了，方静笑道：“王爷，看来你的小夫子对我还真是不放心啊。”他听见周唐对洛嫔的称呼，心中已是敞亮。这么一来，宫中懦弱无能的七皇子突然变得这么精明狡黠，也就解释得通了。周唐目送了洛嫔，转过脸就换上一副冷然面孔。最近事务繁多，害得他过度劳神，我只盼着他好生休养，什么招待故友、聘请西席这样的事，本王自己应付就好。方静拎起石桌上的紫砂壶，给自己斟了杯茶，淡淡道：“在下本不是为了王爷而来，不过是想见识一下，让他心甘情愿等候追随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不关心你是为了什么而来。”周唐在他对面坐下，手指玩转着那只药碗。方先生不是想问我问题吗？那就问吧。好。方静正色，第一个问题，王爷，你想不想做皇帝？想。说真的，周唐没想到他问的这么直白，略作犹豫，他也直白的回答了。你可知道自己现在是距离皇位最远的皇子？我不这么觉得。周唐说，离皇位最远的是老六，不是我。此话怎讲？老六养尊处优惯了，心无城府，头上又顶着老三那样的兄弟，皇位对他来说充其量不过是看得见摸不到的东西。但我就不同了，我连看都看不见，自然不会有人要来跟我过不去。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争得头破血流的是他们，我却只要远远的撒网就行了。方静抿了口茶，敛去了眼中的笑意。不得不承认，洛嫔确实把这个小皇子教导得很好，有野心，但不急躁。第二个问题，你为何选择来越州？这回周唐顿了一下，才说：“我来这里的初衷和你一样，是为了来找洛嫔，只是没想到她一直在墨城外等我。这件事我倒是知道，我便是在她的酒肆中与她结交的。不过你不觉得奇怪吗？在你做出决定之前，她就已经预料到了。难道你从没怀疑过她的身份和居心吗？”说实话，我怀疑过。我怀疑过她接近我是不是为了巴结父皇，借以获得更高的官位，也怀疑过自己怎么会那么幸运，能够得到她的青睐。但我很快知道自己错得太离谱，她可能不是什么大善人，但她从没做过任何一件对我不利的事，也从没向我索取过什么回报。她料事如神是她的本事，事到如今，我若还不信她，岂不是禽兽都不如了？第三个问题，来到越州之后呢？你是想绞杀盗匪，建功立业吗？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给远在天边的皇上看？我想，无论我在这里做了什么，父皇都不会在意吧。毕竟京城有那么多值得他关注的事情。周唐自嘲道：“哦，你知道京城有什么事情？”哼，老二处心积虑招揽群臣，就算不是为了皇位，也是为了摄政王之位。老三公然不满长子继承制，如果不是父皇压着，恐怕早已杀到朝阳宫了。其他几个皇子态度不明，但有的掌兵权，有的谋政权。相比之下，我这盏灯是最省油的了。王爷运筹帷幄之中，洞悉千里之外之事，在下佩服。好，第四个问题，你想怎么对付越州的匪患？不知穆全兄是否提供了一些建议？他不怎么管这个事的。他从一开始就跟我说，匪患之事必须要沉得住气，要我等一个人来。周唐不咸不淡的瞥了他一眼，想必你就是那个人了。既然你来都来了，这件事你担也得担，不担也得担。他才不会像小夫子那样给他面子，在他看来，这是笔买卖。他求贤，方进卖财，卖的人都上门来了，他为何不买？你也不用惺惺作态了。周唐眉梢微挑，说吧，我用什么可以买到你的忠心？方进怔怔看了他一会儿，忽然摇头笑了起来，感叹道：“
穆权还担心你在我手里吃亏，要我说吃亏的明明是我，王爷你根本无需他的担心。我需不需要他的担心是我的事。说吧，你想要什么？我想要的是，方静刻意放缓了语气，郑重说道，我想要王爷的信任，跟骆木权平起平坐的信任。周唐愣了，跟他一样的信任？你还真是狮子大开口，这一点在下是绝对不会让步的。周唐轻点着桌面，思忖良久道，好，我给你。若是我与穆权兄的意见相左，王爷能做到不偏袒他吗？公事上我不会偏袒你们中的任何一方，我会用自己的判断来下决定，这也是小夫子一直在教我的东西。既如此，在下愿为王爷效力，绝不叛离。方静那一一起来之时，讶然发现周唐为他斟了一杯新茶，并躬身双手奉上，如此大礼，吓了他一跳。王爷这是？小夫子要我拜你为师，我向来很听他的话。周唐道，我在宫中只学了一点武功皮毛，难登大雅之堂。要清匪患，要争皇位，我必须有可以杀敌自保的能力。方先生，请你传授我武艺，我愿尊你为师长。方静苦笑道，师傅要是知道我收了个王爷做徒弟，肯定要把我的皮给扒了。不过这个徒弟我还是要收的。接过茶盏，他饮了一口，那么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竹山门下的弟子了。多谢方先生。王爷，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请说。听闻你发了招勇榜，如今正是求财若渴的时候，可你只因为穆权兄病了就闭门谢客，我瞧穆权兄的病症也不是很重，你不觉得这样有些小题大做了吗？我有疑虑，若是今后遇上需要你取舍的大事，你最优先考虑的还会是他吗？是。即使我向你谏言放弃他吗？是。王爷，你答应过我不会偏袒任何一方。那是说公事，这是我和他之间的私事，轮不到外人来插手。方静皱眉，王爷，我对这个答案不满意。欲为君者，不可被私情所绊。我知道。周唐说，我知道这是错误的答案，但是对我而言，这世上没有比他更重要的事了，一件也没有。方静不由叹息，世上总没有完人，洛平不是，越王不是，他自己亦不是。落花铺满了那只药碗的碗底，浸着残留的药液，苦涩又柔软。这便是后来的一代名臣与承宣帝之间的首次会面，史书中记载为庭中对。当然，流传于世的版本与当时真正的内容完全不同，但有一点算是说对了。骆丞相和方太尉之间的嫌隙，就是从这次的对答开始埋下了根源。两人政见相悖，时常对簿于朝堂，而宣帝从不劝阻，也从不偏袒任何一方。他们争执了那么多年，争出了大成的太平盛世，直到那一年的大雪之后。那时的满朝文武看见方太尉手执9盏，在真央殿前敬雪3杯。他说，他这一生最痛快的事，便是在城郊的一家酒肆中赊了老板那么多酒钱，这一赊就赊了大半辈子。有有如斯，此生足矣。越王以施礼相待，方静落宿了王府。是夜，骆平披衣来到方静房前，叩响房门。方静开门相迎，本以为你明日才会来找我，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吗？骆平苦笑，药里加了凝神的草药，白天睡多了，这会儿反而睡不着。见你房里也还亮着灯，就想找你聊聊。好是好，不过你不担心你家小唐又来搅局吗？看得出来，他很不待见我们俩叙旧。那孩子跟我赌气呢，早早就睡了，没事的。方静不动声色地瞟了眼窗下，早早睡了。那外面那个听墙角的是谁？他心中暗叹，这个越王还真是一分一秒也不放松对他家小夫子的看护。不，这已经不只是看护了吧？你肯留下，看来小唐的答案已经说服你了。骆平的话打断了他的思绪。是的，你教出的学生果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我还是头一回被人剥削的这么惨，就差没钱卖身契了。
哪有那么夸张？再怎么说他也还是个孩子，很多事情他的看法还不成熟，你多让着他一点，以后再慢慢矫正。方静一时无语，他觉得洛平可以说是最了解周唐的人，也可以说是最不了解他的人了。离得太近，反而看不到他的全貌。那个越王哪里还有孩子的模样，分明已经是个乖张狡猾的小狐狸了。洛平拢了拢衣裳，仲离，既然你来了，我心里的担子也可以卸掉不少，今后清剿山匪的事宜就全权交给你了，我相信小唐会认真听取你的谏言的。那你呢？我吗？洛平唇角漾起一个莫测的笑意，我就专心清剿越州的官场吧。小唐要在这片土地上培植自己的第一批势力，我要让他可以大胆施为，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越州大小官员500余人，你要凭一己之力摆平吗？有何不可？洛平挑眉，除却几个党派之首，剩下的都是乌合之众，不出3年，我便可让他们俯首称臣，到时小唐军权在握，起兵剿匪也可无所顾忌了。此时他眸中光华流转，那样的自负与凛然，让方静都为之炫目。我也可以在1年内清剿山匪，那么按照洛兄的说法，最多4年，越王便可载誉而归了。到时奏禀圣上回京领赏，风光无限，也可以借机在京中安插势力。洛平摇头，4年？不，4年不够。仲离默契，我不是不信任你的能力，我知道那时你定然可以荡平山匪，但是4年不行，未到时机。方静微微蹙眉，目前你总说未到时机，4年后的事情你怎能料定？即使是我那个号称天机子的师傅，也只能掐算吉凶大事，未能推定确切的命理运程。正所谓世事无常，为何你就敢断言呢？洛平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很多事情我也无法预料，命理运程时刻在变，我也不是什么通天晓地的神仙，但在这件事情上，你信我就好。还有，我想请你再听我一个请求。你说。待周唐为君之后，若有一日我离开朝野，请你一定要扶持他到最后。周唐听完了墙角，心中很是震惊，他不知道小夫子为什么要说出那样的话。什么叫离开朝野？小夫子不是最爱权势了吗？既然坚信他可以成为君王，为什么要做离开他的准备？他忽然有点胆战心惊，如果有一天自己能给那人大官做的那一天，他却不稀罕了，那么他要用什么来留下小夫子呢？不会的，他想自己绝对不会给小夫子离开的理由的，那一定是小夫子在痴人说梦，不知是何时睡去的。这一夜，他又再度梦见了那片雪地，恍惚中他冻得全身发僵，甚至还感觉到自己脸上冰水的凝结。哪里来的水呢？是谁在哭呢？不知那样的忏悔，梦境另一端的人是否能听得到呢？这一年，越王府十分忙碌，出出进进好多人，大门附近成天热热闹闹的。朱巷前的茶馆生意好得不得了，午后几个年轻力壮的汉子聚在一起喝茶聊天，等待着王府接下来的报名手续。其中一人道：俺大哥已经通过选拔了，俺嫂子说了，越王当天就给发了10两银子，一点都不带拖的，还说以后每月都有饷银1两，还管吃管住。另一人显得有些忧心忡忡，唉，要我说啊，哪有那么好的事，人家肯定不会白给钱的，谁知道过了去之后做什么？听说人都被送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别到时候莫名其妙把命搭进去，后悔都来不及啊。旁边的大高个一口干掉一大碗茶，大大咧咧道：没事儿，俺三堂哥的小舅子回来过一趟，就是人黑了点瘦了点，其他没什么。哎，他说了去做什么了吗？没，问他了，那家伙嘴巴死紧，一个字都不肯说，回来拿了几件衣服就又跑回去了，看他那积极样，俺估摸着不会是啥坏事。邻桌的人听他们聊得起劲，嗑着瓜子也来凑热闹。哥们儿，你们说那个越王招这么多人，拿什么养啊？就算他是王爷，管吃管住管发钱，这开销也不小吧？他一个人扛得住？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大高个摆出我知道内幕的表情，故意吊他们胃口。你就快说吧。林卓分给他点瓜子，催促道。大高个卡蹦磕了几个瓜子，才说：光靠王府出钱肯定是不够的呀，但是咱越州跟西昭通商，通出了那么多富商，那些富商又供了那么多肥官，这些人身上的钱可多得很啊。七，你就吹吧，谁不知道这些人个个都是铁公鸡，没给咱们加税就不错了，他们肯出钱？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你还别说，就是有人能从那些人嘴里抠出钱来。谁呀，那么大本事？越王？不是，是越王身边的。正说着，一顶软轿拐进朱巷，停在了王府门前。大高个手指点着那边说：今天真是巧了，就是那个人。众人连忙伸着脖子张望，只见轿子上下来一个年轻人，身着勾梁式样的普通服饰，端正却不华丽，眉目俊朗，神态温和，似乎感觉到来自他们这边的视线。那人回看过来，看出他们是要来报名应征招勇榜的，便微微点头致意，之后才步入王府。被他扫了一圈的众人有片刻的愣神，那人的目光不清后不疏离，只是像一阵凉风拂过他们的面上，没什么特别的，可又让人忍不住在意。他是谁啊？他们都喊他骆先生，具体什么身份我也不清楚，不过据说他可以代行王令。就是他吗？有人怀疑，这样淡薄的一个人能应付得了那些老奸巨猾的官商吗？就是他啊！也有人不知怎么就相信了。洛平步入王府后堂，喝了杯云香递上来的茶，轻轻缓了口气。院内蝉声聒噪，更衬得府里过于安静了。侍卫统领左卫东正在布置着下午报名和初选的事宜，原本很是吵嚷，大嗓门呼来喝去的，可一见洛平回来了，立刻压低声音，生怕惊扰到了他。洛平摇头浅笑，一盏茶喝完，招来陈管家。陈管家不是随越王从墨城来的仆从之一，他原是越州最大的酒楼三味楼的账房先生。一日越王去那吃饭时，他过来自荐。通过一番考核，越王发现他很有头脑，办事伶俐干脆，就成功挖了三味楼的墙角。为此，三味楼的老板郁闷了好久。洛平对这个管家也是很满意的，府里的任何事情，只要问他，一定能得到解答。陈管家，王爷去哪儿了？回洛先生，王爷他随方先生去了南山营，亲自监督新兵的筛选和训练去了。哦，婷婷呢？婷婷也跟着去了，说是上回方先生教导的晚剑诀，他也学会了，要去找王爷比试。是吗？他学的也挺快的。洛平笑道。婷婷那孩子学武功很有天赋，虽说基本功没有练扎实，但他趁着周堂练武时偷师于方静，学的也算像模像样。后来方静实在不想忍受他偷偷摸摸的目光，干脆正式收他为徒，反正教一个是教，教两个也是教，两个少年斗气似的，边学边切磋，倒是进步神速。一个两个都不在家，洛平空对清茶，觉得有些无趣。陈管家，麻烦帮我备马，我要去南山营看看。起身要走，却被陈管家上前一步挡住了路。怎么？洛平不解。正午天气酷热，洛先生还是不要此时去的好。陈管家劝道。都快到未时了，日头已没有那么毒，无妨的。王爷总跟我夸他的南山军如何英勇锐利，我至今未能亲眼见上一见，实在遗憾啊。洛平说着又要往外走，于是又被挡住了路。陈管家，洛先生，若是您现在前去，恐怕就赶不上王县令一案的庭审了。洛平讶然，今日已是8月初4了吗？先生繁忙，大概是忘记了，今日正是初4，申时起便要开始提审王县令了，这还是先生您定下的时间呢。真是忙得昏了头。洛平揉了揉额角，急急道：陈管家，备轿吧，我要立刻前去知府衙门。是，轿子已给您备好了。这便是陈管家的过人之处，凡事都能想到人前，忙起来的时候，洛平倚仗他都成了习惯。洛平去了知府衙门，进门就问：
马大人，王立刚招了没有？那笔款项的数额究竟多少？他藏到哪里去了？他无官无职，可那马知府见了他，立刻起身相迎，礼数周到。为什么？因为他腰间悬着的正是代行王令的令牌，而且这一年来，马知府也深刻的认识到，这个骆平当真不是个简单人物，权势放在他手里就能变着花样的折腾人。比如这个王县令，不过在街边喝了碗豆腐花的功夫，就被骆平在其家中找到了交易巨款的凭条，当街押解进了知府大牢。哎呀，骆先生，那个王立刚实在冥顽不灵，怎么套他的话都没用，死活不承认他收了贾富贵的银两，我们证据又不够，贾富贵呢？那奸商滑头的很，一发现苗头不对，立刻逃到西招去了，现在人还没找到。骆平点头，案子没有进展，他似乎一点也不慌张，只不经意的说了句：河蚌不肯开口，光用撬是不行的。要想挖出里面的肉，最简单的方法便是把它的壳儿砸得稀巴烂。马大人，您说对不对？马知府好歹也是混了这么多年官场的，一听这话就明白了，怎么招的不重要，就算屈打成招，也要让他招了。对，先生说的极是。快要庭审了吧？马大人好好准备，骆某就先告辞了。先生慢走。马知府心里有着自己的算盘。收押王知县这么多天，其实他什么也没做，他就是在等着骆平让他动私刑。朝廷命官屈打成招、惨死狱中之类的罪名砸下来，到时候他和知州联手参上一本，把一切罪责推在越王头上，既断了他的财路，又削了他的势力，一石二鸟。牢狱中打得热火朝天，王县令叫得跟杀猪似的。你们敢对朝廷命官滥用死刑？你们啊！我不会放过！啊呀！说，你到底收了多少贿赂？求求你们别打了，呜，求你们了！从一开始的怒骂到后来的求饶，这个文弱书生并没有坚持多久。就在他实在扛不住了要招供时，突然监牢里闯入了一个人。来人大喝住手，使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因为那正是亲手把犯人送进来的骆平。他啪的一声把代行王令的令牌砸在了众人面前，怒道：马大人，你好大的胆子！王爷要你彻查此案，不是让你严刑逼供的。啊！马知府搞不清状况了，不是你，王县令收缴了那个奸商非法买卖的赃款，数额巨大，不知会不会惹来杀身之祸。我把人抓来是让你好好调查、严加保护的，哪知道你却要治他收受贿赂的罪，居然还滥用私刑。对，我是收缴了那个奸商的赃款，骆先生，您可得给我做主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马大人是想把我活活打死啊？马知府傻了。庭审后，王县令把赃款尽数交出来给了越王，然后官复原职。马知府吃力不讨好，如意算盘全毁了，还被套上了诬陷朝廷命官的罪名，被知州下了停职的处罚。骆平一身疲惫的坐在轿子里，手中握着代行王令的令牌，嘴角带笑。权势这种东西，他真的是可了心的喜欢。就算上一世吃了那么多苦头，他还是拿得起放不下。那种把别人的命运握在手里的安心感，让他一次又一次深陷其中。有时候他甚至担心自己最终能不能割舍得下对权势的留恋。他本是最自私最势利的人了，如果有得选，他绝不会放弃权势，只是那种从云端坠落深渊的惊恐与痛苦，他不想再经历第二次了。所以骆平不由叹息，当断之时还是得忍痛割爱吧。回到王府，由于过度劳累，骆平简单梳洗后就入睡了。周唐回来的却很晚，他整个人像在泥里滚过一样，幸好夜色遮掩了他的狼狈。站在窗口看了会儿，见小夫子已然酣睡，周唐唤来陈管家问道：今日他可曾问起什么？陈管家如实回答：问了。骆先生问起您的行踪，还说要去南山营看看您引以为傲的南山军。周唐撇了撇嘴，苦笑道：尽量拦着他，别让他去。奴才知道。
不过王爷，骆先生敏锐过人，恐怕瞒不了多久。能瞒多久就瞒多久吧，实在瞒不住了再说。这是他第一次欺瞒小夫子，因为他知道小夫子若是知道了真相，一定会大为气恼。脚步不由自主的又踱到小夫子的窗前，望着卧榻上的那人，他的表情温柔而踌躇。南山居，为何你一开始就认定有这样一支雇佣兵呢？根本就没有什么南山居啊！小夫子，我顺着你的话骗了你。如果你看到了事实，会对我很失望吗？你知道吗？这世上最让我害怕的，便是你失望的眼神。这几日洛平格外繁忙，这边的官员捧降的降，各地方的县令无形中做了很大流动，通方的知府被停职，明里暗里都是他的手笔。杨知州虽说有心干预，奈何无力回天，只因洛平行事太过雷厉风行，往往他还没有听到风声，人就已经五花大绑，证据确凿的押到堂上来了。这样一来，刚开始完全不把他和越王放在眼里的人，也开始重新考虑站队的问题，毕竟谁也不想无缘无故丢了乌纱帽。于是洛平整天忙于对付各种各样的应酬。张大人家的新画赏，孙师爷家的赋诗会，李千户家的满月酒，赵财主家的大寿宴，一时间他成了越州最吃香的幕僚。有些应酬他能推就推掉了，但尽管如此，还是忙得脚不沾地。而周唐最近也总是不见踪影，除了某些越王不得不出面的场合，基本上他很少出现在人前，就连洛平都掌握不了他的行踪。回到王府，晚饭又是一个人吃的，洛平轻叹一声，放下碗筷，叫来全能的程管家。老程，王爷这么晚还不回府，是还在南山营吗？可曾吃过饭？程管家俯首作答，洛先生请安心，我已差人给王爷送饭去了，回复说王爷今晚暂住南山，不回来了。那方静呢？也是一样。婷婷呢？婷婷倒是一早就回来了，说是不想吃东西，在房里歇息呢。我知道了。洛平点头，老程你去忙吧。草草吃了点东西，洛平回屋整理了一下进来的几宗案件，觉得有些心浮气躁，便想翻找些闲书出来消遣，谁知竟翻出了一本许公子的小说《天街凉如水》。他愣了愣，摇头笑叹。小唐又把书落在他这儿了，也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说来也怪，当年的周唐是从不看这些儿女情长的小说的，倒是他自己那时候书生情怀颇重，把许公子的小说看了个遍。这些都是曾经看过的书，所以他无需再看，便知道书里头都说了些什么。只是不知道为何这一世周唐会迷上许公子的小说，还时常劝他一起看。洛平想，大概是自己总跟他唠叨什么国策权谋，让他觉得无聊了吧。天街凉如水，他还能记得这是个高楼中的女子与仰望他的少年的故事。少年说待他满载军功而归，便踏上那层层天阶接他下来，带他游遍万里河山。只可惜在他征战沙场之时，那女子已然缠绵病榻，不久就病死了。弥留之际，女子让侍女在窗前点上一盏灯，日日夜夜都不熄灭，等着那人的归来。少年功成名就，夜半看见高楼上的明灯，次日便带着丰厚的聘礼涉级而上，却不知那天阶尽头已是空无一物。洛平随手翻了翻，便是那句层楼俨然，百里天阶凉如水，孤灯如梦，少年不识情滋味。很是俗套的故事。他忽然笑了出来，好好的，怎么自己也归怨起来了？放下书步入园中，夜风习习，头脑清明了许多。洛平知道周唐和方静他们近来也十分忙碌，虽说上一世他没有参与剿匪，但当年南山军的名号在越州家喻户晓，他也是听说过的。仅以1000人，甚至都算不上正式编制的部队，就荡平了越州境内大大小小30多个山寨。这样刚猛精锐的队伍，定然是要吃很多苦头才能练就的。因而当他得知周唐和方进正往南山招兵买马时，便猜到他们已经在为南山军的建立做准备了。上次一时口误，他把南山军这个词说了出来，还把周唐吓了一跳。
想来是他们那时还没想好要给这支队伍取什么名字吧。这几日查办通方周边几个城镇的事务时，骆平听说那里常有流匪扰民，且有渐渐加重的态势。在周堂的管辖范围内，他不能不管，于是本想今日找周堂商量一下的，谁成想又没寻到机会。骆平无意间逛到婷婷所在的院落，见婷婷房中的灯还亮着，想到方才翻看的天阶凉如水，不由笑出来，一时兴起，便向着烛光行去，想去看看婷婷。轻叩门扉，里面传来闷闷的声音：“谁呀？”“是我，骆平。”“骆先生。”婷婷显得很高兴，急急拉开房门，披头散发的，还没穿鞋，分明是刚从被窝里爬出来。骆平一怔，歉然道：“看你这里亮着灯，以为你还没睡，打扰你了吧？”“没有没有，我本来就没睡。”婷婷拉着骆平进屋，生怕他跑了。“我睡不着，骆先生，你陪我说说话吧。”“好，正巧我也睡不着。”骆平笑说。婷婷捏着骆平的手腕，皱眉道：“先生，你是不是瘦了？”“是吗？可能是最近太忙了点，是我不好，我应该好好照顾先生的。”婷婷满脸愧疚：“我明明是先生的小厮，可成天就知道玩闹，实在太不像话了。先生，你罚我吧。”骆平故意板着脸说：“对，是该罚，怎么罚你呢？”婷婷眨了眨眼：“那个，我这副小身板本来就够没用了，要是挨了打就更没用了。要不您让城管家不给我吃饭吧，反正我以前都饿习惯了，几顿不吃也不要紧的。”骆平忍俊不禁：“几天不见，你倒是把小唐装可怜的功力学了不少。”“哼，谁跟他学了？我再也不要跟在他后面学功夫了，我再也不去南山找他们了。”婷婷突然激动起来，脸上都红了。“怎么了？你们吵架了吗？”“我才不会跟他那种人吵架。”见他闹脾气，骆平觉得挺有意思的，就好像在看年幼的周堂一般。婷婷在府里的身份是小厮，可实际上没人把她当小厮看。刚来时尽管落魄，但她的身上始终有种骄傲和任性，不像寻常流浪那样卑躬屈膝。她跟王爷又很亲近，所以府里的粗重杂活很少让她做，连城管家也不怎么支持她。久而久之，甚至有些下人会喊她廷少爷，倒不是故意嘲讽她，这称呼是越王默许的，理由是婷婷怎么着也算他的同门师弟。骆平看见桌上是冷掉的食物，估摸着是城管家让人给婷婷送来的，可是一点也没动过。床铺上凌乱不堪，一看就知道哪个小孩在上面翻来覆去的滚过。真是好像呢，这两个孩子。跟我说说吧，小唐怎么欺负你了？骆平柔声问。他们太过分了。他们居然……婷婷戛然而止，有些慌张的瞥了眼骆平，语气嗫嚅起来：“没什么，不过是我今日与他切磋，输掉了。”“哦，是吗？”骆平眯了眯眼，婷婷缩了缩肩膀。婷婷不是输不起的孩子，要是输了比武，她肯定是勤学苦练再去找小唐比过，不会躲在房间里生闷气。她在撒谎，骆平一眼就看出来了。只是看她这样慌乱，他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显然有什么事情在隐瞒着他。“婷婷，是不是小唐又羞辱你了？他这样欺负师弟，实在不像话。你要是觉得委屈，我现在就去南山训诫他。”骆平故意套话，做事要走。婷婷果然慌了手脚，拽住他急道：“先生不能去。”“为何不能去？”心中的不安越来越大。因为那边有山匪。婷婷的声音越来越小。“山匪？通方境内，越王眼皮底下怎么会有山匪？更何况那里不是有南山军？”骆平突然顿住了，神情有些僵硬。他想起通方周边山匪扰民的传言。婷婷的肩膀颤抖着，似乎终于忍耐不住了，红着眼睛控诉道：“没有南山军，根本就没有什么南山军。周堂他骗你的，他们就是山匪，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山匪。
我平生最恨的就是山匪，我才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朗月舒心，南山顶上的营地中，有2人未能成眠，正在秉烛夜谈。周唐放下越州的山势地形图，图上用朱笔勾画了10数个小圈，那都是红巾寨的据点。看着大片的红色，他忧心忡忡的叹了口气。红巾寨的势力正如日中天，要想跟他们平起平坐，王爷，我们急不得。方进进言：你明知道我愁的不是这个。方进笑道：方某一介山匪，怎会猜得到王爷您心中所想？周唐瞥了他一眼，黑白2道通吃，确实事半功倍，可我们这样做真的对吗？不说小夫子，单说婷婷，我们才只是装装样子惹点事，他便负气回去了。小夫子一心想让我剿匪立功，若是他知道我没为剿匪做准备，反倒自己搞了个匪寨，岂不是要气死？穆全兄自己说剿匪一事全交由我来处理，王爷和我都已定下了详尽的计划，就算生气，事到如今他是不会来插手的。可他一直以为我们建立了一个什么南山军，我不明白他怎么就那么确信这一点的。你知道吗？他每次提起南山军这3个字，看我的眼里满满的都是赞赏。其实他也没想错，我们本来就是想建立南山军的，只不过那样的正规佣兵队伍太过束手束脚，要百姓的口碑，要官府的认可，还要自己筹集资金，而且一旦亮相，必然成为所有匪寨的靶子，还不如占个山头自立为匪来的方便。其实我们现在跟他的期望也差不多嘛，只不过叫南山匪。南山匪吗？周唐喃喃，一字之差，却是正邪不两立啊。更何况你家小夫子确实厉害，明面上跟那些贼官和奸商周旋，暗地里给我们弄来那么多饷银，别说养活这些山匪了，就是伪造1、2次洗劫行动也是绰绰有余的。要不是他这么能干，我也不会临时改变主意，把贫穷困苦的正义之师改为富得流油的山匪了。你看山寨的弟兄们也没什么意义，不是吗？可见我的做法多么得人心。方进没脸没皮的劝慰着：你说的我都懂，但你还是想瞒着他。方进摇着扇子叹息：王爷啊王爷，你真觉得你瞒得住？只是包不住火的。穆全兄那样敏锐练达的人，怎么可能不起疑心？我知道，我都知道。周唐很是头疼，现在婷婷又回去了，那小子黏他，嘴巴又不严，我猜他很快就会过来兴师问罪了。方进戏谑：王爷怕吗？周唐苦笑：怎么说呢？其实我也很想念他生我气的模样。沉默了一会儿，方进说：恕我斗胆，想问王爷一个问题。问。王爷对穆全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感情呢？周唐愣了愣，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师生吗？朋友吗？还是臣属？周唐笑着摇了摇头，抬眼间眸光潋滟，带着少年人的热情与危难，说出的话却很坦然。我对他的感情太复杂了，我自己也理不清楚。只不过从我第一次梦遗开始，梦里的那个人就只是他一个。几声蛙鸣在草丛中此起彼伏，仲夏夜的风吹的树叶沙沙作响，隔壁的大屋里有鼾声震着窗棂，还有人起夜吹着口哨去撒尿。其实十分吵闹，但那2人之间却显得极为沉寂。方进默默地把扇子摇了数十下，终于停了下来，轻咳一声道：王爷，您什么时候开始去年？周唐自嘲的笑笑：小夫子什么都教我了，就是没教过我这些。那时候真是吓了一大跳，还是老程告诉我的。方进沉吟不语。周唐深吸着山风捎来的湿气和凉意，任由思绪放松下来。这件事在他心里闷了很久，说出口才发现并没有什么难为情的。那个人不在身边，总觉得心里缺了点什么，做事情会浮躁，睡觉也不安心。闭上眼就都是他的模样，恍惚中还能闻到他身上的气味，然而睁开眼的现实中什么也没有。越是向往，就越不敢触碰。明明在梦里面，他可以肆意抚摸他的身体。
梦里面，小夫子的耳朵红得像要渗血，看他的目光温润如水，他只要低头便可亲吻到小夫子的唇，他可以毫无隔阂地搂着小夫子的腰，他想要什么，小夫子都会给他。梦里的东西既美好又可怕，在他醒来时冲击着他的理智。他知道这些都是假的，想象的，但每次还是会无法控制。从那一次起，他再也不敢缠着小夫子一起睡觉。他怕梦境成为现实，他更怕自己想要把它变成现实的愿望。王爷，方静整理好措辞才说，少年人做这样的梦并不奇怪，但你有没有想过，你梦里的对象有些不合适？他看得出来周唐和洛平的感情很深厚，但他没有想到情况比他所预料的更复杂。周唐对洛平有种惯性的依赖，以至于现在他已经下定决策的事情，仍然要考虑洛平的态度和感受。如此一来，洛平的存在便会让他犹豫，成为他的后顾之忧，这让方静很是担心。所以他询问周唐，想要帮他理顺这一层顾虑，不曾想竟然得出这样一个答案：不合适。周唐斜眼看他，有什么不合适？除了他以外，还能有谁合适？王爷，这正是问题所在。正是因为你没有跟其他人亲近过，才会有这样单一的念想。如果你的身边是位温婉倾城的女子、女人……周唐以一声冷哼打断他的话，我的亲生母亲让我背着她的诅咒过活，宫里的那些嫔妃每一个都是自私自利，为了争宠什么恶毒的手段都使过，我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人靠近我？王爷，你太偏激了，并不是所有女人都像那样，你接触的太少，以后你会遇上自己真正喜欢又真正对你好的女人。方静也很郁闷，一向自诩风流的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说出这么天真的话。除了女人，你没有别的理由了？周唐毫不客气的再度打断他。方静想了想，正色道：有。周唐很是漫不经心说。方静提了口气说：王爷，这是病，得治。见周唐又要打断自己，他把扇子立在了周唐眼前，这是他教习武功时提点他注意的动作。周唐顿了顿，没有插嘴。王爷，我所说的病症，并不是说你梦见他有什么不对，也不是说你因为他而泄精就不正常。作为他的小唐而言，你倾慕他一点错也没有。但作为一个义在天下的王爷，你对他的喜欢就是一种病，会被有心人当作把柄的诟病，甚至会危及你的前路。我不明白，他是我的小夫子，本来就是属于我的，是他一直在教我怎么争取，没有他根本就没有今天的我，我跟他之间的事怎么会成为我的阻碍？以古为鉴，君王的感情不可系于一人，那不利于江山社稷的稳定，何况你与他之间还要顶着世俗眼光、道德伦常、目权凶满腔暴富，若因此毁了他的仕途，你让他如何自处？我不会害他的。周唐怒道：我喜欢小夫子，想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他，他想做官，我就让他做大官，怎么会毁了他呢？那种事情绝不会发生，无论如何我都会护他周全。王爷，你还太过年轻，尚不懂得情爱之事，乃是天底下最难把握的事。就算你是一心一意，你知道他心中所想吗？你把自己的感情强加给他，他就一定会接受吗？你与他相处这么久，可曾见过他动心动情的模样？周唐抿唇不语。方静叹息，想必你也看出来了吧，你家小夫子是个极淡薄的人，淡薄到几乎禁欲。在酒肆中第一次遇见那个人时，吸引方静的不仅是他的睿智，还有那种把自己所有欲望束缚住的压抑感。那种感觉太奇怪了，就好像他不是在为自己而活。方静说：据我所知，他从不与任何人过于亲密，即使是王爷你。周唐苦笑：不，尤其是我。小夫子虽然待他很温和，对他的触碰却十分抵触，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周唐早就察觉了。书里说少年不识情滋味，他却弄不清楚那份藏于深处的情滋味，究竟是他自己不识，还是小夫子不识？频频发泄完心中的不满，瞧见洛平冷如寒霜脸色，顿时意识到自己犯了错，喝了口茶水来掩饰心慌，
一时间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洛平过了好久才理清思绪，你说没有南山君？婷婷，没有，从来就没有。不过方先生和周和王爷都不让我跟你说件事，他们说南山君在你心里很重要。我明白了。洛平点头，很重要，确实很重要。那是他记忆中周唐剿匪成功的希望，是越州百姓心目中的正义之师，所以他才想尽办法为他们筹集军饷。可现在看来，这些完全是他的臆想，他被一个不存在的期望蒙蔽了眼睛，而周唐居然就这样将错就错，把他蒙在鼓里，太讽刺了，讽刺的他自己都觉得好笑了。南山匪，他们自称南山匪是吗？婷婷老师说，他们去山下几个村庄闹过1-2次，做了些偷鸡摸狗的事，虽然没有真的伤害到村民，但我还是很讨厌他们的做法。为什么非要做坏人呢？对于这一点，洛平其实已经能理解了，是他给他们送去的银两浇灌出了这个匪寨。作为一股同流合污的恶势力，确实更容易与红巾寨对抗，有了金钱做保障，他们也没有必要做表面文章来寻求百姓的资助。只要比红巾寨更强大，他们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吞并那些匪寨，同时成为越州最强大最剽悍的部队，还不用受皇帝的管辖。一举多得的事情，如果无视这支南山匪将给百姓带来的灾难的话。洛平见婷婷还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笑着摸了摸他的头，他们自有他们的想法，你慢慢就会知道的。你也不用因为泄露给我这件事而愧疚，就算你不说，这件事我也早晚要知道的。我关心的倒是另一件事。什么事？你说你最讨厌的就是山匪，甚至不愿意再跟小唐他们学武功了。为什么？婷婷低头沉默了很久才说，洛先生，你知道池亚安池将军吗？池亚安？当然知道，他是大成的戍边名将，曾经5次击退外敌进犯，皇上还封赏他为领威大将军。3年前似乎是因为负伤，皇上准他回家休养，谁成想他们一家在途经越州时遭遇了山匪，那时池将军腿伤未愈，与50多个山匪战至力竭，最终池家男女老少12人皆惨死在山匪刀下，只有池将军的小儿子因为闹着要摘树上的红果子，侥幸没被山匪发现，在那棵大树上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被屠杀。洛平讶然，你是池亚安的儿子？是，我叫池婷。洛平不得不承认，此生重来真的有太多事情是他不能预料的。身边的小厮竟然是大将军之子，这无疑给周唐增添了一些助力。池亚安在戍边军中积威已久，他的儿子不管怎么说也能博得几分面子，周唐若能与他好好相处，日后也许又能少走许多弯路。一夜未眠，他安抚婷婷睡下之后，回到自己房中，一面整理桌上的案子，一面想着南山匪的事情。直到东方既白，洛平深深叹了口气，罢了，多想无用，还是把通方城内的事情处理完毕之后去南山看看吧。目前的局面已然与当年完全不同了，他也无法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只能尽量守在周唐身边，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了。抱着这样的心态，洛平匆匆处理着手里剩下的事情。婷婷回来之后，也不知周唐是真的忙，还是自觉没脸见他，一连数日都待在南山，不肯回王府。洛平却也不闻不问。陈管家何等精明的人，一见他往常更加严整肃穆的神色，便知道南山的事情败露了，于是也不再刻意隐瞒，每天不用洛平问起就据实禀报，什么南山匪近日吞并了2座小匪寨，什么方先生亲自做了大寨主，什么南山匪的操练比正规军还严格，后来就更为详尽了，什么王爷在南山匪中扮演一个小喽啰，很是辛苦，什么王爷最近黑了也瘦了，什么王爷特别想喝洛先生您煮的莲香茶，什么王爷今天习武时划破了手指，说只有让洛先生给他包扎才不疼。老成，王爷耍无赖的话就不用向我汇报了。是，洛先生。不过王爷还有一句话让我无论如何要告诉你。什么事？洛平不由担心，莫不是真遇到什么棘手的事了？王爷说南山上头蚊子又毒又多，叮一个包要肿3天，他身上奇痒难耐，要您带些驱蚊止痒的药膏给他抹抹。
洛平府了，行了，我知道了，我明天就去南山看他。想了想又说，老程，你把他要的那些东西都准备一下，莲香茶在我房间的第2层书架上，张大夫那里有一些干净的纱布，都带上，让云香用驱蚊的香料熏几件换洗衣服，止痒的药膏我会带着。是。陈管家诺诺的出去了，一张老脸没绷住，都笑出了褶子。他心里可清楚的很，王爷哪里需要那些琐碎玩意儿，他只要骆先生心软去看他，就什么毛病也没有了。这个人就是王爷所有不舒坦的良药。南山上，方静拼命忍着翻白眼的冲动，王爷您就省点事吧，你这又短又浅的小伤口，再怎么抠也不会流血了好吗？小夫子明天就要来了，我要装可怜就要装得像一点。周堂郑重的说，对了，你去给我捉几只蚊子来，放我纱帐里。方静摇着扇子施施然走了。这种时候他尤其不想承认此人是他的主上或徒弟。洛平带了不少东西，独自骑马上了南山，在半山腰便看到刻着南山寨3个字的界碑，像模像样的山匪风范，不知怎么看得他有些想笑。往前没走多远，就遇上拦路的南山匪，一个大汉上前一抱拳，骆先生，我家寨主让我俩给您带路。洛平也不跟他客气，下马回礼道，有劳了。那人不多话，牵过他的马匹，接过大半行囊，闷着头就往前走。这是洛平第一次见到南山寨，本以为是个酒肉横流、匪气颇重的地方，那就是他心目中山匪聚集地的样子，然而眼前所见竟是一派井然有序，数百个5大3粗的汉子在一起，没有丝毫不守规矩的喧哗打闹，那种严整肃穆的氛围简直堪比正规军。带路的领着他去了一间独栋的小屋，骆先生，这是寨主给您安排的，您先住着，有什么需要再跟我们说。他说的恭敬，语气里却透着一丝不屑。洛平上下打量他一番，这年轻人身形高壮，肤色黝黑，眉眼中透着股傲气，他不以为意，只微笑道，我知道了，你去忙吧。那人转身就走了。直到洛平把一切都安顿好，方静和周堂都没有出现在他面前，他也没急着去找他们，出了屋子，逮着个人询问了寨中大夫的药疗，便带着从通方带来的一些药品物资过去了。大夫是个年逾50的大爷，身边躺着2个病号在休息。洛平进去后，大夫立即起身相迎，看样子很是激动。骆先生啊，赵大夫快请坐。洛平与他招呼，腿脚可好些了？好多了好多了，让骆先生挂心了。赵大夫笑呵呵的。前阵子洛平查办一起和进县的案子，就下了牵涉其中走投无路的赵大夫，出钱给他治好了冤狱中受伤的腿脚，还让他投奔到南山来找份事做，故而赵大夫对他很是感激。这2人是怎么回事？洛平看了看那2名伤员，哦，一个是中暑，另一个是上次下山的时候让哪家的看门狗给咬的。洛平点点头，先去找那个中暑的套话，问他怎么回事。那人说是训练的时候累的。洛平问，谁训练你们？怎么这样狠？那人犟道，方寨主才不是很心肠，他这样是为了我们好，这点苦王爷都能吃得了，我们有什么熬不住的？哦，王爷也跟你们一起训练吗？那是当然，王爷事务繁忙，但从来都跟我们同吃同练，现在也还在操练着。而且别看他还是个少年样，上回跟大牛比拳脚，竟赢得轻轻松松呢。是吗？多半是你们碍于他的身份，让着他吧。我们才不做那些阿谀奉承的事。他嗤了一声，斜睨他，就你们这些文人脑袋瓜里整天弯弯绕。洛平笑了笑也不辩解，接着问那个被狗咬了的人，好端端的谁家的狗那么凶恶要咬你？莫不是你对他家做了什么缺德事？那人两眼一瞪，谁缺德了？我们不过是做做样子，才不是什么缺德的悍匪。洛平蹲下身看了看他被咬的胳膊，伤口愈合得很慢，看那人的脸色似乎还在发烧。不管怎么说，你们还是给百姓带来麻烦了吧？说不定还是自己的父老乡亲，你们真下得去手吗？哼，你不懂就不要瞎说。
王爷和寨主是一心要剿清越州山匪的，我们这是打着山匪的名号做官府做不到的事。要说良心正义，我们可比那些朝廷的走狗强多了。你们来南山之前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吗？当然知道，不过王爷和寨主严禁我们对外透露。这我知道。越王府那边的招勇榜只有寥寥数十人登记在册，那是给通方的官员们看的，在他们眼里，这数十人不过是越王精挑细选的侍卫队。而事实上，慕招勇榜之名而来的人大多被转移到了南山。骆平又跟他们扯皮了一会儿，已把南山寨的事情套出了七七八八，心说方进还真是会选人。这些青年大多直爽没心机，像他那样又有功夫又能忽悠的大寨主，铁定能把他们收得服服帖帖。一边跟那个被狗咬了的伤员说着话，骆平一边掀开他胳膊上的绷带，查看了下伤口，犬齿印参差不齐，看起来咬得挺深。很疼吧？他问。男子汉大丈夫，这点疼算什么？那人扬了扬下巴，一副瞧不起他这种文弱书生的臭脾气。够硬气，就不知道那条狗是不是疯狗，据说被疯狗咬了的人也会变疯呢。骆平漫不经心地说，若是医治不好，人就会变得畏光，神志不清，口水拖沓，见人就咬，最后衰竭而死。你怎么知道？你又没被咬过。那人给他说的心里发怵，嘴硬道：谁说我没被咬过？骆平捋起袖子，白皙的手臂上一处浅色伤疤很是显眼。那时候周堂给他带的药膏确实很好，大部分疤痕都消下去了，只是这一处伤口实在过深，以至于最终还是留下了痕迹。为此周堂还懊恼过。那人愕然。夏天汗水浸渍，其实这伤疼的他快要绝过去了，只不过不想丢人，只得咬牙硬忍。他没料到这个看着弱了吧唧的人居然也跟他受过一样的伤痛。殊不知那年骆平是被几只猎犬咬得浑身都是伤，可比他严重多了。骆平道：那年我受伤时，大夫跟我说过那种疯病，不过你不用太过担心，我还记得大夫给我开的方子，至少能起到一点预防作用的。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骆平笑得温和，那人蓦地有点脸红，一副想要方子又拉不下脸面的样子。没等他开口，骆平已经拿起纸笔写下了方子，递给赵大夫看，应该没记错，你看看有没有什么要改动的。赵大夫看了看，有些讶异，方子倒是不错的，只是剂量太大了。骆先生，这是你用的方子？这样猛的剂量，你被咬得多厉害？骆平淡笑，不记得了。说话间又进来两个病号，一个是训练中造成的箭伤，一个是饿晕了。骆平给赵大夫打下手帮忙照顾着，赵大夫一开始还推脱不让，后来看他包扎煎药很利索，而且几句话就能把焦躁的病患安抚妥帖，也就乐得多个帮手。于是骆平就在药疗中忙活了一整天。周堂这一天都训练的心不在焉。休息时分，他问方进：他不是今天要来的吗？人呢？方进看着被抬下去的那个饿晕的，随口道：人早就到了，据说在要聊完呢。去要聊干什么？他怎么不来看我们训练？周堂不服气道：他本以为小夫子一到这儿就会来训练场看他的。训练你们是我的事，他来干什么？来看你今天是怎么练剑，练到剑脱手而飞，还砸到人家大腿的吗？方进故意呕他。周堂无话可说，于是训练一结束，他脸都没洗，直接冲进了药疗。一掀帘子，刚巧看见小夫子在给一个伤员喂着甜粥。那人靠躺在那儿，脸色苍白，有气无力的。骆平给他擦了擦额头的虚汗，轻声训道：以后不能再光顾着练习不吃午饭了，这样不叫刻苦，叫自讨苦吃。知道了。那人一边诺诺应着，一边眼冒绿光的去吃骆平喂他的甜粥，都不用自己动手，吃的那叫一个舒服。周堂的脸当下就黑了，不就是饿个肚子吗？怎么连个饭碗都端不动了？
你小子多大的面子，让小夫子亲自喂你？还有你那什么态度？小夫子的教训你敢不好好听？周唐带着一肚子的火，大步走过去，夺过小夫子手里，往那人软绵绵的手里一塞，那人给烫的差点跳起来。小唐，你干什么？洛平也吓了一跳。让他自己吃。周唐磨着牙，拉起洛平就往外走。你跟我来。剩下要聊里的人木木的呆了会儿，没想明白一向稳重大方的王爷怎么突然耍起小孩脾气了。只有赵大夫呵呵笑，王爷和洛先生可真亲厚啊。到了周唐的屋子里，洛平无奈的瞅着他，有什么事吗？周唐有点气哼哼的，你不是来看我的吗？怎么跑到要聊去了？一整天都没见到你。洛平道，我是来看传说中的南山匪的。周唐一滞，这才想起自己欺瞒小夫子的事情，气焰登时就蔫了。洛平见他支支吾吾的，也不想再为难他，这里搞得挺不错，也不枉我给你们筹了那么些银两。我能理解你们建立南山匪的意图，今日也跟山匪好好聊过。我说了，怎么剿匪由你们决定，只要别伤及百姓，别伤及越王的威信，你们怎样都可以，何必瞒着我呢？虽然是训诫的话，周唐听了却心情大好，心说小夫子真是天底下最善解人意的人了，也是世界上最包容他犯错的人了。小夫子，对不起。嘴上诚恳的道歉，再适当的装装可怜，小夫子一心软，肯定就什么也不怪他了。周唐心里打算的好好的。小夫子，你看我前日练功的时候受伤了。周唐把手指头横在他面前。洛平沉默一会儿，小唐，这是你刚咬的吧？牙印还在。不管他怎么来的，现在在流血，疼啊。没脸没皮耍无赖。洛平挑眉，摇摇头，打了盆清水给他冲洗了一下，然后拿纱布给他系了个大蝴蝶结。现在还疼吗？不疼了。周唐有点不甘心，要是小夫子给他吮吮，就更不疼了。不过他不敢得寸进尺。闹腾了半天，两人错过了晚饭时间。南山寨有铁律，不许在规定时间外随便吃东西，粮食都是花钱买的，谁也不准糟蹋。于是饿得半死的周唐把洛平路上没吃完的干粮全部扒拉进自己的肚子。洛平看着他吃，感慨道，吃的这么多，怎么还是瘦了？周唐望着他温柔的眼神，心里一暖，便又开始胡闹，丢下水杯干粮就往洛平的床上一趴。小夫子，我身上好多蚊子包，你给我挠挠吧，挠挠就不痒了。说着他脱了衣服让洛平看他的背，我自己够不到。洛平本不想理他，可一看见那个惨不忍睹的后背就绷不住了。怎么会这么严重？整个后背都快肿起来了，这是多少蚊子都逮着他一个人叮。实在无法，洛平又打了水，先用湿布巾给他擦洗后背，他手上轻轻的擦得很是细致，却不知周唐咬着被褥出了一头汗。周唐忽然发现自己失策了，他本来只想让小夫子碰碰他，享受一下小夫子只照顾他一个人的舒心，谁知道这一下擦枪走火了。小夫子的指尖偶尔碰到他的皮肤，柔软又带着些微凉意，背脊上窜起阵阵麻痒，不是蚊子包的那种痒，而是直冲天灵盖，让他脑子都发热的麻痒。身体在发烫，周唐拼命忍着，还是溢出了一声低吟。明明是很细微的闷在被褥里的声响，却让洛平的手猛然停下。周唐立刻屏住呼吸，生怕小夫子发现自己的什么不对劲。好在洛平只怔愣了一小会儿，就拿了消肿止痒的药膏给他涂抹。不过这次没那么细致了，只胡乱涂抹了一下，指尖似乎还有轻微的颤抖。我去换水洗漱了，小唐，你也早点回房休息吧。我知道了。周唐这回没有耍赖。待洛平出门，他披上衣服就往门外冲，刚出去就撞见方静。方静见他面色通红，狼狈不堪的样子，微一愣神就反应过来，你这不是自己找罪受吗？周唐狠瞪他一眼，我乐意，不用你管。方静摇着扇子走开，他本想来找洛平商量些事，
不知怎么的，看见这样的光景，一下子也没了兴致。转身没走多远，他碰上打水回来的洛平。洛平大概是刚洗了把脸，发丝和脸上挂着一些水珠，在月光里晶莹剔透，顺着他的脸颊滑下，竟像是腮边欲落不落的泪滴。当然，那不会是泪滴，因为此刻洛平正望着他微笑，笑意漾在眼角，模糊在一层淡淡的水汽中。方寨主，有什么事吗？方静蓦地一怔，那人就站在那里，一袭染有清晨的素色衣衫，微微偏首，纤细的颈项镀着一层银边。方静忽然觉得这个人特别好看，不是平日里的那种清雅，也不是俗世里定义的俊美，就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美好。他本来想说点什么，张了张口，愣是一句话也没说出来。他从不知道自己也有如此口拙的时候，尴尬了一会儿，最后也是狼狈离去。这一夜，这三人都没有好好入睡。方静在懊恼自己片刻的失态，周唐在拿自己床帐里的10来只蚊子泄愤，而洛平埋首在周唐趴伏过的床褥上，静静的呼吸。洛平在南山待了几天，已渐渐熟悉了这边的环境。他有时会去药寮给赵大夫帮点忙，有时也会去训练场看两眼。每日必做的事情是找人聊天，伤员、伙夫、哨兵，凡是他碰得上面的，总要拉扯两句，因此南山寨上的人也很快就熟悉了他的存在。原本对这样的情况，周唐是喜闻乐见的，可他很快发现了不妥之处，心里就有点不舒服。比如洛平跟所有人都很多话，偏偏就不怎么搭理他。去训练场的时候，洛平趁着他们休息，会分发一些凉白开，见者有份，喝完还能续。他挽着袖子给他们打水，常常谦和的笑着跟他们搭话。这时候周唐就觉得他很冷落自己。方先生，小夫子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周唐暴毙，看着那一圈围着洛平的人，何以见得？方静拿着一把公示着弓弦的弹性，随口道：我已经去他那儿要了6碗水了，他只对我说了3个字：王爷，给。半炷香的休息时间，你在他面前晃悠了6次，还指望他跟你啰嗦些什么？方静毫不客气的指出他的猥琐。训练场上，他从不把周唐当王爷，可是他跟其他人说话怎么就那么投机？周唐反驳：那个小个子也去要了好几碗了，他每次不都招呼得很亲切？方静放下弓，稍稍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真的没有看出来吗？看出来什么？他对南山寨中的所有人都很亲切，除了你我。你没想过这是为什么？方静这样问，周唐终于冷静了下来，撇开那些堵在心里的私人念想，他总算看得清楚了一些。他在试探我们的计划。每日与不同的人交流，虽没有明着问，但多处的消息融合，怎么也能推测出他们近期的动向。可是他为什么不直接问我？我没打算瞒着他呀。他自己说过不会干扰我们的所作所为，这样也算是遵守诺言了。只不过他大概还是很担心吧，所以忍不住旁敲侧击的打听。原来是这样。周唐用抱怨的语气说着心满意足的话，真是的，我看小夫子整日周旋在那些狐假虎威的官员之间，弄得身心俱疲的，本想让他放松一下的，谁知他这么放心不下我。表面上事不关己，实际上担心的不得了，这样口是心非的小夫子，周唐一想起来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当然他这么做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拉拢南山寨里的人，不得不说在掌控人心方面他确实很拿手，所以你把越州官场的整顿交给他来处理，完全可以高枕无忧。掌控人心嘛，小夫子的能力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希望你对自己下半身的自制力也同样有信心。什么自制力？周唐偏头看他，心里一拎。我说的是你憋尿的自制力，你喝了6大碗水吧，休息时间已经结束了，接下来2个时辰不间断的骑射训练，你能把握好吗？方先生，方寨主，请给我如厕的时间。越王低声下气，语气极其诚恳。没时间了。
方进似笑非笑，一掌推上他后肩，给我上马。马蹄声卷起尘土飞扬，洛平远远看着周唐飞身上马，少年柔韧的身体在半空划过一道炫目的弧度，轻盈的落于马背。他忽然意识到，周唐已不是那个畏畏缩缩的深宫皇子了，他的自信，他的张扬，都显示着他超乎想象的成长。这一世，他没有错过一丁点他的蜕变，就如同刚刚从那个小山匪口中听到的那样，让他惊讶。马上我们就要有大动作了，据说是红金寨的一个分支失败。我们才不会失败呢，王爷拟定的计划，而且亲自参与，寨主都说了，万无一失。洛平抬袖擦了擦脸上的汗水，紧蹙着眉头望向江台上的方静，恰好方静也在侧手看他。方静唇角带笑，那是个有些促狭的笑意。两人目光交汇时，彼此都有了然于胸的认知，什么不插手不干预，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了。这天训练结束后，周唐是足不沾地的往茅厕狂奔去。有人感慨道，这就是王爷和我们的差距所在啊！你看，他连上茅厕的途中都不忘练习轻功。很多人深以为然，并以此为鉴。他出了茅厕去寻洛平的时候，被告知洛先生正在与王府来的管家长谈。周唐想了想，推门而入。屋里有4个人，洛平、方静、陈管家，剩下的那个是发誓说再也不来的婷婷。婷婷见他进来，撇了撇嘴，似乎有点不自在，好像还在对上次的吵架耿耿于怀。周唐却没在意，再到他身边落座，注意力都放在了洛平那边。此时洛平已经向陈管家交代的差不多了，最后给了他厚厚一沓账簿，让他带回通方处理。这段时间我和王爷都不回去，如果有人拜访，便说王爷去沟梁视察民情去了，那边会有人打点。好的，洛先生。陈管家应了之后，转过身恭恭敬敬的向周唐行了一礼。王爷可还有什么吩咐？没有，照小夫子说的去办吧。是，属下告退。陈管家走后，洛平轻咳一声，问道：小唐，南山匪是不是要与红金寨起冲突了？你有把握能赢吗？小夫子主动问他，周唐心里很是高兴，不过回答的相当谨慎，赢的把握不是10成，不过这一仗的目的也不是要赢，而是向他们宣告南山匪的存在。那你也要把损失降到最低。小夫子你放心吧，南山匪刚刚起步，我不会乱来的。周唐信誓旦旦，这次是虚放的消息，要他们来抢我们安排好的一批货物，我们只要打好埋伏就行，保证不会有什么损失，最多毁坏几座村舍民宅。洛平一愣，什么叫做最多毁坏几座村舍民宅？这难道不叫损失吗？这是必要的戏码，哪有山匪不作恶的？应该不会很严重的。我们事后会以越王府的名义补偿那些人家的，这不是也给王府造势了吗？小唐，你怎么可以这样看清百姓的财产和安危？南山匪是你的部队，南山脚下的百姓就不是你越王的百姓了吗？你就这样糟践他们？见他恼了，周唐有些不服气，小夫子，这明明是一举多得的事情啊！成大事者必然要有所牺牲，有所取舍，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对？所以你就取捷径而舍百姓。我有教过你这样的东西吗？这不都是你教我的吗？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小唐。洛平捏紧了颤抖的手掌，他不知道哪里出了错，竟然会让周唐有这样的念头。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反省自己，为什么即使从头再来，他们之间的误解也没有减少。被怒斥，周唐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嗫嚅道：小夫子，我不是那个意思，罢了，是什么意思无所谓。稍微平静下来一点，洛平郑重地说，我要告诉你的是，争权夺利是一回事，百姓的安危是另一回事。你缺天时少地利，所以你的天下必须是由百姓真心拥戴而成的。在一切刚刚开始的时候，你不可以把赌注压在损害百姓的事情上。如果今后他们得知越王就是南山匪，南山匪就是那个害他们流离失所又假惺惺的补偿的越王，那他们还会信任你吗？周唐抿唇没有说话。
洛平知道他没有接受他的劝阻，张了张口还想说，但看了眼旁边已经与他争执过一次，并且也没有听劝的方静，忽然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无奈坐下，按着太阳穴，周堂立刻走上前来帮他揉揉。头疼吗？你不要生气了，这件事我们再商量商量就是了。洛平叹息，你们什么时候动身？周堂顿了顿，3日后。洛平点头，那就明日再说吧。你累了一天了，快去吃饭吧，别又错过了饭点。你不跟我一起去吗？我在赵大夫那里吃过了，你和婷婷去吃吧。好，我知道了。婷婷先出去了，周堂也乖乖走了。临出门时，接下了方静意味深长的一眼。夕阳西下，余晖洒进这间房子里，给两人之间的沉默渲染上一片金色。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洛平没有看向方静，只是淡淡的问。洛平，你真是我见过的最固执又最自私的人了。方静说，为什么不放手让他自己去做呢？是你又遇见了什么，还是你不敢让他迈出这一步呢？你觉得他还需要依赖你是吗？你错得太离谱了，现在不是他在依赖你，而是你想控制他。你害怕他脱离你的意志，但事实上他早就可以松开你的搀扶了，是你自己不敢放手。方静说完，静静地望着洛平的侧脸，暗金色的光扫过他的眼眸，洛平的睫毛像是承受不住那样厚重的色彩，轻轻颤动着。自始至终，他没有反驳一个字，只是在夜晚来临前，他浅笑着说，方静，我这里有一个志怪故事，你要不要听？方静，我这里有一个志怪故事，你要不要听？什么故事？方静坐下问道。一个死而复生的故事。死而复生？方静笑了笑，好像挺有意思的，你说吧，我听着呢。于是洛平缓缓道来。方静一直知道周堂喜欢看些志怪书籍，想来就是受到了洛平的影响。志怪故事他也看过不少，大多是当作消遣的。他怎么也没想到，竟然有一个故事能让他如此信以为真，并为之迷惑。洛平说，有一个宁臣，他自小就想做官，小的时候每次听说有官员要路过家乡的官道，就会跑上几里地去看。他总是想，要是哪天自己也能坐在那些好多人抬着的轿子里面就好了，那该有多威风。后来长大一些，读了不少圣贤书，他开始懂得什么是理想，什么是抱负，把书里读来的风骨气节全都包裹在自己身上，他怀着满腔热血上京赴考。那时候他想的已经不是什么轿子了，他想的是传说中最接近天子的地方。他很幸运，如愿以偿的当上了官，只是这样还不够，他还想要做更大的官，想要受到更多人的拥戴，想要手握更多的权势，所以他又把那些风骨气节全部从身上剥掉，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官迷。要说他在那段岁月里留下了什么值得纪念的东西，那就是对一个女孩子的倾慕，还有跟一个倔小孩的交锋。在他的眼中，这两个人虽然都生于皇家，却与那些肮脏的争斗没有丝毫关系。到底他还是想在自己心里辟出一块干净的地方。他的仕途起起伏伏，几经辗转，最后在别无选择的时候，回到了那个自己曾经一时兴起教导过，却从来没有抱什么期望的男孩子身边。谈不上什么辅佐，他只是想给自己找一个容身之处，于是一直跟随着他。出乎他的意料，那个孩子居然一步步接近了高高在上的皇位，并最终黄袍加身。而他也终于实现了自己最大的愿望，成为整个朝堂中最接近天子之人。由于圣宠眷顾，他的地位很不一般，有时甚至超越了君臣之礼，因而很多人称之为佞臣。不过权势在手，他也不可能轻易被重伤。只是有些东西还是与他想的不一样了。一年又一年，他发现自己心里仅剩的那块干净的地方不见了。那个曾经依赖他、信任他的孩子对他起了疑心，以3项滔天大罪将他置于死地。祸国殃民的佞臣死了，可是那个王朝最终还是走向了覆灭。
那人死后心有不甘，没过奈何桥，没饮孟婆汤，在枉死城中烧掉了所有前尘往事，然后重新开始这场人生。一切重来，他能预知当年所有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本以为可以趋吉避凶，一帆风顺，可谁成想，因为他下意识的插手，命运却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轨迹。那个人想看到不一样的结局，但他又对通往这个未知结局的道路感到恐惧，以至于都有些杯弓蛇影。他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每一步都不会走错。如果那个孩子做出了与为君之道相背离的事情，仲离兄，你说他能做到袖手旁观吗？方静听完后沉默良久，他分不清这是故事还是真实。据他的了解，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说的分明就是洛平自己和周唐，可是那后半部分实在太过离奇。一方面他相信人死不能复生，否则人世岂不大乱；一方面他又觉得洛平有时确实能洞察先机，若不是诸葛孔明那样的神机妙算，就只能做重新来过的猜想了。方静犹豫着问：木泉兄，死过一回？洛平摇手笑道：故事而已，仲离何必当真？没有人可以把生死当作儿戏，也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我的意思不过是希望你别太纵容王爷，也不要干预我的劝解。我想看到的是一个谁都没有遗憾的故事结尾。扇柄在掌心有一下没一下的敲着，洛平说得轻巧，方静却有更多的思量。啪的一声，扇子落下了最后一敲，方静叹笑出声：木泉啊木泉，你当真有颗玲珑心肝，每一步都那样小心谨慎，把我都算计进去了。真不知周唐小子走了什么好运，能让你这样死心塌地的为他。仲离谬赞了。难道不是吗？你与我说那么多，根本不是在针对这次行动的事，而是想替周唐收了我的忠心吧。你说的那个故事，无论是不是真的，无论我信不信，对我而言都是极大的诱惑，因为你几乎是在明确的告诉我，周唐会成为大成的君王。如果说我之前还有一些动摇，还想借这次的行动试探一下周唐的能力，你现在就是在让我打消这些顾虑。你想用帝王身边的重臣之位来引诱我，帮他把一切都谋划好，是吗？洛平敛眉，仲离又何尝不是一颗玲珑心肝呢？既然如此，我也不再拐弯抹角了。我做了王爷这么长时间的夫子，对他也算了解。他的想法总是很好的，只是缺乏经验，常在细节上考虑不周。比如这次侵扰百姓的弊端，相信若是仲离兄稍作润色，定能化解。暮色已沉，两人渐渐看不清对方的面容。油灯就在眼前，却没有人去点燃。方静就在黑暗中凝视着洛平的眼眸，隐没在黑暗中的亮光像是月色下的水纹，一点一点向他漾开来，等着他的回应。方静不由得想，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这个世上怎么会有这样懂他心意，又能与他针锋相对的人呢？伯牙子期也不过是知音，而他和骆木泉之间，如同高山流水的琴声中混入了铿锵战鼓，热血冲击着耳膜，那是种棋逢对手的快意。他笑起来，好，不等明日，我这就去找周唐重新商量对策。洛平目的达成，轻舒一口气，那我在此先谢过了。不过今日天色已晚，王爷也累了一天了，还是明日再。木泉，你处处为他着想，凡事都想为他安排妥当，可曾想过他少年心性，有时候只想一个劲的向前冲，不想被人管束。什么意思啊？意思是什么3日后都是他撒谎骗你的，他觉得3日后就能证明给你看，他的方法是正确的。真正的出发日期是今夜子时，先给那些山匪来一场夜袭。洛平一怔，今夜？现在已是戌时末了，也就是说，南山匪恐怕已经快要列队了。方静点燃了油灯，灯光下洛平的脸色显得有些白。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很想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木泉，你真的觉得故事里的那个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吗？洛平抬头看他，什么？你没有想过吗？重来一遍的话，也许那个孩子不做皇帝，才会有一个更好的结局。那个人不会再是宁臣，也不会再死在黄泉之下。
我没有想过。洛平回答。为什么？那样的话就会有太多遗憾。成全的只有那个死过一回的自私鬼。方进去找了周唐。彼时周唐正在做最后的部署，见方进来了，他问：让你拖延他一会儿，你们也不至于要聊这么久吧？小夫子睡了吗？睡。方进挑了眉梢，恐怕他今晚都睡不好了。啊？周唐放下朱笔，有些心虚，他看出什么来了吗？他要阻止我吗？王爷，有时候我真替他不值。我怎么了？我是不该骗他，可我也是不想让他担心啊。他要骂我就等我凯旋归来再骂好了，到时候说不定他看我能干，又不舍得骂了。方进什么也不想说了。对他，洛平便是将心付长河，散落随春水。方进知道，洛平的眼里就只装了一个人，好像他此生活着就只是为了那个人。说实话，他还真有点嫉妒周唐。罢了罢了，把你的战略输给我。你不是说这次不插手，让我一个人来统筹吗？你家小夫子不让。方进恨恨道。在原本未置一词的攻略和地形图上，方进寥寥几笔添上了新的作战方案。周唐看了以后，两眼放光，连连称是。没错，南山匪把那股追兵逼到村庄附近，然后换成王爷的身份带领侍卫队进行追击，都不用跟他们硬拼，只需做做样子给村民看，就可以给越王博得美名，之后再用落石把他们一网打尽，这样才是真正的一举两得呀。话是这么说，但这样做，王爷你可能会有点危险。我有分寸，只是把他们引进落石阵而已，我的马快，不会有事的。两人就细节又商讨一番。亥时末，南山匪集结完毕，列队下山。出山门时，方进和周唐看到在那里静候的洛平。周唐因为心虚愣了一下，倒是方进翻身下马，来到了洛平面前。洛平终究是担心，怎么样？重新商定过了吗？万无一。夜里山风很大，吹得洛平发髻散乱，说话时一缕长发贴着面颊飘进嘴里，把他的话生生截断了。方进满眼无奈，伸手拨开他脸颊边的头发，别到耳后。我说木泉兄，你对我这么不放心吗？我既然答应了你，自然是要确保他万无一失的。周唐望着方进的动作，心里顿时涌上一阵不快，脚下一蹬，竟直接从马上施展轻功掠了过去。这时也顾不得心虚了，他挥开方进的手，揽过洛平道：小夫子，你怎么穿这么点就出来了？快回去吧，你放心，我们一定凯旋而归，到时候我再向你请罪。洛平抿唇看他，分明还在气头上，可偏偏移不开眼。虽然乔装成了一个小喽啰的模样，可少年的面庞仍旧英气逼人，剑眉星目，还有那一身的踌躇满志，凛冽的让他争冲。小夫子，周唐万分委屈的喊着他，见他不理自己，忽然凑到他的耳边，轻轻说了一句话。耳廓被热气扫到，洛平本能的向后退了一大步，随即仓皇躬身道：我知道了，祝王爷和寨主早日得胜归来。洛平在此恭候捷报。眼巴巴看着小夫子的耳尖红透了，怀抱却是空空如也。周唐满脸不甘心。方进在一旁看着，幸灾乐祸的笑了笑。山寨几乎空了，只留下一些杂役和两队守寨的护卫。平日里的聒噪骤然安静下来，洛平觉得有些不适应，想去婷婷的房中聊聊，却被告知婷婷也随寨主他们一起去了。洛平想想也是，做山匪婷婷不乐意，杀山匪他定然跑得比谁都快，更何况周唐本来就有让人追随的气度。尽管两人碰面不是吵架就是打架，但婷婷是甘愿为周唐出力的。不过那孩子也是的，都不跟他说一声就这样跑了，刚才也不出来跟他打声招呼，这招先斩后奏倒是也跟某人很相像。想着这些有的没的，洛平回到了自己的房里，挑亮了油灯。火光跳跃，在暗夜中笼罩出一片氤氲，洛平睡不着，便望着他出神。临行前，周唐在他耳边说的是：你去为我点一盏灯吧。那本天阶凉如水，果然是周唐故意丢在他那里的。
层楼俨然，百里天阶凉如水，孤灯如梦，少年不识情滋味。这盏灯会亮到他回来的那一天，如同那个故事结局来临时一样。灯火轻微的颤了一下，在窗纸上映出瞬间的暗淡。洛平下意识抬起头来，看着那盏灯，心里也是一颤。挑了挑灯芯，见灯火还是不旺，他又添了点灯油。这盏灯已经燃了3天3夜了，他一直没让它熄灭，即使自己事务缠身要离开，也会让仆役帮着照看。大概是心理作用，他总觉得这盏灯灭了会是什么不好的征兆。周唐他们一去数日，每日都会有人回来禀报情况，让洛平也大致了解了方进修改后的作战方案。这一点倒是让洛平很欣慰。不管怎么说，周唐知道有人担心他，也会更加注意自己的安危。这几天王府那边一直宣称王爷到沟梁出游去了，所有事情由程管家一手接下，再转交给身在南山的洛平处理。再一次浏览了面前的卷宗，洛平的眉头蹙了起来。昨夜程管家送来一份有关姚鹏飞姚副使的动向汇报，说他已于昨日动身往京城去了，要为前段时间越王府插手的一件贪污案平反。告御状吗？看来杨知州终于忍无可忍，派出了自己的心腹，要出手自救了。那姚鹏飞本是杨其云的门生，后入仕为官，便一直追随着他，为人刚正不阿，几年来颇得百姓赞誉。只不过姚鹏飞是个认死理的人，他觉得杨知州是恩人，不管别人拿出什么样的证据来揭露杨知州的丑行，他一概不信。这次更是为了给恩师出头，不惜千里进京，要去圣上面前参越王一本。洛平随意的在卷宗上勾勾画画，忽然舒展了眉头。对什么人就要用什么计策，对这样重情重义的人，便要用情义收服。次日，洛平先听了关于周唐那边进展的报告，心算一下，然后给程管家布置了一个任务，派人拦住姚鹏飞。洛先生，你的意思是要把他抓回来禁足吗？程管家从来都很在意细节。不要与他正面冲突。洛平道，后天之前，只要截住他往小井村的去路，让他改到名山就行了。名山？那不是王爷，正是。一阵清风吹开了半掩的轩窗，洛平拢着衣袖护住摇曳的灯火，就看我们的越王是不是真的能一举多得，收服百姓的心了。往日小夫子给的回复总是很短，譬如甚位、戒骄、祝圣，但是周唐今日收到的回复长了很多很多，长得让周唐心花怒放。方进，你看见没有？小夫子愿意跟我多说几句了。方进瞟一眼回信，装模作样的掰着手指头数了一遍，名、山、旧、姚，还请王爷告诉我，他跟你多说什么了？你所说的那几句在哪里？周唐理直气壮，多了2个字，这就是进步。你没看出来吗？小夫子有事情托付给我，表明他信任我，只要我好好把事情办妥，回去后他定会夸奖我的，到那时我就可以趁热打铁，让他消气。方进懒得理他这种无赖式的乐观，拈起周唐留存下来的一沓回信道，他的话也太少了些，他是因为跟你生气，还是一向这样？周唐撇了撇嘴，他一向这样，以前给我的留什么的都是能短则短，也从来不会把自己的心情寄于笔下传达给我。方进，你有句话说得很对，他太淡漠了，好像把什么心思都压抑住了，你说他这是为什么呢？方进不知怎么回答，他蓦地想起洛平所说的那个故事中，那人被3项重罪逼死的情节，虽然现在看来，若是套用在周唐和洛平身上，非常难以置信，但是我想他不是没有热情，而是不敢轻易交付出来吧。飞蛾扑火，因为知道会被那团火焰烧死，所以把自己藏在黑暗中，一直远远的绕着火焰旋转又旋转。我会让他交付出来的，我也绝不会辜负他的热情。方进望着周唐认真的侧脸，没有接话。毕竟谁也不能断言，那只飞蛾最后会不会再次扎入其中，心不由己，义无反顾。小夫子果然神算，时间真是刚刚好。周唐合上密报，志得意满。这几日进展十分顺利，
南山匪与红金寨统领下的小队盗匪，经过几次摩擦与交手，已然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今夜便是那批安排好的货物路过岷山之时，也是他们最终一决胜负之时。而小夫子那边也把姚鹏飞诱到了岷山脚下的村庄留宿。这一出回城的越王挺身而出，勇救村民于水火，还不计前嫌，救下政敌的戏码就此上演。周唐招手叫来婷婷，就照我们之前安排好的做吧。你与我身量相当，就先代替我做方寨主的跟班喽啰。我现在要恢复王爷身份，去好好的招揽人心了。婷婷冲他翻了个白眼，看你急吼吼的样子，是有多想在骆先生面前邀功啊？真不想理你这个笨蛋。说是这样说，婷婷换上了周唐那身跟班装扮，等周唐恢复成风度翩翩的越王时，拍着他的肩别扭道：可别死了呀，那真是丢人丢大发了。周唐心情很好，承你吉言。那夜岷山上火光冲天，那是南山匪的寨主率领一干人马烧了红金寨分支的营地。山下村庄里的数百村民都目睹了这场山匪与山匪之间的拼杀，一时间鸡飞狗跳，不知如何是好。留宿在此地的姚鹏飞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事端吓得两腿直哆嗦。一队途经这里的商表现出了极大的恐惧，老板咋咋呼呼的让武师守住自己的货物，眼瞅着一路头砸红金和一路来历不明的匪徒都冲着他而来，顿时哭天抢地起来。都说越州山匪横行，我今天算是见识到了，只恨那知州为官庸碌，竟任由匪徒如此猖狂。正乱着，南山匪和红金匪一前一后逼近村庄。就在这时，一队人马如从天降。当先一人骑着黑色骏马，一袭绣金锦服，不是越王又是谁？村民中有人高声喊道：是越王！越王来救我们了！也有人焦急道：可是越王随行只带了这么点人，自保尚且不易，何谈救人？周唐身形敏捷，铿锵之声中飒飒英姿映入了在场所有人的眼。大胆匪徒，竟敢扰我百姓！我周唐就算拼尽全力，也绝不让你们得逞。奔驰中的婷婷做了个跃偶的动作。寨主，你不觉得他演的有点过吗？方静笑道：无妨无妨，百姓就爱看这出。周唐手中宝剑出鞘，堪堪架住婷婷砍向姚鹏飞的一刀，然后才仿佛刚发现似的，讶然道：哎，这不是姚副使吗？你怎会在此？姚鹏飞张着嘴哑巴了，心说这下完了，遇上知州的死对头，哪里还有活路？岂料周唐朗声道：快躲去安全的地方吧，跟着本王的这名侍卫，他会保你平安。姚鹏飞讷讷：你为何？周唐沈然一笑：你我恩怨事小，姚大人为官清廉正直，可为国之栋梁，实在不该命绝于此啊。姚鹏飞神色复杂的看他一眼，咬牙一边逃命一边涕泪两行。摆平了姚鹏飞，周唐按照原计划引诱敌人深入岷山峡谷，混乱中几个南山匪也帮他挡了许多红金匪的攻击，成功的把追兵拦在落石阵中后，一切基本尘埃落定，只剩下方静在前面假意奔逃，周唐在后面假意追击。跃满峡谷，周唐回转马头，欣赏着自己的首战告捷，心中甚是畅快。只待天明便得胜回山寨，再于回王府。然而与此同时，噗的一声闷响，桌周围陷入一片黑暗，惊得洛平动作一顿。今夜并没有起风，可那灯火却莫名的灭了，灯芯散发出一阵残烟气味，洛平执笔的手腕微微抖着，滴滴浓墨落下，毁了满篇文。好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重新点燃灯油，沉默着守了一会儿。突然他起身披衣，急急唤来仆从，备马下山。岷山峡谷，越王好胆识，我家寨主特来送上一份大礼。声音响起在周唐最放松警惕的时候，那支冷箭穿入他的身体时，惊愕之余，最先浮现在脑中的不是生死由命，不是大业未成，而是洛平痛惜心疼的神情。剧痛带给他片刻的失神，乱糟糟的心绪纷至沓来。这回不用装可怜了，
小夫子肯定不会再生我的气了。只要那盏灯为我亮着就好，我会回去找他，就好比寻找火的飞蛾，死也要死在他身边。对，我就这点出息。峡谷末端的山坡上，一队与刚才的追兵来自不同方向的红金匪骤然现身。前面的方进察觉形势有变，立即转为守势，一边命令南山匪张弓备战，一边调转马头，想要提醒周唐。然而他还是晚了一步，对方先发制人，在那声大喝之前，一支箭矢便破空而来，径直向周唐飞去。周唐高坐马上，又是一身显眼服饰，这一记暗袭命中率极高，亏得他反应迅疾，剑簇的寒芒一闪而过，他竟凭着直觉侧身翻滚下马，堪堪避过了心口要害。不过那支箭来势太猛，还是从他的左侧腰腹上擦过，生生带下一层皮肉。周唐落地时踉跄了2步，疼痛令他眼前发黑，有一瞬间的闪神。四周的侍卫迅速将他护在中央，欲为他挡住再度飞来的箭矢。奇怪的是，对方放了那支冷箭之后，突然安静下来。此时红金寨、南山匪、越王3股势力呈鼎足之势，谁也不敢妄动，局面变得复杂起来。红金寨这支队伍的领头人对方进带领的南山匪说道：大家同为草寇，相煎何太急呢？今后有利均摊，我们寨主也不会亏待了你们。今日之事全当误会，寨主命我送你们1盒雪花银，聊表诚意。咚！那人话音未落，刚端出来的木盒上就钉上了一根箭矢。方进手中的弓弦轻颤，他朗声道：树方某不识抬举，我南山匪建立之初，便是奔着你们越州第一大寨的名头去的，要我们联手也可以，让你家寨主归我管，从此只有南山匪，没有红金寨。那人微一怔愣，大概是没想到这么个新成立的小山寨口气倒不小。你不要太嚣张。方进很是不屑，你能奈我何？平头百姓的小钱我们敢抢，贪官污吏的赃银我们也敢抢，四方山匪的生意我们照样抢。没有我们不敢抢的东西，我们为何不能嚣张？那人显然被激怒了，哼，你们不要给脸不要。可他终究是无法把这句话说完了，又是一根箭矢，这次没有扎在木盒上，而是扎在他的喉咙里，大量的血沫从他口中呛咳出来。红金寨人一片哗然，有人骚动着要回击，被一个看起来稍有地位的人拦了下来。这一箭是我送还你家寨主的。周唐道：冷箭谁不会放？关键要看谁放的更有准头。周唐挥开保护自己的侍卫，手持一张乌木弓，弦上又搭了一支箭。细看的话，那弓弦上悬着几滴血珠，是他的手指从腰腹的伤口上带的。嘣的一声，这次的箭矢直指方进，力道很大，不带半点犹豫。若不是方进有所准备，说不定也要吃大亏。这一箭是送给这位什么南山匪的寨主的。弓弦上的血珠溅在周唐脸颊上，趁着他唇边傲然的笑容，艳丽无双。你们倒是大胆，公然在本王面前谈论黑吃黑，当本王真被刚才那软绵绵的一箭射死了吗？红金寨的人被他眸光扫到，竟感到一阵寒意，不知怎么连毛孔都立了起来。有人不服气，反唇相讥：越王好像搞错状况了吧？不管怎么说，现在这里两匪一关，你觉得哪一方的胜算更大？周唐轻哼了一声，向着他们重新搭上3支箭，挑衅道：那就来啊，这条峡谷太窄了，本来就容不下这么多人。红金寨和南山匪皆有数十人，而越王身边仅有寥寥10几人。红金寨的人怎么也想不到，他然要跟他们硬拼。在带伤的情况下，周唐的3支箭射翻了2个人，有一箭放空了。逞强到这个地步，他知道自己快要支持不住了。但是此时此地没有其他办法，他现在是大义为民的越王，绝不能跟穷极恶的红金寨谈判。混战开始时，方进便做出了撤退的姿态。他无心恋战，只抄起那个装着雪花银的木盒，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山谷，俨然一副强盗风范。
红巾寨人没想到此人这么无耻，原本料想的联手应战变成了腹背受敌，赔了夫人又折兵，顿时慌了阵脚。南山匪冲出去后，方进立即下令回山。婷婷愕然，我们就这样丢下他不管了吗？对方那么多人，他又有伤在身，方进皱着眉回答，若是这点事情都应付不了，他就枉为我竹山门下的弟子了。他不允许任何人回头帮周唐，听令回山。不是他不想援救周唐，南山匪和越王必须撇清关系，他只能这么做。他也相信周唐懂得该怎么做。洛平披星戴月地下了南山，直奔越王府。据守门的仆役口述，当夜他打开王府大门时吓了一大跳，差点以为是冤鬼锁魂来了。那时候的骆先生脸色太可怕了，头发散乱，嘴唇白得跟纸一样。证人甲说，是啊是啊，骆先生回房之后，我去给他送茶水，看见他在画好大一张图，好像是阵法一类的东西，先生该不会是撞邪了吧？证人乙说，不止呢，骆先生还半夜去请临街的张木匠去了，用大把的银子砸的张木匠当晚就开工了，现在还趴在西市口呢。证人丙说，都给我干活去，府里就剩下你们几个了，敢偷懒，工钱不想要了。陈管家说，众人赶忙噤声，各忙各的去了。陈管家望着空荡荡的王府，心中喟叹，王爷、方先生、骆先生这三个主子真是永远不得安生，不过跟着他们好像真的能成大事的样子。这三人的心思都让人摸不透，尤其是骆先生，昨夜火急火燎的回来，忙活了一宿，早上拿出代行王令的牌子，直接带走了王府内的所有侍卫。王府里冷冷清清，西市口却热闹非凡。张木匠正带着5个学徒工拼了命的赶工，那是个异常大的圆形高台，上面按着八卦方位刻画了许多华丽而繁复的阵法。通方的街道上处处张贴了公告，说的是越王将在7日后举行盛大的祭天仪式。骆平走后的第2天，名山的知县便带着几个人前来求见知府和知州大人。那几人中有村民、秀才、商，最出乎杨知州预料的是，然自己的心腹姚鹏飞也在其中。一干人等声情并茂，泪如雨下的诉说了越王夜战群匪、光荣负伤的事迹。此事火速传遍了大街小巷，击赏者有之，怀疑者有之，更有人听了他们的叙述，非常担心越王的下落，受了那么重的伤，还能活着回来吗？陈管家出面解释，王爷此次出游是为暗访各地匪情，他说了，若是平安归来，便要向天宣告是要清剿匪患，若是不幸蒙难，便要用己身祭天，向越州百姓谢罪祈福。这是骆平临行前交代他的，他一字不漏的复述。听了这番说辞，不知哪家的千金当场就感动哭了。越王少年英雄，老天有眼，定不会把他带走的。我要再见越王一面，甘愿以身相许。骆平见到周唐的地方是在距离通方城20里地的山路上。彼时周唐已经失去了意识，由一名侍卫护骑在马背上，整个人摇摇欲坠，衣服被血污染的不成样子，脸上也是一片灰黑，早已没有了意气风发的模样。他身边的侍卫也仅仅剩下了8人，看来这一次交锋虽然赢了，但损失惨重。周唐一行人看到骆先生带着那么多人前来迎接，知道自己和王爷已然安全无虞，心里终于松懈下来。有个年纪轻的当即栽倒在马背上昏睡过去。骆平上前对护着周唐的侍卫长说道，辛苦了，王爷就交给我吧。是。侍卫长的胳膊上也有伤，忍着痛轻轻将王爷放下马来。骆平见状转向随行而来的大夫，先给他们处理伤口，不急着上路。大夫给越王检查了伤势，发现腰腹处的剑伤最为严重，由于崩裂开来又有感染，导致了他的高热昏迷。骆先生，这伤要及时剜去烂肉，不然越拖越麻烦啊。那就剜。骆平很坚决，声音冷静的有些过头。唉，老夫知道了。大夫不敢怠慢，立刻操作起来。刀刃带着烧过后渐渐淡去的红色，
切割在周唐的皮肉上。第一刀下去，明明并没有什么声响，洛平却觉得自己的心口哧啦一声，灼烫而尖锐的疼。当初他也被这样剜过肉，那时只觉得是皮肉之苦，并没怎样难忍。如今看周唐被剜，竟比割在自己身上还要痛。他看着大夫一刀一刀的给周唐去腐，之后上药包扎，一切处理妥当后，听见大夫说暂无大碍，他才松了一口气。在大夫给其他伤员诊治时，洛平难得的没有帮忙。他坐在地上，怀抱着周唐，让他枕在自己的膝上，手掌轻轻拍抚，好似在哄一个孩子。周唐方才因为剜肉的疼痛，眉头和鼻头一直皱着，嘴唇也咬得死紧，全然表现出那股不肯服输、不肯示弱的孩子气。在洛平的安抚下，他慢慢舒展开纠结的神情，身体也终于放松下来。洛平轻声说：“小唐不用怕，我来接你了。”周唐强撑开了眼皮，目光虽没有焦距，但那双点漆般的黑眸定定的仰望，星光一样亮，眼角也浮上一层欢喜的笑意。只是他说出的话仍是胡话。小夫子，我的灯火，没有灭。洛平认真的回答着他的胡话。我们回去之后，我带你去一个高高的台子上，那里有属于你的最旺盛的灯火。周唐回到王府的2天后清醒了。醒来时，一只微凉的手正贴在他的额头上，带着他熟悉的气息。周唐睁眼笑起来，感觉到那只手要离开，他一把按住道：“小夫子，你要是拿开这只手，我肯定又会发烧了。”洛平没有搭理他，却也没有撤开手。倒是周唐觉得有点奇怪了，偏头看向他，待看清小夫子熬红的眼，心里顿时愧疚难当，暗骂自己太过任性，当下就放开了他的手。小夫子，你别守着我了，赶紧去睡会儿吧。无妨。洛平端起旁边的药碗，大夫说你醒来之后就喝下这碗药，我刚让人热好的，快起来喝了。哦。周唐乖乖喝药，这药有安神的功效，喝完了你就再睡一会儿，还有些低烧，发身汗就好了。我知道了，小夫子你快去休息吧。行了，你睡着了我就去休息。周唐无法，只能重新躺好，闭着眼等待那碗药的安神功效出现。可惜事与愿违，他越想睡着就越睡不着，万般无奈之下，偷偷瞟了眼洛平。小夫子然已经睡着了。于是他放心大胆的睁开眼，盯着自家小夫子看。洛平斜靠在床边，周唐只需坐起来，脸颊便凑到了他的鼻端。绵长的呼吸轻抚在睫毛上，凑得越近，体温融合的越多，叠加起来的温暖让周唐感觉头脑有些发热。他想，自己这样贪婪的心思，小夫子到底能不能体会到呢？那片淡薄的唇近在咫尺，如果真的亲上去，他会有所回应吗？周唐怎么也无法把目光移开，只觉得洛平的平淡安详的睡脸都是诱惑。鼻尖与鼻尖越来越近，他屏住呼吸，把自己的吻印在了洛平的唇上。由于太过紧张，他的身体都有一些僵硬，倾斜的角度拉的伤口有些刺刺的疼，像是在警告他什么一样。他会不会醒？发现了怎么办？这是个胆战心惊的吻，让周唐很不甘心。心脏跳得那么快，却没办法通过这个吻传达给小夫子。是他自己在害怕，没有人教过他喜欢一个人该怎么做。他看了许公子的所有集，看懂了风花雪月，却没有看懂自己这段情感该怎么处置。他也是读圣贤长大的，知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知道尊师重道的道理。他也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在世人眼里会有多么大逆不道。可他并不想反省自己，喜欢小夫子有什么错呢？没有人更值得他倾心了，他这辈子都不想离开小夫子啊！越想头脑越昏，越想就越觉得燥热。周唐忍不住栖身上去，手掌环过洛平的后颈，指尖落在耳后细嫩的皮肤上，一点一点磨蹭着，带着说不清是兴奋还是害怕的颤抖。不满足于停留在唇角静止不动的触感，他摸索着舔舐，感受到小夫子干涩的嘴唇上细小的褶皱，便本能的吸吮，想让它变得饱满起来。
受到感官上的刺激，洛平根本无法好好入睡，低低的呻吟了一声。周唐猛地停下来，抬头看见洛平的眼睫掀起，他从那双眼里看到了自己从没见过的神色，像是挣扎在和克制的边缘，有着不真实的脆弱，迷糊中泄露了太多的情感。那是他不曾见过的小夫子，只有一刹那的多情。这一刹那太短暂了，周唐尚未从回过神来，就被洛平一把推开。小唐，你干什么？洛平斥责道，你烧糊涂了吗？唇上还残留着温暖的如诗感，洛平自己也很慌乱，只能用震怒来掩饰自己的失态。周唐不说话，只一个劲的缠上来，伸手去摸洛平红透了的耳朵，还要凑上去接着索吻。洛平被他气到了，顾不得他身上的伤，揪起他的后领拉离自己，大力甩开。就听见咕咚一声，周唐被甩趴在床上，伤口疼得要命，加上小夫子决绝的态度，周唐顿时委屈起来，倔脾气也上来了。他紧抿着唇，仍是一言不发，死死瞪着洛平，瞪得眼圈都发红了。洛平见他吃痛，也是满心酸楚，勉强压下纷乱的心思道，不是答应了好好睡觉的吗？突然怎么了？做噩梦了？还是哪里不舒服？周唐一听他放软了语气，更是得寸进尺，回身猛扑上去，撞得洛平后脑磕在雕花床栏上。洛平没料到会有这么一出，一时反应不及。周唐不得章法的去吮咬洛平的嘴唇和颈项，双手也胡乱去扯洛平的衣襟，扯开一点就迫不及待的要去亲。越是这样就越是焦躁，他眼里蒙上了一层湿气，口中犹在放着狠话，小夫子，你为什么要躲？为什么不肯跟我亲近？不准躲！你要再躲，我就治你的罪了。洛平没有再推拒，只神色复杂的看着他，王爷要治我什么罪呢？周唐捧起他的脸，不经思考就说，治你不听话的罪。我要把你关进大牢里，等你什么时候知错了，再放你出来。多熟悉的话！洛平淡淡笑了，你想关就关吧。不知为何，周唐竟觉得这个笑容让他的胸口痉挛般的痛，明明那里没有任何伤口。他慌忙解释，我开玩笑的，小夫子，我才不会舍得把你关起来的。我只是生气，我们相处那么久了，你却一点也不肯跟我亲近，甚至你跟方静都比跟我亲近。洛平反问，亲近？王爷想要什么样的亲近？这样的肌肤相亲，王爷不觉得实在有失体统吗？我喜欢小夫子，我想亲亲你而已，为什么不给我呢？周唐理直气壮。洛平颓然，他发现这个孩子被他彻底惯坏了，比当年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王爷，有些东西不是你想要我就能给得起的。怎么就给不起呢？周唐哀怨的望着他，大概是伤口的热度又起来了，他的脸颊染上病态的红，怎么就给不起呢？分明是你不愿意给。小夫子，我好难受，你不要再推开我了好不好？我真的会越病越重的。王爷，你还太小了，你还不懂。洛平到底不舍得他辛苦难过，让他靠在了自己身上，但仍旧避开了他的请求。你是我的小夫子，我不懂你就教我啊。迟到的药效和再度袭来的高烧令周唐的神智趋于模糊，缓慢的眨着眼，昏昏欲睡。洛平长叹一口气，小心的扶他躺下，为他盖好被子，轻轻拍哄，并不言语。周唐没有撑到他回答，就沉沉睡去了。洛平抚过他额角的碎发，兀自喃喃，对不起，这个我没有资格教你。又折腾了2天，周唐的烧退了，伤也收口了。他还惦记着那天发生的事，但显然洛平不想再提，他也找不到机会继续纠缠下去，只能暗自赌气。赌气归赌气，他没有忘记正事。这些天因为卧床养伤，他没能收到关于南山匪的消息，不免有些担心。那天夜里的事应该闹得很大，自己又是被横着抬回来的，不知通方城内有什么反应。偏偏最了解事情始末的小夫子不爱搭理他，急得他抓心挠肝。终于在今天他获准下床走动以后，小夫子摆出了找他谈谈的架势。
王爷不用担心，相比于红巾寨，南山匪的损失算是很少了。他一开口，周唐心里就一沉，完了，小夫子喊他王爷，看来还没消气呢。不过此时显然不是道歉的时候，很少是有多少。连同当时你身边的护卫，战死9人，受伤45人，都已经给了他们家里丰厚的抚恤。马匹损耗12匹，兵器、弓箭损耗上百，现在也都在重新制备。哦，听了这么详尽的数据，周唐总算放下心来。那通方城内呢？有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你让我救的那个姚鹏飞怎么样了？杨知州有没有又搞出什么幺蛾子？王爷，我今日就是来与你说这些事情的。洛平道，姚副使与一干名山百姓已经进城，把王爷英勇杀匪的事迹传遍了整座城。那姚副使本是杨知州的心腹，连他都替王爷说话，可见王爷的拥护声有多大。那都是小夫子你的功劳。周唐赶紧拍马屁。洛平无动于衷，目前城里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每日王府的门口都有大批前来探病的官员，还掺杂了一堆媒婆和丫头，哭着喊着要见王爷。媒婆手里都是成捆的美人图，丫头的怀里都揣着自家小姐从庙里求来的平安符。整个王府给围得水泄不通，连方静想悄悄进府都很难。周唐眨了眨眼，啊，这是要搞什么？他连忙表态，我才不会对他们感兴趣呢，小夫子你要信我。王爷少年英雄，自然是备受年轻官吏和千金小姐们的青睐，与我何干？洛平说的平静，完全是事不关己的样子。我要说的是，他们这样堵在门口，会阻碍3日后的祭天，请王爷示下，是要见还是要赶？赶走，赶走！让城管家把他们都打发走。等等，祭天是怎么回事？这是在王爷回来之前就在布置的事。既然已经与红巾寨宣战，我就想让所有越州人都见识到王爷的决心和魄力，因此早几天已在西市口搭了高台，布了祈福的阵势，燃了9州木的火炬，后足7日就等王爷的祭天仪式。我回来之前，你都替我安排好了。是，无论你是死是生，我都要借这次祭天让你名垂青史。祭天仪式，尽管事先清了路，但拥挤的人潮还是让越王的车驾行进缓慢。好不容易到了西市口，已经将近晌午了。国风之曲奏响，越王身披千岁绿锦，踏着低沉的鼓点缓缓登临，直至高台顶端，于9州木的火炬前停下。阳光出奇的灿烂，洒在高高的扶商台上，下面仰望的人都被晃了眼，看着越王，竟如同神之降临。有人不自禁的感叹，我们的越王真的是天龙之子啊！周唐声音清亮，傅乐高歌，句句凿入人心，古有伯良，今有扶商。高台仰止，一坚如石。紫气东来，天佑西江。9州木器，越匪必亡。以9州神木为器，本王在此向天立誓，越州匪患1日不除，本王绝不甘休。说罢，他饮尽助天之酒，直含玄铁刃刺破指尖，鲜血滴入9州木的火炬中，嗤的一声窜起数尺高的烈焰。9州神木遇血则爆燃，此时整个西市口弥漫起一股带着血腥气的木香。台下的百姓被其所感染，纷纷附和，天佑西江，越匪必亡。洛平也一直仰望着他，直到眼睛被光芒刺得酸痛，无法睁开。仪式完毕之后，回到王府，周唐仍旧处在亢奋之中，不住地说着，小夫子你看见没有，他们都在跪拜我，他们信任我这个越王，我有我自己的臣民了。见到他那君临天下一般的姿态，洛平的心绪也难以平复。那与他记忆中的周唐何其相似，傲然的、自负的、强韧的，怎么这么快呢？这个孩子怎么成长得这么快呢？洛平抑制住心中的起伏，给他包扎住手指间的破口。我说过，王爷你终有一日会登临大城最高的地方，会拥有自己的江山。小夫子，你不要叫我王爷，叫我小唐好不好？有朝一日，
你的名字便会成为天下人忌讳。对你不一样，小夫子，我的名字不会是你的忌讳的。不，我希望他是。洛平深深的看着他，那是我的愿望啊，王爷。听他这样说，周唐的心里蓦地难过起来。他不明白这是个什么破愿望。愿望不都是很美好的事情吗？为什么小夫子的愿望这么悲伤？小夫子！他急急喊了一声，随即抱住了洛平，抱得紧紧的，怎么也不肯撒手。洛平僵硬着身体，没有回应。周唐盯着他薄红的耳垂，轻轻吻了上去，从耳垂到脸颊，到鼻尖，到嘴唇，唇齿相贴的缝隙间，洛平叹了一口气，千般无奈，一种情意。小唐，有多少命运被改变了呢？当年他们的每一个吻里，他喊的都是陛下。洛平愁肠百转，周唐却很高兴，太好了，小夫子，你不生我的气了。宣统念9年，自开春以来，越州的雨就没停过，屋瓦上的雨水连成线滴落下来，青石板被哗啦啦的流水洗得光滑如镜，角落里生着一层深绿的青苔。连日来的阴沉天气，让人的情绪也随之郁结起来。周唐碾灭了灯火，揉揉发胀的太阳穴，开始感人。每次你过来都要折腾我一整夜，害我都没办法跟小夫子一起吃早饭了。你快走快走吧，事情就这么定了，别来烦我了。方静调侃道，王爷，这几年你对我的态度真是越来越差了，好歹我是你师傅，你这样过河拆桥，就不担心我回墨城另投明主？哼，你要走就走，我保证不拦你。青年的声线低沉，眉目流转间带着看透了他的自信。只要你舍得自己千辛万苦建立的基业，舍得我许给你的4锦前程，还有小夫子对你的殷切期待。方静轻敲扇柄，你这小子跟谁学的这么奸诈狡猾？周唐挑眉，你说呢？一定是穆全兄教的。从后门出去，别让人注意到你这个土匪头子进我家，慢走不送。方静一边叹着自己是东郭先生，一边闪身消失在了王府后门。这会儿的雨下的小了点，深吸一口气，凉凉的诗意沁入心脾。看着头上愁云惨雾的天空，方静忽然自嘲的笑了起来。周唐说的对，从南山匪刚刚成型，到现在成为可与红巾寨匹敌的越州第2大匪寨，这3年来他付出的太多，谋划的太多，这时候要他放下，的确是不舍得。而且他对我的殷切期待吗？那个人只是把对越王的期待分了一点点给我吧。不过仅仅这一点点也足够挽留我了。周唐送走了方静，便要出门去找洛平。刚走到前院，看见一个背影颇眼熟的男子从洛平的房里出来，看样子是要离去。周唐尚未想起来这人是谁，又看见自家小夫子急急忙忙走到那人身边，撑了一把伞给那人。周唐一愣，突然就没心思去想那人是谁了，眼里只剩下洛平嘴角温和的笑意，还有对那人的体贴照顾。那人先是推拒了2下，拗不过洛平，只得接过油纸伞。大概是说了什么客气的话，洛平笑着摆摆手。2人共用一把伞，一路走一路闲闲的说话。周唐在自己府里像做贼一样远远跟在后面。到了门口，眼看那人就要道别了，周唐在心里催促着赶紧走吧，别磨磨蹭蹭的，然后从照壁后面探了个头出来。这一探他就更不舒坦了。只见那人居然凑过去附耳对洛平说着什么，而洛平听了2句后居然喷笑了出来，脸上也浮上一层薄红。周唐几乎要克制不住冲出去的时候，那人终于走了。他恨恨瞪着那人出府，旁边冒出个仆从问道，咦，王爷您躲在这儿看啥呢？仆从这一喊把洛平惊动了过来。周唐打发仆从走开，绷着脸正要说话，却被洛平抢了先。王爷，你出来怎么不打把伞？说着，洛平赶忙把他拉到廊下避雨，手掌拂过他湿淋淋的衣襟，蹙起了眉头。潮成这样，快去换件衣服，当心着凉了。周唐的心情瞬间转晴，拉着洛平的手就往后院走，半点也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小夫子，你陪我去换衣服。
你自己去换就是了。我不会。洛平想甩开他的手，王爷你多大了，不要耍小孩子脾气了。我怎么耍小孩子脾气了？周唐坚决不松手，小夫子你不陪我，我就不换了。洛平无语，你看你把胡子吓成什么样了？周唐眼光一瞥，看见厨娘的儿子站在旁边咬着手指看他。4岁的胡子歪着个脑袋，心目中端庄威严、神勇无比的王爷碎成千万片。他嘻嘻笑着说：“王爷哥哥自己不会穿衣服，羞羞。”周唐，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插嘴。一边玩去。胡子，哦，娘，王爷哥哥也不会穿衣服，王爷哥哥也跟胡子一样会尿床。话没说完就被他娘一把捞起，捂住嘴逃了。洛平，噗！回到房里，周唐拿衣服出来，要洛平给他换。脱掉外衣后，洛平摸了摸中衣，发现也湿了一大片，于是又让他把中衣脱了。周唐照做，里衣倒是没怎么湿，洛平就给他换了中衣，再罩上外衣。在他的肩上比了比，洛平叹道：“王爷个头窜得真快，都比我高了。”周唐看他仔细给自己系上带子，目光落在他左边肩膀上，大约是方才撑伞的时候没有遮住，那边的几缕发丝带着水汽，缓慢滚落的水珠在布衣上印出了浅浅水斑。小夫子，是因为我长高了，所以你不再喊我小唐了吗？尽管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2个多月了，可周唐就是耿耿于怀。王爷，按理说你束发之后就不该被当作小孩子称呼了，如今你都快成年了，不要再任性下去了。注：束发指15岁，成年指20岁，弱冠。我才18。周唐抗议，而且我也还叫你小夫子，你也不该再叫我小夫子了。当初不是说好了，你永远是我小夫子吗？当初是当初，我才不管。你是我一个人的小夫子，我就要喊你小夫子。哎，随便你吧，一个称呼而已，何必太在意？周唐顿了顿，把头放在了洛平的左肩上，用自己的体温去暖着那一点潮湿。鼻端是小夫子的气味，一如当年。他重重的嗅着，轻轻的在洛平的唇畔亲了一口。我总觉得，如果不这么喊你，我就要失去你了。他的声音很小，但因为近在耳边，洛平听得很清楚。洛平不会拒绝他的亲吻，就像周唐那时候说的，亲亲而已。他想要给他就是了，只是没有更多了，因为他比周唐更害怕失去。